上一口气生了108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雷霆之怒下将宁妃打入冷宫。3年后，冷宫荷花池边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奶娃正在抓羊，这一幕正被路过的皇上撞见。朕的御花园里何时连阿猫阿狗都能乱窜了？许人敢来这偷抓朕的鱼？皇上恕罪，这孩子体格幼小，是奴才看管失职。你是哪位哥哥呀？我这可不是偷抓鱼，我这是明目张胆的抓。你是哪来的野丫头？居然这么目中无人！我就是我娘亲生的呀，难不成是鱼生的吗？哼，把这个小奶娃扔水池里，一会你来找我领处罚。是，皇上。你是哪个宫里的小奶娃？在池塘里擅自捞鱼也就罢了，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？算了，分你们一条鱼就是了。鱼我就收下了，不过以后捞鱼的话，记得叫上大人陪你一起，不然你会被淹死的。这个帅帅公子笑起来还是很迷人的嘛。小奶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哥哥，这条鱼是给娘亲补身子的，不能再给你了，下次小石头再抓给你好不好？皇上，时辰不早了，您还要和吏部大臣议政，晚点还要去向太后娘娘请安。快跑，不然真的就逃不掉了。这个小奶娃跑得倒是还挺快。这下完了，又迷路了。逍遥王，您就放奴婢一条生路吧，奴婢从没开罪过您，求您饶命呀！是香草姐姐的声音。哼，不许欺负我的香草姐姐。哪里冒出来的小胖墩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王爷，有什么事情您冲我来，不要伤害小石头公主。什么？你叫这个小胖墩小石头公主？皇上只有儿子没有女儿，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公主？哼，你这个讨厌的臭猪猪，不许再叫我小胖墩。小胖墩，既然有人喊你公主，那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宫里的公主？没听过陛下有女儿，如果不是公主的话，本王就把这个胖墩套个麻袋装走，毕竟这么可爱的女娃宫里可不多见。我是冷宫里的小公主。冷宫里关的是宁妃，原来你是宁妃的女儿。忽略掉你的肥肉，还真的跟你娘亲挺像，这嘴巴和陛下的也好像。我告诉你，不许再说我肥了，我只是肥着玩玩，不像你丑的那么认真。本王可是燕赤王朝4大美男之一，小胖墩，你知不知道敢这样跟我没大没小是要付出代价的？我才不怕你呢！小石头趁逍遥王不注意的功夫，一只肉嘟嘟的小手食指插进了他的鼻孔里，疼得他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趁机拉住香草溜了个无影无踪。太好了，这下终于可以给娘亲烤鱼吃了。小石头乖，以后不许再去池塘里抓鱼了，娘亲会担心你的，知道吗？娘亲生病了，小石头想给你鱼吃。娘娘，小公主一直都惦记着给您抓鱼补身体，刚才回来的路上还遇见了逍遥王，要不是小公主挺身而出，我就遭逍遥王下手了。娘亲，我刚才可厉害了呢，还捅了那个坏叔叔的鼻孔。小石头乖，以后离那些人远一点，也不要总是出去了，外面危险的。娘亲，我记住了。此时的另一边，皇上正和逍遥王拜见太后娘娘。要是再抱不上孙女的话，哀家恐怕也就没多少日子好活了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一天翻2次绿头牌，若是宫里的嫔妃不入你的眼，哀家这就张罗给你选秀。哈哈，就算母后想抱，孙女想抱得紧，您老人家也得想想我皇兄的身体能不能经得住啊！万一没生出来个小公主，自己先倒下了呢？母后正值盛年，千万别说这些丧气的话。母后，您若真想抱孙女，我看三弟的年纪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，不如催催三弟，没准儿三弟争气给您生个小孙女呢。母后，孩儿有要事就先到此了。皇兄居然给我挖坑，那我就用他的女儿去讨太后的欢喜，谁让他不记得自己有女儿？天天还要给冷宫里跑腿，真是累死老子了！让你们吃，吃死你们吧！你这个家伙胆子不小啊！参见逍遥王，奴才送的是冷宫的饭。哼，本王管的就是冷宫的事，去你的吧！皇上一口气生了108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雷霆之怒下将宁妃打入冷宫。3年后，冷宫荷花池边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奶娃正在抓羊，只为给虚弱的娘亲补身子。娘亲，鱼吃完了，我现在肚子又好饿了。小胖墩现在这着呢，不行，我得要赶紧弄点吃的来。小胖墩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是你这个坏猪猪？逍遥王，上午的事情是小公主不懂事，您要是怪就怪奴婢吧。娘亲，
就是这个坏猪猪欺负我和香草姐姐的。坏猪猪捅你鼻子的是我，你要是报仇就冲我一个人来。您非见过逍遥王，不知道您今日过来是何事？这个女人被皇兄关在冷宫里3年，没想到还是这么水灵温婉端雅，难怪皇兄对她如此上心。本王上午在后院闲来无事练习武功，遇到了这个小奶娃，便寻来此处，还希望宁妃娘娘莫要怪罪。逍遥王要是没认错的话，您说的正是本宫所生的小石头，如有冒犯逍遥王，本宫在这里向您赔个不是。无妨，本王都已经知道了。想必这3年娘娘在冷宫受尽不少苦头吧？可不是吗？娘娘自打被关进冷宫，1日3餐都没有办法保证，生病了更是没有人照顾。要不是平时小石头公主有孝心抓鱼给娘娘吃，现在估计都瘦成皮包骨了。好了，香草，别说了。逍遥王要是没别的事情，还是离开吧，免得被别人看到说闲话。娘娘，你可见本王在宫里怕过水？实不相瞒，我来是给小公主送饭的。王爷，你吩咐的满汉全席全部送你。这些都是本王为你们准备的，就当是上午我碰见小石头公主赔个不是了。没想到这个坏猪猪人这么好呢，谢谢坏猪猪哥哥，上午我也有错，我对不起你。谢谢坏猪猪哥哥，我要开始吃啦。从现在开始，冷宫的膳食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来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亲，香草姐姐，你们也快坐下来吃啦。宁妃娘娘，本王看小石头公主真是好生可爱，不知道能否允许本王带走生活2日？王爷有所不知，小石头习惯了每天跟本宫一起睡，要是换了新的环境会不习惯的。孩子毕竟还小，还请王爷体谅。小石头，那你愿意到皇叔那里去吗？皇叔那里有很多好吃的哦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准骗我啊！拉钩上吊。好，拉钩上吊。走吧，坏猪猪带你去。娘亲，我去就回来哦。你这孩子，见吃的就刹不住腿了。另一边，皇上正在御花园里大发雷霆，为贪污一事处理手下2位大臣。查了这么久都没查到贺兰慈贪污的证据，这样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？陛下，贺兰慈老谋深算，心思极其周密，臣根本抓不到他的马脚啊！还请陛下开恩，给臣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来人，把这2个废物给我拖下去砍了！求陛下开恩了。2位大臣被侍卫毫不留情拖了下去。这时候，小石头疯疯癫癫地追着花蝴蝶往皇上这边跑来，完全将自己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里。咦，好多好看的花蝴蝶。哇塞，这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？刚才是什么东西过去了？是奴婢失职，奴婢这就去查查。你是在哪个宫里当差的？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擅自闯入是要被砍脑的？脑袋是什么东西呀？可以吃吗？这个哥哥，这些掉地上了，是不是就不可以吃了？这不是上午送我鱼的小奶娃吗？这个小胖墩是有多爱吃呀？喂，你这个小家伙，把头抬起来！怎么是你，哥哥？我们又见面了！天哪，这个小奶娃竟然叫陛下哥哥，是吗？那看来我俩是有不解之缘哦。因为我送了哥哥一条鱼，所以我们就有了不解之缘啦。那你想不想让朕把鱼还给你呢？这个嘛，可以呀。陛下收了他的鱼，这娃娃不偷着乐呵就算了，难不成还想让陛下真的把鱼还给他吗？小胖墩，你到朕这里来。这个哥哥真的好帅啊，要是我爹爹就好了。那你拿走朕这么多的点心怎么算？朕这里的点心可都是天下最顶级的甜品御厨做的，应该能抵你一条鱼了吧？点心是我捡的，不是哥哥的，哥哥不能耍赖皮哦。哥哥，这是我刚才来时路上摘的果子，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果子，送你一个，我咬过一口的尝尝。居然是杏子，还是被你这个小家伙咬过的？你是想用这半颗杏子跟朕换点心吃吗？可以不可以吗？不行的话，我再给你一颗我咬过的。常生孩子的都知道，一口气生了108个儿子是一种什么体验，却唯独没有女儿。
就在全家都苦苦盼望之时，一个女娃从天而降，从此皇帝老爹便开了挂一般的宠爱。这些都是你的了，开心吗？谢谢哥哥，你真好。快把你手里的果子都扔了吧，这些果子很难吃的。不行，扔掉就没有果子吃了。难道这个小家伙是羊年出生的吗？那如今正好是3岁了。小胖墩，我不是小胖墩，虽然我的肚肚有一点点大。说着，小石头一把将自己的衣服掀开，圆鼓鼓的肚子露在了外面。皇上一把将他的衣服拉着下来，以后不许在外人面前将衣服撩起来，更不许将肚肚随便露出来，尤其是不能给男人看，知道吗？差点忘记了，小胖墩才是个3岁的小孩子，应该不懂这些男女有别啊。我记住了，爸爸，我要爸爸。陛下，爸爸就是小孩要嘘嘘的意思，就让奴才抱出去方便一下吧。朕亲自抱他去。皇上没有搞错吧？自己的亲生孩子都没这么伤心过。怎么样，小胖墩，爸爸排出去了，是不是舒服很多了？没有。那是怎么了？是我的肚肚又大了。好，朕这就带你去同心殿。皇兄怎么和小胖墩在一起了？看样子是要带他去同心殿啊！不行，看来计划得改变一下了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也太幸福了吧！不就是一顿吃的吗？至于开心成这样吗？太好吃了！启禀皇上，太后和逍遥王驾到。母后和三弟过来干什么？乖宝宝，你就是哀家的孙女，会不会叫皇祖母呀？皇祖母。真不愧是哀家的可爱乖孙女啊！哥哥，这些好吃的一会我也要给娘亲带过去。狗狗，皇儿，我的孙女怎么管你叫狗狗啊？你们这都是什么奇怪的相处方式？他不是拿我当狗，他是拿我当哥哥了。这怎么能行？你要让哀家的孙女知道你是她的父皇，父女之间怎么能用这种称呼呢？母后，朕不是他的父皇，他是朕在御花园遇到的，还不知道是哪个宫里的，有可能是宫女的孩子。什么？居然不是哀家的孙女？我不管，就算是别人的你也给我抢过来！这个小孙女我要定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去哪里抢孩子？好不好玩？带我一个好不好？谢谢帅哥哥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这些是我打包好带给娘亲和香草姐姐的。给娘亲带的？难道小胖墩的娘亲是他吗？朕总觉得这个孩子和他长得特别像。三皇叔，小石头，三弟，你和这个小家伙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俩为啥关系这么亲近？当然是因为小石头喜欢我了，是不是呀，小胖墩？是呀，我最喜欢三皇叔了。老三，这难不成是你的女儿吗？看来还是母后的眼力好啊，这都能看得出来。我看这孩子是你皇兄的还差不多，跟你可是一点都不像。乖宝呀，这2个人你愿意认谁做你的爹爹？这个是皇帝，你愿意认他做你的爹爹吗？什么？放屁？不是放屁，是皇帝。乖宝喜不喜欢皇帝做你的爹爹呀？娘亲说过，不可以随便喊别人爹爹。乖宝，你要是在这2个人里面选一个做爹爹，那你以后每天可就有很多好吃的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很多点心，这样岂不是每天娘亲都有很多好吃的？小胖墩，朕这里点心会更多一些哦。哇！爹爹，怎么看都觉得皇帝和这个小家伙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真是老天赐给哀家的孙女啊！刚才好不容易投喂的小胖墩，怎么一遇到他亲爹就满盘皆输了？爹爹，我吃得好饱了，我有点困了。你真是个可爱的猪猪，吃饱了就睡，朕带你去睡觉吧。第2日一早，皇上醒来却发现身边的小石头没了踪影，仿佛丢了魂一般，立马召集全皇宫所有兵力寻找小石头的踪迹。陛下息怒，我们都没有看见小石头的踪迹。给我使劲找，若是今日找不到，你们的脑袋就都别要了。这时候火急火燎跑进来一位奴才，似乎知道了些什么。皇上，奴才找遍了3宫6院都没有找到小石头的下落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冷宫里了。冷宫里关的是宁妃，那看来这个小胖墩有可能还真是朕的亲生女儿。摆家去冷宫，朕要亲自找到小石头。是，皇上。你生了108个儿子后，该如何给他们分家产？眼前这位皇上不但没给108个儿子打江山，却把皇族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百年难得的小公主身上。今早只是一个时辰不见小公主，却翻遍了整个皇宫寻找。
好多花蝴蝶呀！小胖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兄正到处找你呢。三皇叔，我好喜欢那个粉色的花蝴蝶，我怎么都抓不到，你能帮我抓到吗？这不是小意思吗？看我的！这不就抓到了吗？哇，三皇叔好厉害呀！哎，蝴蝶死了，飞不了了。三皇叔，你弄死了我最喜欢的一只蝴蝶，我不喜欢你了。别伤心了，不就是一只蝴蝶吗？本王让人去给你抓一筐就是了。哼，我不管，我就要这一只。好，都是皇叔的错，你不能哭鼻子哦，哭鼻子就不漂亮了。逍遥王正寻思着如何哄好这个小祖宗，正好被火急火燎去冷宫路上的皇上撞了个正着。皇上顿时护女心切一下涌上心头，厉声说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回皇兄，我就是什么？你给我走开，别碰我的小宝贝！小石头，告诉爹爹你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爹爹现在就给你报仇！来人，把逍遥王给朕抓起来！只见皇上身边的2个贴身侍卫一个箭步上前，将逍遥王按压跪在地上，疼的那就一个咬牙切齿。爹爹不要，三皇叔是帮我抓蝴蝶，蝴蝶被捏死了我才哭的。我说皇兄，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？没有搞清楚事情就要乱处罚我，照你这个治国的方法，死在你手里得有多少冤魂啊！你再给朕说一遍。我也就是过嘴瘾。爹爹，我要下来，我要把这个花蝴蝶弄一个小墓碑埋起来，这样我和他以后就能在天堂里再次遇见了。好，朕跟你一起挖坑埋蝴蝶。啊，好呀。话音一落，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皇上竟和一个3岁小奶娃玩起了挖泥土。此刻父女俩完全沉浸在这欢乐之中，尽情享受着当下的亲子时光。一会的功夫，一个迷你版的小土堆墓碑呈现在父女俩面前。小石头站起身，紧扣双手，默默地为死去的蝴蝶祈祷。爹爹，我刚才许过愿了，我和蝴蝶说好了，我们在天堂再见的。小石头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皇兄，既然事情现在都弄清楚了，能不能让你的侍卫把本王放开了？这样跪着真的很痛的。爹爹，快让三皇叔起来吧，我都有点心疼了。那就看在朕的宝贝女儿的份上，放过你这一次，再给我跪一个时辰才能起来。小胖墩，我们走，陪爹爹去吃饭。这次我要吃更多的肉肉。逍遥王，你这是为何呢？还跪着呢？我弄哭了皇兄的女儿，皇兄罚我在这里反省。女儿，那个小女孩果然是宁妃给皇上生下的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本宫这就去找皇上为你说情，让皇上免了你的责罚。娘娘不必费心了，我觉得皇兄责罚的对。此时的另一边，皇上酒足饭饱后，抱着小石头来到汤木阁沐浴。要知道，在皇宫里，这个地方是只有皇上才有资格进入的场所，这也完全证明了皇上对小石头的宠爱。爹爹，我自打从娘亲肚子里蹦出来，就从没洗过澡，整整3年呢。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那朕今天就好好给你洗白白。爹爹你真好。爹爹，给你展示一下我在我娘亲肚子里是怎么游泳的。爹爹，你看好了。只见小石头一个卯足的劲儿跳进温泉池，尽情展示着自己的狗刨式泳姿。皇上此时也被这温馨的一幕深深带入到童话般世界一样。没想到朕的女儿还会狗刨式游泳呢，看来是比爹爹强多了。爹爹，你看好了，我还会潜水呢。就这样，美丽不过3秒，一大口水呛得小石头小脸蛋红彤彤。皇上一个箭步上前查看情况，把小石头放在一旁的躺椅上安抚熟睡了。这时，一旁的屏风后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：“是谁在那里？给朕滚出来！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埋伏在朕的汤木阁！”参见陛下，奴婢是香草。我家娘娘得知陛下将小公主接到身边，怕小公主不知轻重惹到陛下，所以才让奴婢过来看看呢。奴婢并无谋害之心，还请陛下饶命啊！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你家娘娘是谁？回禀陛下，是13年前被您打入冷宫的宁妃娘娘。原来是宁妃，她除了让你来看小石头，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？比如求朕解除她冷宫封禁什么的。回禀陛下，娘娘除了让奴婢来看小公主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事情了。这个笨女人连这么好的机会都不知道把握，难道是在冷宫里待上瘾了不成？你去告诉宁妃，小石头以后朕会亲自管教，今后都不用回冷宫了。你退下吧。陛下，小石头就是娘娘的全部，您这不是要娘娘的命吗？求陛下开恩呀！朕说的话你是听不懂还是想反抗？
要是吵醒了朕的小公主，这马上砍了你的脑袋。皇上一口气生了108个儿子，却唯独没有女儿，一气之下将宁妃打入冷宫。3年后，冷宫里蹦出一个小公主。这个小哥哥长得好像爹爹呀，他怎么一动不动啊？会不会像三皇叔昨天抓的那只蝴蝶一样死了呀？你是哪里来的妹妹？好漂亮呀！原来哥哥没有死呀！臭小子，不好好学习又逃课来后花园晒太阳，赶紧跟我回月河宫。这位姐姐你轻一点，你弄疼小哥哥了。这2个小太监是皇上身边的，想必这小奶娃就是宁妃的女儿吧？她现在这么夺得皇上的宠爱，刚才的事情要是传到皇上的耳边，可就不好了。2位公公，本宫想邀请这个小奶娃去我的月河宫转转，还请2位行个方便。启禀华妃娘娘，奴才是奉陛下的旨意看护小公主的，陛下叮嘱过要寸步不离，还请华妃娘娘谅解。果然是那个小种种，还好本宫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小公主，你愿意跟本宫去月河宫玩耍吗？本宫那里有很多美味的点心哟。好呀好呀，我最喜欢吃点心了。你们2个带小公主去月河宫，至于这2位公公，就让他们先在此等候吧。华妃娘娘使不得呀！怎么，娘娘的话你们也敢不听了是吗？妹妹，哥哥带你走吧。好的，哥哥。这简直太好吃了，哥哥你也吃呀，干嘛一直傻呆呆的看我？母妃，我要娶这个妹妹当媳妇。这个小贱人果然和他娘亲一样，都是红颜祸水，这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我儿子的魂都勾引没了。我说你这个小奶娃，本宫不管你遗传了多少你娘的妖娆本事，总之你记住了，离本宫的皇儿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。来人，把这个小狐狸给本宫扔出去。是娘娘。就在这时，逍遥王得知小石头被华妃带来月河宫一事后，便一路小跑赶到这里，生怕小石头被华妃打了坏主意。小胖墩，哇，三皇叔！华妃，你对我的小胖墩做什么了？他怎么看起来很不开心？本宫能对一个小娃娃做什么？我不过是在告诫他不要学他娘祸乱后宫罢了。他不过是一个3岁的孩童，华妃娘娘这么做未免也太过分了些吧？小石头喊我皇叔，我可是真爱的不得了。你在后宫怎样我管不着，可有一点你记住了，小石头你碰不得，告辞。逍遥王把小石头带到同心殿后，小家伙一直哭着不停。也许是刚才被华妃那些话吓着了，一个劲儿的闹着要找娘亲。乖宝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娘亲了，我想抓鱼给娘亲吃。乖宝，你娘亲是谁？她在哪个宫呀？娘亲在冷宫。红儿，乖宝真的是你和宁妃的孩子，是哀家亲孙女呀。母后，小石头的确是我和宁妃所生，但宁妃已经被朕打入冷宫，所以朕想把小石头留在身边亲自抚养。就算你把乖宝接过来，也得要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，不是？难道你就这么忍心看乖宝哭成这样吗？万一哭坏了身子，哀家绝对不会饶过你。话音一落，皇上满眼心疼地看着小石头，抱起他便往冷宫走去。刚到冷宫，后脚淑妃和华妃2位娘娘听到风声，便也赶了过来，生怕他们的对手宁妃又重得皇上的宠爱。参见皇上。你们为何来此？是打听着朕的行踪，特意来围堵朕的是吗？皇上您误会了，臣妾只是来就事论事的。是吗？你想和朕怎么就事论事？皇上，能让臣妾先起来说话吗？臣妾的膝盖都跪疼了。当然不能。再和朕耍什么花招，朕就让你在皇宫里最长的公道上跪1天，跪到朕满意为止。陛下，3年前宁妃母女被钦天鉴定为凶兆有阻，会影响国运。若是解除了宁妃在冷宫的禁令，您就不怕文武百官会联合起来抗议吗？哼，放肆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朕做事了？皇上息怒，臣妾不敢。爹爹，你不可以这样吼这个姐姐，姐姐是个好人，刚才还给了我很多好吃的点心呢。看来这个小家伙还真好收买，一点吃的就能让他替我求情了，真是个傻子。那就看在朕的宝贝女儿份上，就不追究你这次了。虽然小石头为你求情，但你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罚你去御花园池塘里钓鱼，直到钓到最大最肥美的那条为止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责怪华妃姐姐，姐姐说到底也是在乎您才会这么说的呀。也请您恩准臣妾和姐姐一起去钓鱼，毕竟今天的事情也有臣妾的责任。既然你有这个觉悟，朕准了。多谢皇上。李煜，去查查华妃和淑妃来冷宫的原因，朕只要听有用的。是，皇上。小石头，爹爹还有国事要处理，
我们该回去了。可是我不想和娘亲分开，也不想和爹爹分开。如果爹爹和娘亲要是能住在一起就好了。皇上，小石头还小，求你让他留在臣妾这里吧。皇上什么时候想见小石头，随时接走都可以。朕的闺女舍不得你，朕也不想让她难过。不过小石头既然住冷宫，这冷宫的大门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给朕开着，哪怕是半夜朕睡不着想见小石头，你也不可以说半个不字。是，皇上，臣妾都听您的。小石头乖哦，爹爹很快就会来看你。啊，我等爹爹哦。3岁小女孩误食加了媚药的点心，全身滚烫，急坏了皇帝老爹。只因她是皇室100年唯一的女娃，却遭后宫所有妃子的算计。这么大的池子，连个会吐泡泡的鱼都没有，这让本宫怎么抓鱼？怎么不让本宫直接下去喂鱼呢？快救我！本宫不会游泳呀！不好，有人掉水里了。什么东西在后面拉我的身子？终于抓到一只最大的鱼了，这下又能给娘亲烤鱼吃了。是谁把本宫救上来的？回娘娘的话，是小石头公主将您救上岸的。本宫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，一会儿本宫会请御膳房最好的御厨掌勺，为你做红烧鱼作为报答。可是一条鱼不够吃，我再下去多抓几条。片刻后，华妃领着小公主再次来到冷宫，借此皇上也一路跟在身后，生怕小公主被华妃下了什么手段，厉声吼道：“3番5次到冷宫里搅和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”皇上误会了，臣妾不是来搅和的。今天臣妾落水小公主救了我，臣妾想报答小公主，便想给宁妃妹妹一个家，也好让小公主快乐成长。看他们一直住冷宫里，真是心疼。怎么，这后宫之中什么时候轮到你给他们一个家了？李煜，马上将宁妃原来住的天竺宫用最快的方式收拾干净，然后安排宁妃娘娘住进去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安排。很快，皇上解除宁妃冷宫禁令一事传到淑妃的耳边，淑妃顿时大怒，心里盘算起对宁妃的主意，一气之下带着婢女开始着手这件事情。就在后院路上遇见赶往同心殿的太子，淑妃无意子嗣，便此想借着太子这颗棋子布局一场。太子殿下的孝心可真是感动天感动地，文武双全又足智多谋，有此优秀的未来储君，真是我们燕赤王朝百姓的福气呀！娘娘妙赞了，我乃太子自然要如此。只可惜本宫听闻陛下要重拾对宁妃母女的宠爱，现在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们身上了。我才是燕赤王朝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，父皇的宠爱和偏爱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如今陛下张扬的要解除了宁妃母女的冷宫禁令，再这样下去怕是离荒废朝政，治天下于不顾也不远了。对我燕赤王朝有无尽威胁的这母女2人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他们继续迷惑父皇下去。本宫倒有一计，只是不知太子殿下肯不肯同本宫联手，一起将宁妃母女从这后宫中永除后患。淑妃娘娘，恐怕这才是你真正来吓我的目的吧？我贵为当朝太子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就凭本宫没有皇嗣，便能对太子殿下忠心耿耿，辅佐您坐稳储君之位，扫平登基路上的一切障碍。你不会无缘无故帮我的，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殿下果然是聪明人，身在后宫，本宫唯一想要的太子殿下应该也不会不知道吧？怎么，你是想要皇嗣吗？太子殿下不必担心这件事会惹火烧身，本宫到时自会主导计划，只要殿下在其中推动便可。即使本宫有了子嗣，太子到时羽翼几丰，小孩童又怎会威胁到您呢？我早打算在后宫中安插自己的眼线，如今淑妃自己倒撞上门来，她虽心思重了些，倒也不是不能为我所用。至于孩子，也得看他有没有那个造化了。那既然如此，便要劳烦娘娘了。殿下客气了，如今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自然要彼此照应。但我得了陛下恩宠，生下皇子，你这储君之位算是做到头了。如今先对付宁妃那个贱人再说。父皇担忧国事，儿臣不能给您分忧，心中有愧，特意带来些点心来孝敬父皇。不错，皇儿有心了，你来得正好。如今你妹妹搬进了天竺宫，你身为长兄，理应关心一下妹妹，带上这些点心，和朕一起过去看看。话音一落，即便皇子心里全是嫉妒和恨，也要装作一副开心的样子。就这样，皇子提着点心和皇上一起前往天竺宫。刚到天竺宫，点心就被小石头一顿嗨吃。一旁的皇子愣是发呆了半天，因为这一盒点心是华妃专门找御厨特制的，里面加了大量的媚药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特意孝敬您准备的，怎么能让妹妹随意糟蹋呢？是朕允许她吃的，你这是在责怪朕糟蹋你的点心吗？回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。皇上，太子殿下也是一番好意，小石头今日确实吃的太多了，
小石头，快跟太子道歉。哥哥对不起，是我太贪吃了。哼，哥哥不要生气嘛，我知道错了。行了，拿着你的点心快下去吧，朕短期内不想见到你。父皇息怒，儿臣这就告退，儿臣一定好好反省自己。皇子走后，小石头胖乎乎的小手就捂着肚子一顿大哭，小脸蛋红彤彤的像个熟透的西红柿。皇上见状更是心疼不已，一个箭步抱着小石头放到床上休息，立即宣来了宫里最好的御医前来诊断。御医更是惊讶的要说不出话。皇上不好了，小公主这并非发烧，而是误食了媚药才会有现在的症状。什么媚药？回皇上，老臣行医这么多年是不会诊断错的。今晚需要不停的用凉水给小公主擦拭身子降温。老臣稍后让人送来煎好的汤药，到时候一并服下，明早就会恢复正常了。还希望皇上和娘娘将媚药放置好，不要再被小公主误食了。朕知道了，你马上将要送来。是，老臣告退。李煜，去给朕查查太子今日送来的点心是从哪里来的，以及太子最近和谁走得比较近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小石头有我照顾就可以了。怎么，宫里的嫔妃哪个不是天天盼着朕和他们共度良宵？你却想让朕走？不妨朕也让人送一些加了媚药的点心，你吃一点如何？今日一早，后花园三皇子正在摧毁自己一字未写的试题卷子，这一幕被正要去拉粑粑的小石头撞了个正着。哥哥你在做什么呢？哥哥在毁尸灭迹。会食羊鸡是什么菜？我没吃过，好吃吗？哎呦，我说老三，你这又是在烧一个字都答不出的考卷了吗？你未免也太幼稚了吧！夫子一定会和父皇说的，你以为这样烧了就能一了百了了吗？哼，你不许欺负哥哥！好呀，又是你这个贪吃的小胖墩！昨天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被父皇惩罚？既然不允许我欺负他，那我就欺负你总行吧？你太过分了！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赤焰太子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是哪来的野小子？你好大的胆！太子殿下，您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太后娘娘正等着您呢。你又是哪个太子？这不是金瓜大会要开始了吗？本慕容太子今日才到咱们燕赤国都，太后等着召见我呢。你就是传说中7岁打败北夏无敌手，9岁便赢在政事上独揽大权的慕容吗？正是本太子。慕容太子，我还有要事处理，咱们改日再续，告辞。跑的倒是还挺快。小哥哥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好可爱的小奶团子！你这个臭小子，把你的爪子拿开！就算你是北夏的太子，还救了我妹妹，你也不能随意碰她的小脸蛋。哦，是吗？那刚才被人欺负她的时候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哼，哥哥你别生气，我知道你对小石头好，刚才只是你打不过而已。小团子说的对，这位妹妹，我这段时间都在燕赤国都，要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尽管来找我啊！谢谢哥哥啦，妹妹别理他。若是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三哥也会保护好你的。从今儿开始，三哥就开始好好练功啊！三哥加油！三哥，我的肚肚又饿了。走，三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知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，让众位爱卿连早朝都等不及，跪在这里，请皇上处决宁妃母女，以安民心。你们是要朕处死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吗？皇上，钦天监的师兄大人早在3年前就测算出宁妃母女的命格与我燕朝相冲，如今宁妃复宠，我燕赤危矣，故而臣等人跪下求皇上即日处死宁妃母女，以绝后患。哼，是爱卿，朕当年说过，谁敢走漏宁妃与小公主风声的消息，朕会杀无赦。皇上，并非臣走漏了消息，实在是宁妃复宠，众人皆知，才走漏了风声。师大人心系我燕赤，朕都看得见。你处处为百姓着想，来人，将除了师兄以为的所有人都押入大牢。朕倒是要看看以后还有谁耳根子经不起挑唆。求皇上饶命，臣只是担忧国运。是师大人说宁妃母女是灾星，有阻碍国运的，臣等人是一片忠心呀。既然如此，那爱卿你再回去算算朕的妻子女儿究竟是什么命格，算出来结果，要是朕不满意，你这颗脑袋就换别的地方吧。是，臣遵旨。皇上之所以这么说，是想借着师兄引出幕后之人的尾巴，到时候来个一网打尽，好公众与百姓宁妃母女俩的清白。这边刚结束，施大人就和一个婢女在后花园鬼鬼祟祟嘀咕着什么。施大人，我们娘娘可是承诺给你重金酬谢的，现如今都到这个份儿上了，难道你就想放弃了吗？今日是不同往日呀，
皇上现在对宁妃母女感情属实大有不同。我劝师大人三思哦，毕竟我们娘娘有3年前您收了她的贿赂，污蔑宁妃母女的证据哦。娘娘到时候稍微加一些手段，恐怕师大人小命难保了。怎么，你一个小小婢女也想威胁我是吗？这件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淑妃和华妃一个都别想撇干净。哼，那就看师大人的表现了。如果扳倒不了宁妃，我们都得完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这凭空捏造的事情，殊不知已经被草丛后皇上安排的眼线听得一清二楚。李煜一路小跑前去同心殿禀报皇上，皇上可真是料事如神，宁妃和小公主一事果然都是师琼勾结后宫编造出来的，此事还会牵扯到淑妃和华妃娘娘。将那个婢女看管起来，人证已经有了，接下来再取物证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朕这次一定要杀鸡儆猴，为宁妃和小公主立威。明明是不孕不育之身，却一次性生了10个女娃，而且仅有一个活了下来。出生第2天就被后宫嬷嬷丢到下水井。离奇的是，这个女娃竟然自己蹦了出来，当场把嬷嬷下去了阎王殿。3年后的生辰宴上再次遭人算计。宴会开始，小石头圆润的眼眸扫过面前的文房四宝、金银首饰、名家画作等物品，余光仿佛看见一团黑气一闪过，视线顿时停留在一个嬷嬷身上。只因小家伙能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，只见他腰上一层淡淡的黑气缭绕，别人显然都看不到。爹爹，打坏坏！小石头一个机灵站到这位嬷嬷跟前，只见她紧张的额头泛起一层冷汗，眼前的3岁奶团子显然还是个奶娃，目光也是充满童真清澈，一眨一眨的惹人喜爱。但她依旧紧张的无意识的捏了捏衣角。小公主，你有何吩咐呀？小石头歪着脑袋，确认她身上的淡淡黑气是从腰间小包裹里露出来的。小家伙直接扑在嬷嬷腿上抓住小香囊，嬷嬷脸色刹那间变得慌张失措。公主，您快放手！我才不放手！你这香囊里有坏东西！此刻嬷嬷更是神情慌张，逼不得已的她一把掐住小公主脖子悬在空中，另外一只手从香囊里掏出一把粉末，大家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你是刁奴想干什么？放开公主！你身为皇上却残暴冷血，我今日本想取你和这个小丫头性命，没想到却被一个3岁小孩看破玄机。你要是还想她活命，就乖乖听我接下来说的话，否则我这毒药粉末见血封喉，顷刻间就能要了公主的命。哼，要是公主有半点闪失，朕不仅要将你剥皮去肉，还会挫骨扬灰。你有胆放下公主，要什么条件，朕和你谈。被嬷嬷钳制在手里的小石头一点也不害怕，只是鼓着嘴像小金鱼一样吐了吐口水泡泡，皱了皱小鼻子，忽然感觉有点痒痒，瞬间奶声奶气的一个大喷嚏，将嬷嬷手里的粉末吹进她的鼻子里。顾墨寒一个箭步上前抱住小石头，嬷嬷在粉末的折磨下瘫倒在地，渐渐的面色变得紫黑，四肢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。小石头别害怕，娘亲在这里。娘亲我没事，小石头会保护好你和爹爹的。顾墨寒抱着女儿转过身，不让她看到地上已经死透的嬷嬷惨状。大殿里所有人都因为这个变故吓得噤若寒蝉。众人想到小公主出生自带祥瑞的传闻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们都看到了，朕的小石头就是老天派来的福星，为朕挡灾避祸的。在小石头3岁之际，朕决定赐予封号。在场众人无不哗然。按照大齐的传统，公主只有在及笄或出嫁时才能获得封号，小公主才3岁就有如此待遇。顾墨寒早有此意，连封号都想好了。小石头光者，以后你就是父皇的公主了。光者，极大的吉兆，代表神意。小石头不懂这些，但他知道爹爹给的就是最好的。小家伙甜甜一笑，露出一排小乳牙。生辰宴结束后，小石头嚷嚷要见重病的皇后娘娘，宁贵妃只好宠着自家闺女前往皇后娘娘的寝殿走去。刚才经过后殿的时候，小公主就看见一旁的婢女在鬼鬼祟祟往茶水里倒什么东西，奶白圆圆的小脸上透着机灵，趴在娘亲的耳边嘀咕着：娘亲，我刚刚看见有个宫女姐姐往皇后娘亲的茶壶里放东西，那个宫女姐姐肯定是大坏蛋。宁贵妃秀丽的眉头忽然皱起，皇后不明所以，笑着问道：小石头在跟你娘亲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兰姐姐，你今日留了几个人在后殿帮手？彩兰是一直在我身边伺候的，这丫头贴心的很，这会儿她应该在后殿备茶，花枝和锦绣应该都出去了。今日不是他们当值，我也不拘着他们，可能还有清河在后殿。怎么忽然问这个？兰姐姐，要是我说给你下毒之人，可能就是这些你平时百般体恤的宫女，你会相信吗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会呢？我平时待他们那么好，他们竟然有这样的歹心吗？是真的，皇后娘亲，小石头都看见了，那个大姐姐往茶里倒东西。兰姐姐，一切有我，等会那个宫女进来，你只管装作睡觉，他们不珍惜你的恩情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尝到教训。宁贵妃交代婢女香草带着小石头到后院玩耍，怕待会不好的一面会影响到孩子，香草也只好听从小公主的安排，抱着她一路小跑来到皇上的御书房。看见明黄色的身影出现时，
小家伙无声的眼泪哗啦啦的涌了出来。爹爹救命啊！皇后娘亲宫里的宫女姐姐要害小石头和娘亲。小石头跟爹爹说怎么一回事？谁敢害你们？娘亲早上教训了一个坏宫女，那是皇后娘亲身边的姐姐。后来娘亲带我去看皇后娘亲，我就看见那个坏宫女往水里放东西。小家伙眼泪啪嗒啪嗒的掉。顾墨寒顿时心惊。小石头虽然哭着含糊不清的说，但事情竟讲得很是明白，其中玄机稍微一想便清楚了。下一秒，顾墨寒就抱起小石头摆驾去了后殿。此刻凤仪宫内，清河和彩鸾跪在地上，两个人脸颊都有不同程度的红痕，显然刚刚挨过一顿打。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彩鸾，本宫待你不薄，你何至于此？每个月本宫给你们的工钱都是别人的2倍，怕你们拘束在本宫跟前难受，还不约束你们，任由你们四处走走。你们待本宫为何这样狠心？老实说，这里头到底放了什么东西？奴婢不知道，一直是清河在做的。宁贵妃看了一眼一旁沉默不语的清河，她脸上已经被打出了2道血印了，就是不肯开口招供。他放的什么药你都不清楚？彩鸾，本宫上午才警告过你，本宫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，再不交代，本宫只能把你交给皇上了。贵妃娘娘，奴婢只是痴心妄想，因为之前几次勾引皇上不成功，所以就答应了清河帮他打掩护给皇后娘娘下药。清河告诉奴婢，这里面的药不会伤人，只是会让皇后娘娘睡的时辰变多，这样奴婢好有更多的机会靠近皇上。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半点都不敢欺瞒你呀。是吗？这个茶里下的药竟然这么简单？彩鸾啊彩鸾，本宫该说你蠢，还是说你笨呢？清河为什么要这么帮你？又为什么要给皇后娘娘下这种药？你问过没有？清河，你就来给本宫证明一下这茶里的药是无毒吧。说着，宁贵妃直接左手掐住清河的脸颊，使劲一掰，迫使清河仰起头来，眼见着举起茶杯就要往清河嘴里灌茶水。清河方才不管多么镇定，拒不开口。奴婢不能喝。看来这茶里的东西果然大有文章。婉萱，去传个太医来。是，宁妃娘娘。清河，你别急，是人是鬼，本宫定会揭下你的人皮，看看藏在你背后操纵你的那个人到底是谁。就在此时，外头传来春寿公公的畅礼声。皇上驾到！清河急忙跪向顾墨寒，拼命磕头。皇上救命啊！贵妃娘娘要害死皇后娘娘，她强迫奴婢在茶里下毒，如今还要逼死奴婢杀人灭口。是吗？你说贵妃指使你谋害皇后？乔贵妃让奴婢在茶里下慢性毒，还说一天一点，直到拖垮皇后娘娘的身体为止。她的目的就是想做皇后，平时装的和皇后娘娘关系好，实则包藏祸心。现在利用了奴婢，奴婢实在不敢再帮她隐瞒，请皇上做主明鉴啊！哦，是吗？贵妃为何要给皇后下药？小公主又怎么会去向朕求助呢？难不成你是想说，贵妃带着亲生骨肉来这里故意撞破你给皇后下药吗？清河一愣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小脑瓜从门框后探了出来。小石头诺诺地说道：皇后娘亲，你们别怕，我请爹爹来做救兵了。爹爹，就是这个坏东西往茶里做手脚，请皇上将彻查的权力交给臣妾。光是清河一个人不敢胆大妄为，定是有人背后指使他。臣妾一定要将这个谋害皇后娘娘的人揪出来。朕倒是有个更直接的办法，春寿将清河打得脱一层皮，然后邀请全后宫的人来看，让禁卫军暗处盯着，谁最害怕就给朕严刑拷打谁。若是没有招的，这个贱婢死不足惜，压下去，连同彩鸾一起带走。是，皇上。后宫80个妃子生了158个儿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皇上一心苦求闺女，却夜夜被迫当新郎。2个月不仅战败了15张床榻，并且诏令全皇宫的部下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生产铝合金床板，发誓不生闺女不罢休。3年后，皇宫一处墙角旁，一个3岁小奶娃正在用力的挖墙。短短1个月时间，被他挖了30多个洞，只为钻墙进去找爹爹。此时寝殿的床底，小家伙正窝在地上等待着时机。爹爹，爹爹，这是哪来的声音？爹爹是我呀，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吗？你是谁？爹爹，我是小石头呀，是你可爱的小棉袄呀。你是哪位妃子的女儿？朕怎么从没见过你？我就是我娘亲生的呀，难不成是鱼生的吗？你身上为何这么脏兮兮的，而且长得还这么丑？小石头不丑的，我跟爹爹一样好看的。你确定跟朕一样好看吗？真的，爹爹，我要骗你，我是小狗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为什么会躲在朕的床下？我系从洞洞里钻进来的，我连续扒了1个月的洞洞，这次终于找对房间了。你刚才说的什么洞？在哪里？就在外面呀。小石头带爹爹去看看。不一会，小家伙领着皇上来到一处宫墙旁，只见半米宽的洞旁站着一位公公在瑟瑟发抖。
皇上瞬间也惊掉了下巴，如此坚不可摧的宫墙，竟然被一个3岁奶娃刨出这么大一个洞。小公主好，我抱你好。什么小公主？你哪只眼看见她是公主了？奴才2只眼睛都看见了，小公主的眼睛跟陛下是一模一样。爹爹看吧，我就说我是你的亲闺女，你还不相信？小臣子，朕看你现在话是越来越多了，给朕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宫墙下有这样一个洞，巡逻侍卫的眼睛都瞎了吗？是奴才该死，1个时辰前奴才巡视的时候还没有呢。哈哈，这是小石头刚刚刨出来的哟，一圈的泥土都还很热乎着呢。爹爹要不要钻一下试试？可过瘾了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你刨出来的？你是狗吗？对呀对呀，要不小石头现场再给爹爹刨一个。不，朕怕皇宫的墙经不住你这么挖，朕就不明白了。就算是狗也没有能力将这样的宫墙刨出来一个这样的洞。小石头才不系狗狗，小石头系爹爹的小棉袄。你的娘亲是谁？娘亲说不要小石头了，娘亲还说爹爹要系不要我了，我就会变成小乞丐了。所以你的娘亲到底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耍朕吗？还是你是傻子，连你自己的娘是谁都不知道？哎呦，陛下啊，有话好好说。小公主还是个孩子，你这样会吓到她的。你给我闭嘴，整天这么聒噪，当心朕缝了你的嘴巴。说你娘到底是谁？不然朕就让你出不了这个宫门。小石头真的不知道，小石头只知道娘亲叫娘亲，这次也是娘亲让我来找爹爹的。那你娘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爹爹，小石头虽然不知道，可是娘亲有话让小石头带给爹爹的。那就速快说来，再跟朕耍小聪明，看朕怎么收拾你。我娘亲说，君莫尘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牛马，这个丫头是你的亲闺女，你要是要就留着，要是不要就扔去乞丐窝里。老娘给你一句忠告，你的妃子这么多，早晚会死在女人的身上。话音一落，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固了。君莫尘身上萦绕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，陈公公也被这惊骇的话语给吓住了。没想到小娃娃的娘亲如此大胆，教他说这些。好，很好，陈公公，把这个小屁孩安排住进幽灵殿。皇上，幽灵殿那可是……怎么？你敢质疑朕的话是吗？奴才不敢。带这个小屁孩下去，不要再出现在朕的面前。谢谢爹爹给我安排住的地方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。伯伯，快带我去幽灵殿吧，我想睡觉觉了。3岁女孩只因偷看皇帝老爹教训大臣，竟意外拥有召唤雷宫殿武功。本想帮皇帝老爹收拾罪权，却意外炸了金銮殿。殊不知这些操作居然让父女俩的感情火速升温。爹爹不生气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小石头想爹爹了，所以就来找爹爹了。小石头帮你报球球。你要如何帮朕报仇？小石头本事很大的呢，哼，就是你让我爹爹生气的嘛。雷雷，劈他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顿时文武百官都在原地石化，他们目瞪口呆地看了看上面的皇上，又看了看旁边彻底炸毁且冒着黑烟的龙椅，最后都把目光投在了傻眼的小奶娃身上。皇上，小公主不是故意的，她出发点也是好的，只是想帮陛下报仇，没想到却……没想到差点劈死朕吗？爹爹对不起，我这是第一次用，还有些不熟练，我再多试几次就好了。爹爹放心，小石头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雷雷，踢他！朕的金銮殿已经被你彻底毁了，你是不是要把整个皇宫里全毁了才开心？爹爹，小石头不是故意的，你开心点了。你把朕的金銮殿炸成这样，你让朕如何开心起来？此刻的君莫尘周身强大的气压往外释放，左手握得咯吱咯吱响，最后终于忍不住抬了起来。陈公公见皇上要打小公主，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将小石头抱在了怀里。皇上，小公主真不是故意的，就饶了小公主这一次吧。给我放下她，不然朕连你一起处置。皇上，小公主一切都是出于对您的孝心啊，是想帮你，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是呀是呀，爹爹对不起，小石头知道错了。朕可以不打你，但必须要惩罚你。虽说你是公主，可看你的样子，十足的野丫头。从今天开始，把女四书抄3遍，抄不完不许出寝宫。爹爹，女四书是什么啦？而且我还不会写字呢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你大房姐在3岁的时候已经是个小才女了。小石头不笨的，不会写字系不系就不用抄了啊。陈公公见不得小公主这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向皇上求情后无果，只好抱着小公主默默的离开幽灵殿里。
小石头坐在书桌旁，认认真真照葫芦画瓢了已经半个时辰，这会儿实在是坚持不下，便丢下了手中的毛笔，拿起小风筝闷头的往外跑。刚到门口，却撞到人，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你这小娃怎么回事？没长眼睛吗？我们大公主可是金贵之躯，要是撞伤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算了，林香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君雪柔穿着流彩云锦宫装，端庄优雅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，十分恬静美好。虽然才年仅11，可也掩盖不住她逐渐的日后风姿。真对不起，我刚才没有看到你，有没有摔疼？姐姐，我叫小石头，原来你就是父皇说的小公主，我是你大皇姐。哇哦，我终于有姐姐啦！一番对话后，君雪柔得知父皇惩罚小公主在抄书，表示要帮小公主完成作业。书房里，君雪柔将小石头写好字的纸揉成一团，一个眼神告诉宫女林香前往皇上的御书房告状。就这样，君雪柔在屋里挥着毛笔抄书，小石头则在院子里放起了风筝。这一幕正在被赶来的皇上撞见，君莫尘心头萦绕着一股无名火。林香见此，趁机说道：“陛下看见了吧？小公主让大公主帮她抄女四书，自己却在那里玩。”爹爹，你吸过来看小石头的吗？殊不知君莫尘内心已经火冒三丈，一个转身迈着大步朝屋子里走去。桌前正在写字的君雪柔已经知道父皇过来，小手轻轻抵在唇边，轻轻咳嗽了2声。君莫尘看向桌面，旁边摆放的是已经抄好的女四书，上面的字体娟秀清新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大女儿的字迹。君雪柔看见父皇的脸色，心里偷偷一笑，面容依然温柔恬静。父皇，小石头妹妹不愿意写，所以便让儿臣帮忙的。父皇千万别怪妹妹。是啊，小公主，刚才大公主就劝说你不能这样做，可你执意说陛下是不会知道的，就因为你说的这句话，尽管大公主身子不舒服，还是帮你抄了。爹爹，不是他们说的这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明明就是大皇姐主动说要帮我写的，你现在为什么要骗人？小石头如果没有让我帮忙，这里怎么都会是我抄的女四书呢？你让我帮忙，我一句话没说就帮忙，没想到你还不承认。小公主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大公主不顾自己的身体都要帮你抄，没想到你却这样。我木有，你们骗人，你们是骗子。爹爹，我真的木有。那你说说，这上面的字迹为何都是你大皇姐的？是大皇姐说要帮我的，不过爹爹，我也有写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写的找出来给朕看看。我写的被大皇姐撕掉鸟，她说我写的字太丑，爹爹看了一定会生气的。父皇，就当妹妹说的是真的吧，儿臣无所谓了。小石头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，这才不过进宫第1天就已经如此嚣张，日后还了得？你现在就滚出皇宫，朕不留你了。爹爹，小石头木有骗你，我真的也写字鸟，真的被大皇姐撕掉人，也是她自己说要帮我写的。爹爹为什么不相信我哩？你们是坏人，爹爹也是坏人。朕的皇宫没有办法将你留下，你快走吧。君雪柔大喜，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略施小计会让父皇狠狠教训这个臭丫头一顿，没想到却是让她离开皇宫，这简直就是意外中的惊喜。君莫尘幽邃的紫色瞳孔布满愤怒和失望，他生气的拂袖转身，大步朝着外面走去。君雪柔丢给小石头一个得意的眼神，便也跟在后面离开。幽灵殿外，君雪柔站在君莫尘的身边，正欲抬起手抚向额角，却没想到动作幅度过大，刚才被他揉成一团的纸就这样从袖口里掉了出来。君雪柔脸色大变，她正想捡起来，却被君莫尘已经将纸团拿在了手中。这是什么？父皇，这是。君莫尘看着上面的字迹，发现是女诫的内容，字体歪歪扭扭，丑到极致，但也不难看出这些丑字在写的时候也是极为认真。这是那小屁孩写的对吗？此刻的君莫尘抬眸看向脸色发白心虚的君雪柔，眸中迸出摄人的寒意。所以刚才小屁孩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你提议要帮他写，还把他写好的字给撕了，也是你让林香去给朕通风报信，让朕过来可以及时看到这一切是吗？父皇，儿臣。由于君雪柔心里过于慌张，因此紧张过度，就这么晕了过去。还每次回家却只能钻狗洞，并且一个狗洞只钻1次。奇怪的是，皇帝老爹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守在狗洞旁等着闺女。就在刚刚皇帝老爹错怪小公主后，他便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。小石头一边刨墙一边哽咽的自言自语，不一会儿墙根下面便刨出了一个小洞，小屁屁扭了扭，一个机灵从洞里钻了出去。后脚君莫尘便带着陈公公翻遍了整个皇宫，走到墙边，一个没眼看到面前的狗。没想到这个小屁孩真的走了。陛下，小公主还是个孩子，走不了多远的，现在派人出去，很快就能找回来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给朕出去找！是，皇上。与此同时，让众人心急如焚要找的小奶娃正在大街上悠哉的晃悠。果然伤心来得快去的也快，
此时小奶娃被大街上的热闹给吸引住，没一会小石头停在了卖糖葫芦的爷爷的跟前，从兜里掏出一颗24K 的钻石大珍珠，呢喃道：爷爷，我想吃糖葫芦，我这颗大珍珠能买到你一根糖葫芦吗？爷爷，吸不够啊？不够的话，我还有很多呀。不，孩子，你这太贵重了，就算把我这里的糖葫芦全都买走，也不需要这么多的。那怎么办啊？孩子，这串送给你，就当是爷爷请你吃了。不行啦，娘亲说不能白吃别人东西的。爷爷，这个猪给你。小石头接过爷爷给他的糖葫芦，舔了舔粉嘟嘟的小嘴巴，粉粉的小舌头舔了下糖葫芦，甜丝丝的感觉进入嘴里，开心的要起飞。这时一个中年男子突然过来，将正在开心吃糖葫芦的小石头抱在了怀里。我说你怎么到处乱跑？叔叔担心坏了。你吸水啊？你看看你这孩子，叔叔刚才不给你买糖葫芦，你就装作不认识叔叔了是吗？男子看小女娃长得白白嫩嫩，一看就是富家小姐，而且他刚才也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个小娃娃身边没有其他大人，而且看见她身上装有珍珠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你爹娘都着急死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小孩，把你身上刚才那颗珠子给我。不行的，龟叔叔说不能把珠给别人，我不认识你，所以不能给你。什么龟？我的龟叔叔啊！行了，别跟我说这些听不懂的话，你把那珠子交出来就行了。可是我现在想嘘，快要憋不住鸟。先给我憋着。真的憋不住了，不然我就在你身上嘘好鸟。麻烦是真多，老子给你1分钟。为了不让小奶娃嘘在他身上，中年男子只好带着小石头来到一处树林里，因为这是一条死胡同，唯一一条路就是他站的位置。料定这么小的娃娃也逃不走，中年男子骂骂咧咧的背过了身子。小石头趁着这个时候打量着四周的环境，这下完了，前后都没有路，看来是跑不掉了。试试我的雷雷，看好用不？雷雷劈他！可喵的，这大晴天的怎么会有雷劈我？雷雷劈他！哼，你这个大坏人，看你还敢欺负我不？小奶娃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，小屁屁扭2下，蹦蹦跳跳的离开。中年男子想要去追，无奈全身都麻木到根本没办法动弹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银子消失不见。逃离后的小石头来到市集上的一个剧院里，把目光落在了一个少年身上，身后且站着一名下人，而面前的桌上则摆满了令人食指大动的佳肴。蝈蝈，这些好不好吃面？你是哪里来的妹妹？说话的少年叫陆晨，今年12岁，帅气俊朗。虽说年纪小，但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之下，也有一手很好的医术。陆晨看见奶娃娃紫色的双眼，愣了一下。紫色双眼不多见，只有当今陛下才有。他想起了今天早上听到的事情，宫里昨晚来了个小公主，都不用滴血认亲，因为从眼睛就能看出来是陛下的亲生闺女。难道这就是陛下的小娃娃吗？可她怎么会在宫外，还是一个人？蝈蝈你好，我叫小石头。妹妹的名字好好听，你是饿了吗？是呀，蝈蝈，这些菜太少了啦，不够我们2个人吃的，能不能多要一点啊？蝈蝈，我有小钱的，借个给你，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口袋里还有很多呀。小妹妹快说好吧，这顿饭算哥哥请你吃的，不过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啊，你全名叫什么？我全名叫君梦瑶，你叫我小石头就可以了，我娘亲都是这么叫我的。这个小娃娃果然就是陛下的小闺女，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，不过我得先好好照顾她，然后再把她送回宫。妹妹你快吃吧，哥哥看着你吃。好的，哥哥。一顿饭下来，陆晨看的是目瞪口呆。他原以为小奶娃只是随口说这些菜不够吃，没想到各个盘底舔的比狗狗吃的都干净。蝈蝈，我还没吃饱，我还想吃点心。你还能吃下去吗？点心是可以吃得下的，那可是我的最爱呢。既然你这么爱吃甜点，我家做的甜点一定很合你的口味的，要不要去我家？好啊，去蝈蝈家。那我们走吧。苏菲仅用1根头发就抹掉了10个侍卫的脖子，不仅如此，还一拳打翻了皇上纯金丝楠木的豪华马车。就在刚刚小公主钻狗洞离家出走后，皇上派兵全城搜索，在一个老医者家中将小公主接走，半路上就发生了土匪抢劫这一幕。更意外的是，8个土匪竟被一个3岁女娃给制服。狗皇帝，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没错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，我们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你们才细狗狗呢，爹爹不要怕，小石头保护爹爹。你个小娃娃好大的口气，叔叔看你恐怕现在还穿着尿不湿吧。狗皇帝，我先送你的女儿上西天。
雷雷劈他，这大晴天的怎么会有雷劈我？雷雷劈他。这番操作属实让皇帝老爹彻底看傻了眼。原本占上风的土匪们2分钟不到就被小石头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个个鼻孔里都冒着黑烟，发型更是变成了巴黎世家的离子烫大波浪，脸上布满了茫然的慌张。当山匪10多年没见过如此离谱的事情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俺娘刚给俺缝好的裤子，这下又被我尿湿。看你那没出息的样，我裤子都没干过。好，看你们以后还敢随便抢劫不？回到皇宫，小石头第一时间就来到永和殿，只见莫林渊躺在床上，俊逸的面容苍白一片，充满了痛苦。虽说只有10岁的他，却在这皇宫里受尽了委屈。他本是苍兰国的太子殿下，如今却是过上这般日子。7岁那年母后死后，他就被当成了质子送到了这里，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，也受了3年的屈辱。这些屈辱他从未忘记过，不管是皇帝还是他所谓的父皇，他都不会忘记他们这3年是怎么对待他的。莫蝈蝈牺牲病了，为什么不让大夫给小蝈蝈看病咧？小公主，殿下的病大夫也无能为力，所以只能这样忍着。不怕不怕呀，我有药，这药可以治好漂亮小蝈蝈的病了。只见小石头白胖的手心里，一颗湛蓝如天空颜色的椭圆形药丸。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药丸，莫意微怔。小公主，这是什么药？奴才从没见过呢。这是娘亲给我的，什么病都可以治好的，只要小蝈蝈吃下娘，病就会好了。刚说完，小家伙一个机灵跑到床边，还没等莫意回过神，小石头已经把蓝色药丸塞进了莫林渊的嘴巴里。小公主，这个药真的可以吗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不会的，这个药很好的，以前小乖一吃就好了。莫一不知道小奶娃口中的小乖是谁，但也是担忧的看着自家殿下。又见小家伙掏出一个白色瓶子，瓶口对着莫林渊示意他张嘴。莫蝈蝈，喝完这个爱的钙奶就不会疼了。莫林渊见状也不好拒绝，只好顺从小公主的意思，将 AD 钙喝了个精光。这时候一声突兀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陈公公吩咐御膳房准备食物，却不见小公主的身影，这才找了过来。小家伙跟莫林渊挥了挥手，便和陈公公离开了。听着外面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莫一才发现殿下痛苦的声音不知何时消失了，就连脸上原本痛苦的神情也慢慢消失，恢复了平静。殿下，没想到小公主说的都是真的，要是以往，殿下不会像现在这般平静。那颗蓝色药丸效果真的是太好了。在莫一的期待下，莫林渊睁开了双眼，撑起身子坐在床头，声音有些沙哑的说道：“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吗？”殿下，现在只过去半炷香而已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我的头痛怎么就消失不见了？而且嘴里还是满满的奶香味，是我产生错觉了吗？殿下，多亏了小公主，你的头疼才可以这么快就消失了。这时候2个太监走了进来，他们手中端着托盘，里面摆放着几盘精致又香喷喷的菜肴。莫一愣了一下，才得知这是小公主吩咐送给殿下的。莫林渊冷着脸吩咐莫一让立马倒掉，就算小公主救了他，也不能否认她是狗皇帝的女儿，他不会接受他送来的食物，不管是他还是皇帝，都是他的仇人。那些刻骨铭心的羞辱，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总有一天会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归还。殿下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毕竟是小公主的心意，殿下这样有点太伤人了。哼，不好吗？那你认为怎样才是好？是我中了蛊毒被送到这里当质子是好，还是我在这里受尽屈辱好？或者说你要让我对那些羞辱我的人千恩万谢才是好吗？殿下，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些都是那个皇帝的错，跟小公主无关，所以什么？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，就算这件事跟那个丫头没有关系，可怪就怪在她身体里流的是她那最毒皇帝的血，皇帝是我的仇人，所以他也是。殿下，奴才知道了。既然知道，接下来就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是，殿下，奴才明白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公主进了永和殿，一眼就看见她的漂亮小蝈蝈正坐在外面看书，阳光落在少年身上，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，墨发飞扬的模样犹如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，令人移不开视线。小蝈蝈，你今天真的太好看了，你现在身体好了咩？小奶娃扬着小脸站在莫林渊的身边，关心问道。莫林渊看了他一眼，就垂下眼眸，眸光再次放在书上，完全无视他。小公主不死心，轻轻拉了拉莫林渊的衣摆，莫林渊立刻起身，挥手指捏住了他白嫩的小脸蛋。莫蝈蝈，我好疼。疼就滚开，你真是又丑又蠢。莫蝈蝈，我不蠢的。既然你不蠢，怎么就看不出来我很讨厌你？所以你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殿下，怎么昨晚我说的话这么快就忘了吗？奴才没有忘，只是没有就闭嘴。莫蝈蝈为什么要讨厌我哩？讨厌就是讨厌，没有为什么。没有关系的，莫蝈蝈就算讨厌我，我也要跟莫蝈蝈成为好朋友。昨晚的饭好吃吗？昨晚的饭菜已经倒掉了，所以好不好吃没有人知道。
还钻了3年的狗洞，却发现越钻越习惯。皇帝老爹不仅没责怪，反而让闺女带他一起钻。今天趁着贴身公公去跳广场舞的时间，又偷偷溜了出来。殊不知一场激烈的故事又要开始了。大哥，3年没见了，看你过得也不怎么样啊。再过几天就是东邻国陛下的生辰，我是代替苍兰国来送礼的。此人叫莫林峰，也是莫林渊的二弟，两人的五官有些相似，可他却多了几分阴柔。3年没见，你还是一样的让人恶心。我就算恶心也比你这的扫把星好。你不仅磕死了你的母后，还把自己磕到这里来当质子，你还真当自己还是太子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太子之位很快就是我的了。坏爷，不许欺负莫蝈蝈。我说你个小娃娃还没断奶吧？不过你可得小心点，你这个莫蝈蝈，他可是扫把星，谁跟他在一起谁都会倒霉的。你说莫蝈蝈是扫把星，那你是他的弟弟，不也是扫把星了吗？你们以前待在一起，肿么莫蝈蝈木有把你磕死呢？而且你还瞅得这么认真，我看是跟猪没什么区别。深度剖析的话，就是可以延伸为花猪、光猪、蠢猪、笨猪、乌克兰小乳猪。猪八戒，你是星光灿烂下一只绝望而孤独的动物，你是永远飞不上蓝天的蠢猪。臭丫头，你是不是找死？我马上就要成为苍兰国尊贵的太子殿下了，岂能容忍你一个黄毛丫头对我不敬？你能把我怎样？谁让你欺负我的莫哥哥的呢？哼！雷雷，劈他！小石头的这番操作让莫林峰措手不及，此时他的屁股上正烧着火，疼的是一个活蹦乱跳。刚才的样子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莫林峰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会有人相信你是一个皇子吗？莫林渊暗沉的嗓音带着几许锐利。莫林峰被堵得一噎，一个箭步上前，用手掐住了莫林渊的脖子。他现在这副样子被最大的仇人看见，气得恼羞成怒，脸色涨红。哼！雷雷劈他！我的雷雷劈的真是越来越准了。莫林峰遍体鳞伤，躺在地上欲哭无泪。他哪知道这个臭丫头竟然会使唤雷神，居然自投罗网了。小奶娃很执着的，今天要是听不到这个家伙道歉，他就要让雷雷把他劈成花。莫林峰也明白这一点，起身就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的道歉。莫林渊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刚才错了。那到底谁才是扫把星咧？是我才是扫把星。莫蝈蝈，我帮你教训他鸟，他以后都不敢欺负你了。这让原本对小石头记恨在心的莫林渊是又爱又恨。小公主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，似乎在等待着表扬。莫林渊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护着他，心中顿时充满了五味陈枣。小石头没等到莫林渊的表扬，便蹦蹦跳跳离开了。来到御书房，看到胡星端着一碗甜汤，和君雪柔站在君莫尘的身旁。迫不及待的小石头边跑边奶声奶气的喊了一声爹爹，可小短腿打了个结，被门槛绊了个屁股开花。君莫尘心里一紧，快速上前将小石头抱了起来。小臣子，派人将皇宫里所有门槛都拆了。是，皇上。陈公公眉开眼笑，可胡星和君雪柔的脸色十分难看。他们没想到陛下疼爱小公主居然到这种地步，这样的宠爱可是他和君雪柔从未有过的。君雪柔看到原本疼爱自己的父皇，现在却抱着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贝齿紧紧咬着下唇，眼中布满了嫉恨。小石头妹妹，昨天的事情是我错了，妹妹愿意原谅我吗？哼，我才不要原谅你这个坏人。那妹妹要怎么样才能原谅姐姐？不然我给你跪下好了。雪柔，快起来，你是姐姐，岂有给妹妹下跪的道理？父皇，还是让我跪下吧，不然妹妹不会原谅我的。小石头，你大黄姐跟你道歉了，还不原谅她吗？好吧，那就原谅你吧，我细看在爹爹的面子上的，不然我才不会原谅你这个坏淫劣。妹妹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君雪柔露出了感激的笑容，伸出手就要摸小奶娃的脑袋，却被小石头一个奶声拒绝。不要你摸摸，我要爹爹摸摸。就这样，小家伙的脑袋在君莫尘的怀里拱来拱去，逗得君莫尘哑然失笑。突然，小家伙嗅了嗅小鼻子，似乎闻到了什么，一个机灵跳到桌前，端起那碗甜汤滋滋喝了起来。胡星和君雪柔两人不相信自己已经完全被忽略了，他精心为陛下准备的甜汤就这样被这个臭丫头给喝光了，还告诉皇上汤太甜，喝多了牙齿会漏风。爹爹，我吃饱了，我想睡觉觉，等我睡醒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他每次回家却只能钻狗洞，并且一个狗洞只钻一次。奇怪的是，皇帝老爹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守在狗洞旁等着闺女。这次皇帝老爹守了2个时辰，才发现蹲错了洞。殊不知此时的闺女已经被贴身公公领到了御花园。陈公公，那些太监蝈蝈要去哪里呀？他们是新进宫的太监，现在要去净身房。净身房是什么地方啊？
为什么那些太监蝈蝈看起来快要哭了哩？小公主，其实净身房就是洗澡的地方。那些太监蝈蝈这么难过，是因为不想洗澡吗？这时突然一声惨叫从净身房传来，小石头吓得打了个奶嗝，圆溜溜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发出叫声的地方。这下原本好奇的小家伙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了。陈公公准备找借口转移小家伙的注意力，却被奶声打断了。我要去看看，那里一定有什么好玩的。小家伙的鲁班小短腿就像电动马达一样一个劲儿地往前跑，陈公公是怎么都追不上。小石头一个机灵就来到了净身房的门前，守在门口的2个小太监拦住了一脸惊喜的小公主。小公主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想进去看看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，公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还是快离开吧。可惜我刚才听见里面有人在叫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？小家伙不死心的将脖子伸长，努力想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一个机灵从太监旁边的空隙钻了进去。妹妹，这个地方你不应该来，你想玩的话，我带你去市集上看人家耍猴子。小家伙一听，顿时兴奋了起来。大街上，小石头眼睛四处寻找上次买糖葫芦的人，一个没注意坚硬的东西撞了过来，把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正准备摸摸他的小屁屁时，头顶的咆哮声让他吓了一跳。臭丫头，没长眼睛是不是？这么的，刚才赌钱全输光了，现在还被你一个臭丫头给撞到了，真是财运全被你撞没了。明明是你把我撞倒的啊！臭丫头，还敢跟老子顶嘴？你刚才把我的财运都撞没了，你必须要补偿我。话音一落，中年男子一把将小石头抱在怀里，大步的往赌场跑去，任由莫凌渊在身后怎么都追不上。一会的功夫，小家伙就被带到了赌场，在场的众人眼神都聚集了过来。哎呦喂，我说你钱都输光了，难道是又有钱了吗？钱是没有，倒是有一个小丫头。中年男子将小石头往前一丢，又是小屁屁落在了地上，接连2次撞击小家伙的屁屁，火辣辣的疼痛，再也忍不住的红了眼眶。珍珠大的泪水从紫色瞳孔中滚落下来，可赌场里鱼龙混杂，喊声不断，完全盖住了他的哭声。坏人，你们是坏人！臭丫头，出什么口？喂，我说你带这个小娃娃来是怎么回事？我没钱了，这个丫头用来抵债，让我玩一局怎么样？这丫头是谁？看样子跟你并不认识啊。确实不认识，我半路捡到的。不过我知道你们这里不只是赌坊，还做其他的生意的。这丫头长得这么水灵，你要是转手卖出去的话，可是能挣不少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老子就让你再玩一局。来人，把这个丫头给我捆起来，好好看着。2个打手上前3下5除2将小石头捆绑了起来，动弹不得。哼，你们都是坏人！我要让爹爹和莫蝈蝈打你们，还有我的雷雷也能随意的把你们劈开花。这丫头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就是，还说要用雷劈我们，真是可笑。你们才信傻子呢！把我惹生气了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小家伙刚念完咒语，才发现小胳膊也被捆了起来，根本没办法去指人。如果没有手手的配合，雷雷根本是没有效果的。小家伙哭丧着脸，还是决定试一下。雷雷劈他，不对，劈他们。看这小丫头水灵灵的，原来是个傻子啊！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快点用雷来劈吧！2个壮汉左一句嘲笑，右一句讽刺，让小家伙的小嘴瘪瘪的，充满水汽的大眼睛气呼呼的瞪着他们，哭得太久了，打了一个嗝，一个劲儿的嚷嚷着要喝水。也在这时，感觉脑袋2边痒痒的，渐渐冒出2个软绵绵的红色小龙角，瞬间在场的众人都惊掉了下巴，叫喊着妖怪，转身就要往外面跑。凭空突然出现的一道身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面前的人黑衣胜雪，一头绿发随意的披散在身后，这就是小石头口中说的龟叔叔。龟嫂嫂，宝贝，怎么回事？是他们不给小石头喝水的。龟嫂嫂，他们看见了我的小龙角了，怎么办哈？娘亲说过小龙角不能给大家看到的。他们的记忆已经被我消除了，都会不记得的。金墨笑着解释，掌心覆盖在小石头软哒哒的小龙角上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小奶娃在进宫之前是金墨将他养大的，所以小石头跟他很亲。他刚才正在这附近感应到小石头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才能来得及时。宝贝，我现在必须要走了，记住你娘亲的话，要好好保护自己，龙珠也千万不能弄丢了，知道了吗？龟嫂嫂放心，猪猪现在就在我的肚肚里呢，不会弄丢的。与此同时，皇宫里君莫尘正在批阅奏折，陈公公伺候在一旁，他时不时地张望着外面，希望可以看见那张小可爱的脸。已经数不清自己听了多少遍的唉声叹气了。君莫尘抿着薄唇吩咐道，让陈公公出去看有没有小家伙的踪影。不一会的功夫，陈公公突然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，大喊小公主出事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公主被绑架了。陈公公虽然语气着急，但神情却没有任何波澜，好似事不关己。陈公公趁着这个时候手腕翻转间，将白色粉末朝君莫尘洒去，瞬间他头脑昏昏沉沉，
身子也摇晃得快要站不住了。你不是小陈子？真正的陈公公并不知道这一切，此刻的他正在宫门口等着小公主的出现。殊不知此时御书房里的皇上已经被狸猫换太子了。君莫尘回到了咸阳宫，因为担心会露馅，焦急地在偌大的寝宫里走来走去。冒充国君，这是他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他原本是乡下放牛的，偶然一次机会被一个中年男人发现他和当今陛下有几分相似，便被秘密带进了宫。这些日子他一直被灌输陛下的一切喜好和行为，只要他按照他们所说的做，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。皇上，朕说了不要打扰，你聋了吗？陈公公笑了一声，并没有被吓到，而是走到君莫尘的面前，一脸欣赏地看着面前这个男人。你敢无视朕的话？君莫尘怒瞪着对方，正要发怒，可是当对方撕下了人皮面具后，露出了那张温润如玉的脸时，被吓到。王爷，不错，看来这些日子你学得很有成效，你这个陛下当的还是很有气势的。如果我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真正的陛下已经被我关起来了，你只要记住这段时间教你的东西，坚持10几天，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那笔钱本王会一分不少的给你，如果你出现了差错，那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了。是，王爷，草民明白。王爷花了5两银子买来一个处男，不仅没把他送去青楼，反而用易容术让他坐上了假皇上。从没牵过手的他却惦记上了全后宫的女人，一群没得到皇上宠爱的妃子蜂拥而上，他愣是和所有妃子下了一夜的五子棋。迟迟不敢下手的他，第二天一早来到御花园，便一眼就看见了花丛中的苏清雅。原本紧张的他瞬间被抛之脑后，现在脑子里全都是这个妩媚的女人。你在干什么？王爷，您来了。你现在是陛下，哪有陛下给王爷行礼的道理？快站好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是，王爷。本王知道让你扮演现在这个身份，你很是紧张，所以本王给你舒缓一下压力，让你放松一下。本王刚才看出来你很喜欢苏贵人，漂亮的女人确实容易吸引人注意。既然喜欢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王爷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那可是陛下的女人啊。别紧张，你现在不就是陛下吗？快去做你想做的，毕竟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，你得好好把握。谢谢王爷。君玉轩挑眉，似笑非笑的给了他大胆的回答。能给君莫尘戴彩虹帽子，他想想都觉得开心极了。后宫的女人都是你的，苏贵人要是看见你这个陛下，一定会很欢喜的。本王提醒你一下，所有女人你都可以碰，但是皇后不可以，记住了吗？王爷请放心，我已经拥有一片花海了，不会去贪恋那只红玫瑰的。一边的苏清雅手中拿着一朵花，不断的摧残着，地上全是细碎的花瓣。虽然她没有得宠过，可长时间不来，陛下也就会忘了她的存在。这似乎和打入冷宫没什么区别了。于是，在心里暗想如何才能得到陛下的宠爱。说话间，君莫尘一个箭步站在了他的身后，上下打量着那凹凸有致的身形，上前将他搂进了怀里。爱妃，你真香。今晚陛下来臣妾请殿好吗？何必等到晚上？就现在吧。苏清雅惊喜的抬头，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。很快，皇上宠幸苏清雅一下午，傍晚才出来的事情在宫里传了个遍了。皇上先是伤害了小公主，现在又和一个从没有放在心上的贵妃大白天做这种事，这让陈公公不得不陷入了沉思中。另一边，小石头趁君莫尘睡着，悄悄溜进了他的寝殿。介于上午发生的事情，小家伙一直在怀疑他这个爹爹一定是假的，于是他凑到了君莫尘的跟前，小鼻子轻轻地嗅了嗅味道，全是陌生的气息。小家伙双眼突然一亮，决定要进爹爹的梦境里看一下究竟怎么回事。只见他爹爹的梦里是一个陌生的放牛叔叔，身高和五官跟君莫尘很是相似，虽然跟君莫尘有些像，但他还是觉得爹爹才是最好看。就在这时，睡梦中的君莫尘抓了抓自己的脸，小家伙立马发现君莫尘的鬓角处有一小块皮翻了出来，顿时小奶娃吓得一个机灵没了踪影，便第一时间跑来告诉了陈公公和莫凌渊。傍晚，小家伙偷偷刨了个狗洞，独自一人钻了出来找君莫尘。小家伙张开嘴，一颗珍珠冒了出来，将珍珠放在手心，跪在地上奶声奶气地告诉珍珠去找爹爹。珍珠像是听懂了他的话，随后变成了一只炫彩的蝴蝶，正在半空中扑腾着翅膀，四周萦绕着浅浅的金光，美得耀眼。花蝴蝶，你慢一点啊，小石头会跟不上的啦。树林里，小奶娃跟在金蝴蝶的后面，但小短腿太短，没一会就落下了一大截。突然，金蝴蝶停了下来，这时地底下传来了微弱的声音，越发的明显。与此同时，原本安静的地面有了微微的晃动。小家伙一个机灵躲到一棵大树后面，只见刚才晃动的地方，一名男子从地道里走了出来。此人正是君玉轩，只是他戴着人皮面具，小家伙也无法认出他是谁。爹爹一定在下面，花蝴蝶快回来吧。小石头很开心，伸出了小手心，花蝴蝶便飞到手心后变成了一颗珍珠，一个机灵就钻进了暗道。看见被铁链拴着的君莫尘的那一刻，哒哒哒的跑过去，小胳膊抱住了他的腿。
稚嫩的小奶音满是哽咽，睁开眼的君莫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。朕的好闺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很想爹爹，我是来找爹爹的。宫里的那个爹爹是假的，而且还是个坏人。什么？宫里还有一个？对啊，坏人跟爹爹长得一模一样，他戴的是人皮面具。君莫尘紫眸微眯，之前他被迷晕，等醒来就已经在这里了。他的内力被封，还被下了药，全身虚软无力，根本没办法离开。小石头一个机灵大口咬断了铁链，君莫尘震惊的一时说不出话。没有了铁链的束缚，浑身无力的君莫尘摔在了地面上。爹爹，你好像是生病了，把这个蓝色药丸吃下去就好了。这是药？对啊，这是娘亲给小石头的呢。不管什么病，只要吃下药就会好了哦。吃完药的君莫尘恢复了体力，抱着小石头刚走出暗道，不远处的莫凌渊也找了过来。一番对话后，他们决定要立刻离开这里。没想到正好和返回来的君玉轩碰了个正着，居然被你逃出来了。本来还想将你的性命留到最后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杀了他们。君玉轩冷声吩咐，四周数十名黑衣人全都将他们包围。现在君莫尘的内力被封，一时半会根本没办法恢复。君玉轩得意地站在旁边，等待着君莫尘血溅3尺。只见君莫尘虚晃一招，直接击中一名靠近他黑衣人的胸口，当场经脉断裂，吐血而亡。我离开这里并没有多长时间，他的内力居然恢复了，这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哼，雷雷，劈他！被逼无奈的君玉轩一个猛身站起，掐住了小奶娃细小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都提在了半空中。放了他，朕可以放你离开。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朕说了，你放了他，朕会放你离开。你这个狗皇帝，我的同伴都死在你的手上，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你们站在原地不要动，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，自然会放了他。朕凭什么相信你？现在的你别无选择。好，朕答应你。可如果你敢伤害他，朕绝对不会饶了你。君玉轩掐着小石头的脖子，拖着受伤的左腿慢慢的后退着。可他也知道这样并不是办法，一旦将这个臭丫头松开，他会必死无疑。但就这样挟持着他一起离开，君莫尘他们也会跟着。到最后他还是没办法逃掉。君玉轩的脑袋飞快转动着，一边警惕着君莫尘他们的动静，一边观察着四周的环境。狗皇帝，就让这个臭丫头先去地狱吧。君玉轩手扬起，迅速将怀里的奶娃娃被抛了出去，趁此时机溜了个无影无踪。3岁女孩随便放了个屁，却崩掉大公主10颗门牙。奇怪的是，她不仅没过瘾，还要求再来10个连环屁。没得到满足的她开始一顿语言输出。浩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黄姐，这个野丫头打我。哼，你才细野小子呢！你们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黄姐，这个家伙拿小石子砸我的头。谁让你欺负莫蝈蝈，活该！大黄姐，你看他都金口承认了。小石头，浩洋是你的二皇兄，你怎能如此没有礼貌呀？哼，小公主，你不能仗着父皇对你的宠爱就如此任性，快跟你二皇兄道歉！明明就是他先欺负莫蝈蝈的，就算要道歉，也是他跟莫蝈蝈道歉才对。他只是质子，浩洋是皇子，他没有资格让浩洋跟他道歉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说的都是屁话啊！放肆！谁准你这样跟我说话的？你又不算神喵，凭什么不能这样子跟你说话？哼！小奶音萌哒哒的一顿输出，可是听在君雪柔的耳中，恨不得将她掐死。陈公公原本准备去幽灵殿，没想到在半路正好碰了个正着。小家伙看见自己的陈伯伯，扬起了甜甜的笑容。陈伯伯，你怎么在这里哈？爹爹咧！陛下让奴才找小公主过去一起用晚膳。陈公公，父皇在哪里？我现在要去见父皇。大公主找陛下有何事吗？陛下吩咐了，待会要和小公主一起用膳，不允许任何人打扰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父皇。陛下正在咸阳宫，既然大公主找陛下有要事，那就一起吧。咸阳宫里，小家伙坐在君莫尘的腿上，君雪柔站在一旁，满眼全是嫉妒恨，看着自己的父皇如此亲密，给一个突如其来的丫头喂食物。小石头一口一个爹爹的叫着，看得他瞬间都快要被石化在原地。父皇，儿臣来找你是因为小石头妹妹，刚刚妹妹在欺负浩洋，还用石头砸浩洋，儿臣想让妹妹道歉，可没想到她是那样的态度。大黄姐骗人，我才木有那么说理。你居然不承认，难道你没有用石头打浩洋吗？我打了啊，爹爹，是因为那个坏蝈蝈说我是野丫头，我才拿石头打他的，而且他还说我是大傻子，小石头才不是傻子呢，对不对，爹爹？当然，你是朕的宝贝女儿。父皇，妹妹说的都是假的。哼，够了，小屁孩还这么小，怎么可能会说出那样的话？雪柔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上次你故意冤枉小屁孩，你认错了，朕也原谅你了。没想到你又固态复萌了。你是朕的女儿，
小屁孩也是，你为何总是要针对他？回你的寝宫面壁思过去。哼，是儿臣告退。爹爹你真好。第二天早上，君莫尘上早朝时安排了陈公公在寝殿里照顾小公主的起居。突然，外面嘈杂声若有似无的传了进来。小公主，快点！太后的心急又犯了。陈伯伯，太后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咧？太后就是陛下和宣王的母后。我怎么没有见过爹爹的娘亲啊？我想见见爹爹的娘亲。小公主是这样的，太后并不是陛下的亲生母亲，太后是宣王的亲生母亲。原来是那个皇叔的，不系爹爹的娘亲，那就不系我的奶奶了啦。既然不系我的奶奶，那我就不要去见她了。御花园里，太后被香嬷嬷搀扶着在散步。就在刚刚，她心急犯了那一刻，窒息的感觉席卷全身，很害怕。她还没有看见君玉轩夺回属于她的一切和登上皇位，所以绝对不能让自己出事。贾玉，你之前说过，只有龙肉才可以彻底治好哀家的心急是吗？是的，太后，可龙毕竟稀有，实在难寻呀。难寻不代表没有，多派人继续找，一定要找到。只是说这两句话，田月的心口又开始微微发闷了，眼前也一阵发黑。抬头间正好看见远处走过来的小石头和陈公公。陈伯伯，那些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们？小公主，那就是太后。原来她就系皇叔的娘亲啊，我才不稀饭她了。小公主，太后已经看到我们了，必须要给太后行个礼才行。哼，不要，她一直在瞪着我。这个臭丫头居然敢瞪哀家！太后您消消气，犯不着为了这样的小丫头而生气，伤了自己的身体。哀家倒要去看看这个死丫头有什么本事。陈公公再次朝着田月看了一眼，没等他想到什么办法，田月已经走到他们跟前了。奴才参见太后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瞪哀家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瞪的是你啊，不是什么哀家。少给哀家装傻！陈伯伯，他系不系生病了啊？怎么说话这么奇怪哩？我真的木有瞪哀家啊。小公主，哀家就是指太后的意思。原来你就系哀家哈？对啊，我就是在瞪你，或是你先瞪我的哈，我当然也要瞪回去了。这系娘亲说的礼尚往来哟。小家伙的这番话让田月愤怒至极，刚想发怒，心脏处再次传来尖锐的疼痛，他倒抽了一口气，身子也向后踉跄了一下。香嬷嬷赶紧扶住了主子，拍着他的后背为他顺气。你这个样子好像大水牛啊！田月指着小石头，手指不停地颤抖着，最后在心脏一阵剧烈的疼痛下就这么晕过去。3岁大的奶娃竟是皇族辈分最高的存在，就连皇上见了都要叫一声皇姑，皇子们更是挨个的叫着姑奶奶。随手给皇上的礼物都是千年人参的无价之宝，更离谱是出门竟骑着一只300斤的大乌龟，而且100公里油耗只需要一个烤鸡屁股。此时京城门口，太上皇激动的脸通红，带着皇宫一大家子在等小奶娃的到来。父皇没搞错吧？你说一个3岁奶娃娃是我的小姑子吗？废话，谁家没有小姑的？这可是咱们大秦的姑奶奶，也是咱们大秦的福星。得供起来，是我的神通广大的小叔老来得子，生了个小闺女。嘿嘿，老子也是有妹妹的人了。此刻太上皇脸上的笑容更多了些，就因为他们皇家连一个小公主都没有，个个都是带家伙似的，一点也比不上软萌可爱的小姑娘。不一会儿，众人期待的方向，一只巨大绿油油的乌龟往这边走来，绿豆大的眼盯着前面被吊起来的烤鸡腿，是怎么都吃不到。而这只足足有200-300斤重的大乌龟背上坐着一个正在熟睡软萌可爱的小奶娃，嘴角还流着口水，胖乎乎的小脸白里透红，还在梦中念叨着好吃的美食：烤鸡腿、手撕鸭、桂花糕、甜甜圈。皇妹，父皇，您说这个小奶娃就是朕的小皇姑，您不会搞错了吧？王爷爷，您肯定搞错了，这小妹妹不可能是我们的皇姑奶奶。就是，看着比我还小很多呢。不会有错的，这就是老子的妹妹，我那小皇叔的闺女。太上皇非常肯定地说道，却让众人集体倒吸一口冷气，纷纷惊奇地看向奶娃子，声音似乎有点大。小家伙眉头微微皱了皱，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，又圆又黑，像个黑葡萄似的，配上那精致的五官，简直就是个小仙童，一眼就让人喜欢的不行。坏爷爷，吵到人家睡觉觉了，小石头生气了。妹妹，我可不是什么坏爷爷，我是你的大堂哥呀。呀，老爷爷，难道您就是我爹爹说的哥哥吗？可是你明明是老爷爷啊，怎么会是哥哥呢？你叫小石头没错的吧？对的呀，老爷爷。小石头，你应该叫我皇兄。
老爷爷，你的名字叫皇兄吗？刚刚说是自己的哥哥，现在又是皇哥哥，可是明明是位老爷爷呀，为什么不叫老爷爷，要叫哥哥，还是皇兄呢？哎，大人的世界真复杂呀，搞不懂。你爹爹是我的小叔，按照辈分来说，我是你的哥哥，所以得叫我哥哥呀。而且我们都是皇族人，所以你得叫我皇兄。好的呀，爹爹说了要乖乖听皇兄的话，当个好孩子。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确定你是不是我爹爹说的那位皇兄才行哟，不然小石头是不能跟你走的。万一你是坏爷爷呢？对，当然了，你想要怎么确定都行，这是当初你爹爹给我的玉佩，这个算不算是信物了？小石头看了看太上皇手上微微发着光的玉佩，思索了片刻，不等他们说话就乐呵呵地说道：是啦，你就是我皇兄没错，可是皇兄你怎么比我爹爹还老呢？这个嘛，这个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对了，小石头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皇侄子，也是当今皇帝。这个侄子好高呀，都看不清楚长什么样子，我的小脑袋抬得好累呀。还杵着干嘛？没看见你小皇姑仰着脑袋很累的吗？赶紧蹲下身来。小皇姑你好啊，我是你的皇侄子，很高兴你回家呀。皇侄子好呀，这是我家的土特产，送给你了，这可是见面礼哟。顿时众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，因为小家伙手中拿着的不是别的，而是一根非常大的人参，那根须一看就知道至少有好几百年之久，甚至上千年都有可能。太上皇看着眼睛都红了，恨不得伸手去抢过来。皇上更是颤抖着手接过人参，看了又看，确定自己没有看错，已经在心里激动不已了。这可是人参呀，小皇姑，这是从哪里挖来的？这不是人参呀，这是萝卜，我们家那边有很多呢，娘亲经常带我上山挖，我们都用来拌凉菜，而且都吃不完。这是我给皇侄子带的土特产，你拿着吧，不用谢谢我的，只要给我鸡腿吃就行，最好还有牛牛奶喝就更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等回去了，我给小皇姑很多鸡腿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真的吗？不是骗小石头开心的哟。当然是真的，朕可是皇帝，一言九鼎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小石头要吃很多很多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只大鸡腿哦。3岁奶娃娃的乌龟坐骑，竟然比皇宫的马车跑得还快，并且他还是辈分最高的娃，同龄的皇子都要叫他姑奶奶，就连跟太皇上一起用膳也只能他先动筷子。更离谱的是，仅有30斤重的他居然随手举起300斤的石头。大侄子，我这只大乌龟就麻烦你安顿一下了。小皇姑放心，大乌龟就安排在朕的御花园池塘里，我会派人专门伺候好它的。让大侄子费心了。小皇姑，您对住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我们皇宫后院众多院子，随便你挑，您看上哪个院子就住哪个。好，那就让大侄子带我去挨个看看啦。安顿好小家伙住处后，就到了用晚膳的时间。小石头看着满桌子的美食，口水直流，小肚子也很是配合的咕咕直叫了起来。皇兄，大侄子，我能吃吗？我的肚肚开始抗议了。当然可以，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。大家怎么不吃呀？你们不吃，小石头也不好意思吃的呀。爹爹说的，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。皇姑奶奶，您是长辈，您得先吃，我们才能动筷子呀。我们也是懂礼貌的好孩子。听完三皇子的话，小石头才想起自己可是长辈，于是毫不客气地伸出小手抓来一只大鸡腿，小嘴开始像个电动马达一样一顿嗨吃。吃完瞬间愣住了一下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皇兄，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喏，这个给你。说着，小家伙从衣兜里掏出来一颗千年灵芝。太上皇和皇帝皇后看到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。什么是灵芝呀？这不是灵芝呀，娘亲说了这是蘑菇，不过小石头不喜欢吃，苦苦的。妹妹啊，你可以多多喜欢皇兄的，你不要的不喜欢的都可以给皇兄，皇兄都喜欢。小皇姑，这蘑菇你不喜欢吗？那还有没有？你不喜欢也可以送给我呀，我喜欢。哼，还有没有一点当皇帝的威严了？什么你都想要，你赶紧吃口馒头走人吧，别在这碍眼。父皇，您能不能别像小时候那样拍我后脑勺了？好歹我也是皇帝一国之君啊，我得多没面子。晚饭后的长寿宫是太上皇在皇宫中的住处，整个长寿宫的上上下下都紧张地准备着迎接贵客。小石头滋滋喳喳地跟太上皇说话，脚步刚刚踏进门就听到整齐的欢迎声音，小家伙吓得一愣，回过神来就看到门口两边站着2排人，正恭敬地行礼。大家好呀，我叫小石头。皇妹，这些人以后都是服侍你的人呐。小石头不用人服侍的，娘亲说了，
小孩子要从小开始独立，不能依赖人，不然会很没用的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过有些事情小石头还小，做不来，所以还是需要有大人帮忙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。那好吧。小皇姑，我是太上皇身边的贵公公，您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老奴说，老奴一定会给您办好的。好的，谢谢贵公公。贵公公，这个给您，您要随身带着哦，这样您晚上睡觉就不会做噩梦了。贵公公顿时一惊，心想这小家伙怎么知道自己晚上睡觉做噩梦的？贵公公脸上的表情变化没逃过太上皇的眼睛，想必是被小石头给说中了。太上皇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一副嘚瑟不已的样子。贵公公心中开始对这位3岁小皇姑佩服起来，恭恭敬敬地接过小石头手中的字符纸，符纸入手，下一秒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都轻松了不少，原本一直围绕着自己的那种阴寒也消失了许多。多谢小皇姑，您真是救了老奴的老命啊！这字符纸真的不简单呀。那是当然，毕竟是老子的皇妹。第二天一早，贵公公精神奕奕地来服侍太上皇，看到贵公公老脸上笑容满面的样子，倒是好奇地打趣起来。遇到什么事情了这么开心？回禀太上皇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小皇姑的那符纸真是太有用了，老奴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睡一觉了。昨晚带着小皇姑赏赐给老奴的符纸，还真就好好的睡了一觉，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做梦的。那是当然，小石头可是我那个小皇叔的闺女，自小跟着父亲身边，定然是学习了不少本事的。只是让我有些诧异的是，小石头的本事不小啊。太上皇说的那位是不是当年老祖最小的皇子，3岁就跟着高人修道的那位？除了他还有谁？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没见过，不代表着不存在。修道之人、气运之事、鬼祟之魂都是存在的。贵公公点点头，对此他是非常赞同的。不为别的，他就亲身经历过，体会更深。贵公公紧跟太上皇身后一起出了房间。太上皇出门拐个弯，就看到小家伙正一本正经的在院子空地上扎马步呢，微微有些错愕。小石头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，而且还扎马步呢？早上好呀，皇兄，我从1岁开始就每天做功课了。爹爹说了，从小习惯，从小练起才能有所作为。我娘亲也说了，出道要趁早，习武也要趁小。不错哦。这么说，小石头身手很好了？那是当然，虽然小石头还不是天下第一，可是总有一天我肯定能当天下第一的。哦，那要不跟那位侍卫大哥比划比划？好呀，当然没问题。参见小皇姑，小皇姑，我是个粗人，可不敢对小皇姑出手。没关系的，侍卫大哥哥，我身手很好的，你尽管放马过来。今天我得让皇兄见识见识。说着，小家伙走到石凳子旁边，好几百斤的石凳，就算是成年男子也要使出不少力气才能抱起。小家伙直接一只手举了起来，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没有出全力。顿时大家惊得下巴都掉一地，太上皇更是被震惊得哑口无言。小女孩只有3岁，却是皇家最高辈分，就连皇上见了都要叫一声皇姑，皇子们更是挨个叫着姑奶奶。更离谱的是，巴掌大的衣兜里竟能掏出众多百年灵芝仙草、人参等珍贵宝贝。别人出门都是坐马车，而他却只骑乌龟，速度更是比高铁还快。怎么样，皇兄，我厉害吧？小石头确实太厉害了，以后就算自己出门，皇兄也不用担心你被人欺负了。那是当然了，我的武功可是外祖父教的，我外祖父可是天下第一高手呢。那你外祖父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外祖父？我不知道呀。哎呀，我肚肚在敲鼓抗议了，我们赶紧去吃饭吧。对了，侍卫哥哥，你最近要小心些呀，一些东西不该碰的千万别碰哦，最好躲远远的，不然会出事情的。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呀，我最喜欢打架了，我可以帮你解决的。杨家小公子，小皇姑的话你最好放在心里，小皇姑不是一般人呐。侍卫闻言一阵惊恐，被小皇姑说的一脸懵逼，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再加上贵公公的话，让侍卫更加迷惑，一时间让他满脑袋的问号，立刻回想着最近有什么异样的东西是自己碰见过。贵公公，刚刚和小石头切磋的那小子是不是杨将军家的小儿子？太上皇明鉴，正是杨老将军的小儿子杨凯。那小子不错啊，以后就让他跟在小石头左右，负责小石头的安全。明白，老奴这就下令去。皇兄兄，为什么要那个侍卫哥哥跟着我呀？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，不用别人保护的。我知道小石头最厉害了，那些坏人肯定不是小石头的对手。可是你才到京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顾得要跟人带着你熟悉一下吗？那就先听皇兄兄的，等小石头混熟了就不用人跟着了。转眼太上皇带着小石头已经来到御膳房，皇上和皇后带着几位皇子已经在此等候了好一会儿。小家伙看着一桌子的美食，口水直流。谢谢大侄子和侄媳妇为我准备的早餐。说完，小家伙又开始大方起来了。
看到小石头在衣兜里的动作时，太上皇和皇帝眼睛都绿了，好奇这次又会拿出什么样的好东西来。小家伙果然没让他们失望，直接取出了一朵雪白的莲花，很是新鲜，就像是刚刚摘下来似的。花花送给侄媳妇，这个花花吃了可以变美美哦。谢谢小皇姑，这个宝贝我真是太喜欢了。不客气，都是一家人啦。皇后，赶紧给朕看看，这是不是雪莲？只见父子两人眼睛都绿了，放着光盯着皇后手中的雪莲。这时，其中一个皇子突然说道：“皇姑奶奶，你给我们吃的那个是什么果呀？我们昨晚回去后都拉肚子了，拉完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呢。”皇姑奶奶，你看看我身上的肌肉都结实了，而且比我之前的力气要大很多了呢。这次我肯定能打赢杨家那小子。皇姑奶奶还要果，我还想吃。是啊，皇姑奶奶，那个果子还有没有？要是还有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出去卖钱。您负责提供果子，我负责出售，卖到的钱我们5分，怎样？你小子好歹是个四皇子，少你吃了还是少你花的？怎么脑子里只有钱？你皇姑奶奶的钱也分，你的孝道呢？父皇，你别凶我嘛！皇姑奶奶想要买什么，尽管跟我说，我都给你买。好呀好呀，我也想赚钱。听娘亲说，有了钱可以买很多好东西，可以吃很多好吃的。说完，小家伙又从衣兜里掏啊掏的。四皇子见状激动不已，他也就随口这么一说罢了。不仅四皇子盯着小石头看，就连其余人也同样紧紧地盯着。不一会，小家伙手掌心里面静静躺着3枚火红的果子，正是之前送给皇子们吃的那种。那这个给你，四侄孙，你得帮我卖个好价钱才行哦，到时候卖到钱了就能买很多好吃的啦。四皇子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小石头手上的果子，却不料被一只大手抢先了一步。抬头一看，抢先拿走果子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皇。小皇姑，你们不用这么费劲的拿出去卖了，直接卖给我怎么样？我给你最高的价钱。可以呀，大侄子，喜欢我可以再送2枚给你的，你给3枚的钱就行了。可以，小皇姑真好，小皇姑果然是最大方的。哼，你怎么当侄子的，连小皇姑这点便宜都占，还有没有孝道了？父皇放心，我会给小皇姑补偿的。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晚上，另一边侍卫杨凯被小石头的话困扰了一天，直到傍晚换岗回家休息的时候，还在回想着小皇姑说的话，就连晚饭都没什么胃口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自家三哥的院子。他这三哥从小就很聪明，被传为京城第一才子，是他从小崇拜的偶像。可是自从1个月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个三哥就有些魔怔似的在画画，人也有些癫狂起来，请了京城有名的大夫，甚至连御医都请过来了，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查出来。只见他背对着墙上的一幅画傻呆呆看着，任由杨凯怎么喊都无动于衷。囊三哥这个样子下去可不行，必须找人给三哥看看才行。我知道，可是大夫都已经找过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也无从下手啊。囊我想到办法了，但是得去一趟宫里。哎，你可别去找你大哥，你大哥重任在身，不能耽误了宫里的防卫。我不找大哥，而是去找一个3岁奶娃娃。看这幅画很简单，只要和画中美人的眼睛对视上3秒，你就会被吸入到梦境，永远出不来。面前这位男子正因如此，已经在房间里傻站了1个月，众多京城大师御医都无任何办法，最后却被一个3岁的奶娃娃破解了。小石头来到房间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正一脸痴迷地盯着面前的一幅画，脸上还傻笑个不停，像极了一个痴傻之人。只见浮水墨画的右下角，一个妖媚的美人勾人心魄，似乎只要看一眼就能沉沦进去。太上皇心中好奇，也跟着上前观察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就对上图中美人的双眼，顿时脑海就是一片空白。小石头发现太上皇似乎要中招了，赶紧一巴掌拍在他身上。皇兄，你干嘛呢？不要盯着那女人的眼睛。谢谢小石头了，不然我也得中招。这幅画有问题，里面藏着一位小姐姐，这位帅叔叔就是因为小姐姐，所以才不想出来的。小石头的意思不会是说杨老三的魂被这幅画里面的魂给勾引住，出不来了吧？没错的，你们都不要看画上姐姐的眼睛哦，不然会像黄兄兄刚刚那样被迷惑住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石头，你能跟我们说说吗？这幅画难道是什么邪物吗？或者说里面有鬼？是啊，小石头，我三哥这是什么情况？还能不能变回正常人了？话音一落，大家又齐齐看向痴傻的杨家老三，真的跟弱智的人一样，还流着口水。不仅如此，杨家老三那双眼睛都已经是无神的，没有正常人的那种神采。小石头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以他的小脑瓜还真的想不明白该怎么向他们解释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有个脏东西躲在画画里面了，还专门吸引人的魂体进入，然后吸食。一旦魂体被困死在里面，外面的肉体也会慢慢死亡，里面的脏东西就会变得很厉害了。
小石头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办法救一下老三？当然没问题啦，小石头可是很厉害的哦，我不仅会抓鬼，还会算命看风水呢。没想到小石头元小却本事这么大。那是当然啦，我现在可以将这个位帅气叔叔救出来，不过我需要做法让一个人进去才行。不过这个人也会有危险，一旦沉沦进去，恐怕也会跟帅气大叔那样出不来了。你们可要想好，谁进去？顿时，杨凯和杨家大孙子同时开口想要进去，毕竟在场的也就他们2个男子汉比较年轻力壮一些的，阳气肯定也会强很多。杨老夫人一听不乐意了，胡闹！你们都还年轻，就算进去也是由我这个老太婆进去，大不了就他进去一条命，我也要把老三给唤醒。奶奶您不能进去。是啊，娘，你已经年迈，家里还需要您来主持，您要是出了事，我们杨家可不就乱了。娘，让我去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身影从门外进来，人是一名美妇，看起来很年轻，是杨家大夫人林家嫁过来的小姐，也是杨家大孙子杨平的母亲。拜见太上皇，小皇姑，臣妇有礼了。免礼免礼，今天我和小石头是微服出巡，不想弄出太大动静，这些虚礼就不用了。多谢太上皇。秀儿，你不能进去，家里早晚也是要交给你的，你得把家给打理好。我已经年老，活不了几年了，就让我进去吧。杨老夫人可是长寿之香，还能活很久咧。还有杨老夫人身上虽然福气深厚，不过阳气还是不及年轻男子的，还是让其他人进去吧。外甥孙孙，你愿意进去一趟吗？你放心好了，你身上的阳气是这里面最旺盛的，我也会罩着你的，最差也会保住你的小命，顶多就成一个痴傻儿罢了。小石头说得很认真，可是听得众人是满头黑线，杨平本人更是听得嘴角直抽抽，但还是下定决心，语气坚定说道：我进去吧，有劳小石头皇姑了。 OK 的啦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等你进去后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别理他，记住一点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幻境而已，千万别被沉迷在里面了。好，我明白。很快，小石头就掏出了一张符咒和一根红色的绳子，把绳子绑在杨平的手腕上后叮嘱说道：这个红绳你一定不能拆下来，它能救你一次命，但是用完就没有了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你闭上眼睛吧。杨平听话的闭上眼睛，小石头拿出符纸，小嘴里不断的念着咒语，很快黄色的符咒就缓缓上升，停在半空后立刻开始自燃，而小石头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开始掐诀，手速飞快，直接出现了残影，让人看不清一丝一毫。随着小家伙的手指点在杨平眉心，下一秒杨平睁开眼睛，直接对上了那幅画中的美人眼睛，顿时感觉脑袋一空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而此时在大家眼中，杨平已经跟杨家老三一样，双目无神，只像个木头人一般站着。进入到画中的杨平顿时看到了不该看的场景，而里面的人也被惊动了。小平子，你怎么在这？三叔，你快跟我走，你要是再不出去，恐怕永远都出不去了。小平子，我待在这里很好，很享受，我可不想离开。三叔，这里不是真实的地方，是这个邪物营造出来的，你快跟我离开吧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邪物？她是我的媚娘，你的三婶不得无礼，不然别怪我这个当叔的跟你翻脸。杨宇一脸的不信，他在这里能感受到梦寐以求的幸福，又怎么会舍得离开？杨平没办法，只能把矛头对着那个美人狠狠地说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把我三哥困在这里，就不怕我让大师收了你吗？相公，这人是谁呀？真的是你侄子吗？我怎么看着他不想你好似的？明明你跟我两情相悦，他却见不得你好，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小平子，你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你三叔我已经成家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这位是你的三婶，你就不能说点好的？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？三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是血脉至亲的一家人，怎么会不想见到你过得好？你难道忘了陈家小姐与你可是青梅竹马，还有婚约在身，再过半年就是你们成婚的日子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陈小姐对你可是痴心一片，你可不能负了她，她还在等着你迎娶她呢。这一番话说出来，杨宇顿时感到脑海中一片混沌，断断续续的出现不少画面，很熟悉，心里最深处的那一股牵挂也被拉扯出来。美人见势不妙，赶紧打断杨宇，让他面对着自己，随即在他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，一股带着淡淡粉色的气进入杨宇的脑中。下一秒，杨宇脑海中那些混乱的记忆和片段消失无踪，剩下的只有跟美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相公，你别听他胡编乱造，他肯定是来破坏我们这个小家的坏人。小女孩身为公主，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只能每天钻狗洞进御膳房偷吃食物。就在她吃得正开心时，20多号刺客包围了前院，呆头呆脑的她被抓了个正醒。王爷顺着小奶娃提供的消息，竟抓到了背后的大瓜，杀了他！
怎么偷吃自己家里的东西还要被杀呢？是小石头吃的太多了吗？小石头仔仔不要害怕，外面的人不是来杀你的，好像情况不对。小石头快跑，这里危险！小家伙端起一盘白虾就朝着门口跑，推开门就是前院的刀光剑影，吓得顿时双腿发软。10几个蒙面人正在和王府的侍卫打斗着，刀剑相撞的声音吓得小石头闭上眼睛，下一秒他的小额头磕在一个坚硬的东西。完了，这下被抓现行了。小石头，这个男人就是你爹爹。你是哪来的吃货小奶娃？都被我抓到了，小嘴巴还紧紧咬着半个虾仁，是从没吃过荤吗？此刻小石头和君莫尘正相互对视着，小家伙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，君莫尘也微微拧眉，似乎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有个蠢货女儿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院的厮杀结束，刺客被全部拿下。君莫尘的贴身公公白姬走到他的跟前汇报道：王爷，刺客总共23名，已经全部伏诛。汇报完毕后，正当君莫尘疑惑看着手里的小奶娃时，白姬又赶紧解释道：王爷，这是小石头公主，是您的女儿。哼，把她丢出去，王府不养无用之人。就在小家伙不知所措之时，原本躺在地上死透了的刺客手里突然寒光一闪，一枚飞镖对准君莫尘的胸口直直飞来。千钧一发时刻，小石头下意识地举起手里的盘子挡住了飞镖，和暗器一起掉落在地上，摔得稀碎。爹爹，小石头有用的，不要把我丢出去好不好？今晚职业的暗卫都去领罚。是，多谢王爷。屋子里，君莫尘看着双手被裹成2个小白球的小石头，再看看厨房送来的白虾，还有他嘴角的口水，君莫尘想把筷子给他，但是又看看他伸手不见五指的手，两人大眼瞪着小眼。小石头仔仔，你可是你爹的救命恩人呀，快让他喂你呀！爹爹，我饿了，我要喂。白姬，去找个婢女过来喂饭。王爷，咱们王府似乎没有婢女，只有厨房里那个烧火的婆子。那就去吩咐烧火的婆子过来。是，王爷。不一会儿，烧火婆子收拾干净进来，再给小家伙喂饭。君莫尘则在一旁和白姬商讨着一批刺客来历。作为镇守王，九王爷被刺杀也不是1次2次了，但小奶娃救了他还是第1次。就这样，小郡主是福星的事情悄悄地在九王府传开了。这会儿，小福星正在哇哇地哭，可把君莫尘急坏了。爹爹，我好疼。小家伙一个机灵抱住君莫尘的腿，裹了纱布的小手像是沾了2个白面馒头。爱干净的九王爷伸手抓着他的后领子，把人拎起来。只见小家伙的脸上多了几道擦伤的痕迹。王爷，是奴婢手粗，给小郡主喂饭的时候手刮到了他的小脸蛋。哼，给本王滚！喂个饭都喂不好，真是废物。王爷，王府里的下人只有手粗的糙汉子了，要不您亲自喂吧？对，爹爹喂的虾一定会特别好吃。无奈之下，君莫尘伸手拿了一个白虾，就这样一个喂一个吃，2盘的白虾一会儿就被霍霍完了。下一秒，小家伙直接趴在他身上睡着了。这么蠢的崽，真的能会是本王的闺女吗？第2天一早，君莫尘觉得胸口一阵发热，一掌劈下去，定睛一看，抵在他胸口的并不是刺客的暗箭，而是昨晚的小蠢货。君莫尘伸手把小奶娃从他身上扯下来，小石头睡得很沉，被扯开之后翻个身继续睡，期间还要咂巴嘴，看起来蠢极了。这小玩意儿怎么在本王床上？昨晚上王爷睡下之后，小郡主半夜醒了，到处找爹爹，又加上整个王府的人都知道王爷亲自为小郡主用膳，也都知道小郡主正得宠，所以也没人敢拦着。就这样，他自己爬上您的床了。爹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公主，睡一觉之后，昨晚上的事儿就全忘了吗？哦对，爹爹是来陪小石头睡觉的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说我来陪你睡觉的。白姬，后山的狼喂了吗？爹爹要把人喂狼吗？可是白姬又不是故意的，把他喂狼会不会不太好？小石头，快收回你这句蠢话吧，快讨好一下，去看看你爹的伤好了没？对，是哦，爹爹，你心口还疼吗？说着，小家伙伸出一只馒头手去揉君莫尘的胸口，那是昨天被暗器击中的地方。虽然暗器被盘子挡住了，但还是有部分力道在他身上。爹爹要是还疼的话，小石头有药的，爹爹跟我去拿。3岁女孩是一国公主，却每天吃着吓人的剩饭剩菜，就连摔伤擦的都是老汉抽烟散落的烟灰。更离谱的是，被刺客架脖子挟持的生死关头，却被亲爹嫌弃不认这个女儿，获救的他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。你原来就住在这里吗？是的呀，欢迎来我家。君莫尘打量了下四周，后院往往住的都是女眷，可是九王府作为大楚国的关口是没有女眷的，所以后院也就理所应当的荒废了。可让他没想到能荒废到如此地步，屋顶漏水，窗户破败，夏天不遮阳，冬天不挡风，再走2步就看到一张满是积灰的小桌子，上面放着一些剩饭剩菜，甚至有些青叶菜都有点酸馊味道，而小团子却是一副早已适应的模样。
小手倒腾着从破烂柜子里面拿出来一个小瓷瓶，像宝贝一样似的献给君莫尘。爹爹，给你药，用了这个就不疼了。君莫尘接过小瓶子打开一看，这里面不过是些香灰，根本不是什么金疮药。这是谁给你的？怎么了，爹爹？是不是小石头做错了什么？君莫尘没顾得上理会小家伙，又看向桌上的早膳，就是一些汤汤水水的馊菜，连米粒都是泛黄那种杂食粮。这种粮食是府里下人都不吃的。你平时就吃这个吗？是的呀，爹爹。不过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肉末的。白姬，去把所有后院管事的人都给本王叫来。是，王爷。很快，白姬带着后院一众服侍下人过来，整整齐齐在院子里跪了10几个。说谁负责小郡主居住和饮食的？王爷饶命啊！是奴才，拉出去砍了。话音一落，侍卫就拖着一个中年男人出去。刚出后院就出现了一声惨叫，小石头瞬间吓坏了。不怕，本王今天给你做主。爹爹，有你真好。在君莫尘强大欺压下，不一会功夫，后院的事情查了个清清楚楚。是厨房那边送饭厨子，每个月克扣了小郡主的月俸，然后中饱私囊的用家里剩下的一些馊饭馊菜糊弄，就连小郡主摔伤也只是给点香灰抹抹，再扣下一笔看着你。王爷开恩，郡主开恩，奴才是猪油蒙了心，再也不敢了，求王爷饶过奴才这一次吧。小石头，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爹爹，后山的狼为了骂他们，会不会赢了呀？瞬间全场死寂中，只有君莫尘原本下压着的嘴角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在心里暗想不愧是他的崽，有魄力。就这样，小郡主一战成名。现在整个九王府都知道小郡主喜欢把人丢去喂狼，以至于小石头只是去矮木丛里摘一片树叶丸，都有下人摘好了递给他。听说了吗？管家今天都出去找女婢了，说是王府需要人照顾小郡主。当然听说了，你个没脑子的，你没看见后院都在修葺了吗？整个后院全部修葺好也是要花好长时间的，小郡主就一个小女娃而已，后院那么多房间又不住人，多浪费。谁说不住人？以前还真有几个女主人的，后来都死了。没想到爹爹的八卦小秘密这么轻易的被我听到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王府是个什么地方，虽不至于是龙潭虎穴，但是至少也是个狼窝蛇窟。王府的第一个小妾可不就是被刺客所杀，第二个是王爷亲手所杀，第三个小妾的故事就比较复杂了。当时是一个马贼偷东西，然后抓了小妾，要挟九王爷放他走。王爷当时一剑就刺穿了2个人。小石头仔仔不要怕，你爹位高权重的，手上多些杀戮也是应该的。你以后也是要当女帝的人，到时候也是踩着无数人的躯体才能走上95之尊位置的。七七，你是说我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？对的，所以小石头仔仔你要适应，咱们女帝可不行心慈手软的。那我不当女帝了。小石头仔仔，你听我说，要是当上了女帝，就没人敢欺负你了，还可以吃上全世界所有好吃的东西。爹爹也可以给我好吃的呀，我问问爹爹要不就行了。这才认识你爹爹多久，就这么信任九王爷了吗？傍晚，管家买来的婢女竟然是扮演的刺客，挟持着小郡主。只见一众侍卫严阵以待，已经将刺客团团围住。婢女手里拿着一片碎瓷片抵在小石头脖子上，看到君莫尘过来的时候，眼冒金光，恶狠狠说道：狗王爷，你是想点的话，就赶紧交出青鸾城的布防图，否则你的女儿就没命了。爹爹，我好疼。大胆，还不放开本王的郡主！把布防图交给我，我就放人。本王再说一次，放了小郡主。把布防图交出来，不然她就没命了。这可是你唯一的女儿。那本王就当没有这个女儿。真是一代残暴王爷，果然六亲不认。小石头仔仔，你快闭上眼睛，我来救你。就在婢女打算和九王府鱼死网破的时候，突然暗光一闪，击中她手里的瓷片，顷刻间碎成粉末。就在婢女惊疑不定的时候，高墙上的神射手一声令下，箭矢射中女帝的心脏，直接扎了个对穿，还没来得及惊呼，就直倒了下去。小郡主，您没事吧？哼，真是个渣爹爹，竟然可以为了那个什么布防图不要小石头，那小石头也不要爹爹了，我这就离家出走。还每次回家却只能钻狗洞。奇怪的是，亲爹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守在狗洞旁等着闺女。就在昨晚亲爹要抛弃小公主后，他便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，就连今早最爱吃的白虾都没了胃口。哼，你是本王，那我还是本小石头呢？我说了，我不吃就是不吃，我很生气，哄不好的那种。爹爹错了还不行吗？昨晚我之所以那样说是激将法，懂吗？那并不是爹爹的本意。哼，我不管，反正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小公主，你相信白姬公公的？今天御膳房做的白虾特别好吃，我听说大厨在试菜的时候差点把舌头都吞下去了。
真的吗，白鸡公公？那就看在白鸡伯伯的面子上，我尝一个吧。堂堂小郡主，一点礼仪都没有的吗？谁允许你用手吃的？谁是郡主呀？小石头才不是呢！反正爹爹说没有我这个女儿。若不是郡主，怎敢同本王一同用膳？好大的胆子！那就是暂时一下是郡主，吃完就不是了。你要去哪里？等小石头吃饱了，这就离家出走。就你这鲁班小腿，笨手笨脚的，还想离家出走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本小石头才不是东西呢！爹爹，你凶我，我不要你了。那本王再问你一次，还要不要离家出走了？哼，当然要走了。话都说出来了，我不走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那现在就给本王滚！你真是个渣爹爹，都不按套路出牌的。我就不信他一个3岁小奶娃还真敢离家出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小蠢货是怎么求着要回来的。此刻的小石头撅着小嘴，落地之后就倒腾着小短腿回房间，开始收拾起了包袱。我这就收拾小包袱离家出走，看我是怎么把你这个爹爹抛弃的。这下就真把我屯七七难住了。主人要离开王爷怎么行？他现在只有3岁，毫无自保能力，就算是有系统加成，不至于抛尸荒野，但是离女帝的路越来越远了。小石头仔仔，现在插播一条紧急任务啊！等我离家出走过后行不行？不行的，必须现在就要完成。任务内容是立刻去亲9王爷一口。那怎么行？我不要面子的嘛，我才不要去呢！小石头仔仔，如果任务完成不了的话，你今后吃任何食物都会吃不出来味道的。吃不出味道啦？那也太严重了吧！主人，你干嘛去？还能干嘛？当然去亲爹爹去啊！这该死的未来女帝就是霸气，直接击中了我的心脏。另一边的君莫尘正在书房召集下属开会，就昨晚婢女扮演刺客一事展开调查。千骑营的人正在汇报事情，小石头像个小炮弹一样的推开门就冲了进来，一个机灵跳到君莫尘的怀里，上去就是吧唧一口。放肆，怎可往本王身上爬？而且还敢亲我！不要停，你继续汇报情况。王爷，张员外家目前为止都是查无破绽的状态，一是因为张员外家里人丁稀少，除了张员外本人之外，就只剩下一个4岁的孙女；二是因为张员外常年做生意，人际关系很是复杂，无从下手。祖上就是千层酥的创始人。恭喜主人获得10积分，积分余额10个。我不是亲了3下吗？为什么才10个积分呢？别以为我不识数，我可已经3岁了。小石头仔仔，同一个任务不会重复获得积分哦。那你不怎么早说，害得我白白多亲了2下。对了，那积分有什么用处？可不可以换成他们刚才说的那个千层酥？积分可以换购商城里任意东西，从天下珍宝到各种 buff 应有尽有。你怎么可以只看中千层酥呢？那么容易得到的东西。虽说张员外的大寿是个好机会，要是能进入张家府邸是最好不过。可是您贵为王爷，那张员外自是不敢以下犯上的邀请王爷您。哼，我要吃千层酥。小公主英明，要是小公主喜欢吃千层酥，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张员外这种阶层的人，要是直接邀请王爷参加寿宴，那肯定是以下犯上的。但是如果对小郡主投其所好，那便是极其合情合理。即使如此，当日如果小郡主带着暗卫进去，暗中搜查一遍整个张家，说不定能有所收获。不错，你的提议非常可行。小石头当真想吃千层酥吗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那还离家出走了不？不走了，先吃了千层酥再说。随后9王府的小郡主喜好千层酥的事情就在青鸾城传开，大街小巷的贩夫走卒都开始张罗着改行卖千层酥。当天晚上，张员外就亲自将请柬送来了9王府，并且表示寿宴当天单独拿出最好的院子给小郡主办一场千酥宴。很快，张员外60大寿这天，张家从院子里一直跪到了门口，迎接小郡主的阵仗之大。你是谁呀？回小郡主，草名叫张可然，是张员外的孙女。那你跟我一起去吃千层酥吧。3岁奶娃娃竟用1块千层酥换了地主家的传家宝，亲爹数10年未破的案子被他不费吹灰之力摆平了。不仅如此，小家伙还能预知一切即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小石头仔仔，这个张可人今天会被拐卖，以后都会吃不上饭的。那我要怎么帮他呢？需要购买一个锦囊，要消耗5积分。那你赶紧给我买。叮，锦囊购买成功，恭喜主人完成第1次交易。
我给你放个烟花庆祝一下吧。极棒，极棒，极棒！就在两个小家伙吃得正开心时候，院子里传来仓促的着火叫喊声。九王府的侍卫们赶紧从四周赶来，就要带着郡主回去。我不要回去，本团团想去张家的厨房看看。刚才可人说厨房里正在烤红薯。小郡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吃烤红薯呢？哼，我不管，谁不带我去，我就让他去后山喂狼了。小石头仔仔，按照锦囊提供的线索，很快就会有人从厨房后面的小树林里把张可人拐走。你需要快点去救他。好的，我现在就飞奔过去。于是小石头打着要吃烤红薯的旗号，带着自家的侍卫朝着厨房去了。刚到门口就看到了一只和自己脚上似乎差不多大的鞋子。小家伙脑瓜子转得飞快，提着小裙子就朝着树林那边跑。这一跑吓得侍卫们魂都要没了，赶紧提着剑追上去。树林里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把张可人的嘴堵上，正要把人装到麻袋里，突然就冲进来了10几个带刀侍卫，将他拿下，救下了张可人。张可人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，谢谢你，小石头。小石头仔仔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和他打好关系，安慰一下他。你们做了好朋友之后，你再问他知不知道家里的宝贝东西是放哪里。别忘了，你爹的暗卫可是来了3趟都没找到想要的东西。我们说好了要抱你爹大腿呢。问之前会有这么多事吗？这是当然啦，你要和别人关系足够好，别人才会愿意告诉你家里的珍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张可人，你家里最值钱的宝贝放在哪里呀？我想看看。你可真是个憨憨，白瞎我这个女帝系统绑定在你身上了。我知道的，我爷爷每次都把糕点的秘方藏在一个地方，我带你去。果然3岁和4岁之间没有代沟。张可人显然也是非常信任小郡主，二话不说就领着她来到一个暗门下面。只见一个上了锁的箱子呈现在2个小家伙面前。钥匙在我爷爷身上，这里面收着他的好多宝贝。小石头仔仔，你现在问问可不可以借给你，或者让你打开看一看，咱们循序渐进一下，这样子会比较符合人类的人情世故的。张可人，这个箱子可以送给我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就又这么直接了，那可是人家的家产呢，小姑奶奶，怎么可能送给你？此时另一边的九王府，2个暗卫正跪在地上向君莫尘汇报着刚才的搜寻情况。王爷，属下无能，没找到您要的东西，张员外家里全翻遍了。哼，一群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正当君莫尘发愁的时候，小石头小胳膊小腿的抱着一个大箱子走了进来，累得额头都是汗水。君莫尘用脚想也能猜得到箱子里面是什么，无非就是连吃带拿的千层酥。这个小蠢货抱回来的竟然不是千层酥，正是南洋流传过来的东珠。虽然算不上天下难得，但是能出现在一个员外家里，属实有些蹊跷。王爷，下面还有很多来往信件和一些地契文书，您过目一下。君莫尘接过白姬手里的文书，拧眉一看，满脸的愤怒。哼，这个张员外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是东洋马贼安插在大楚的暗中，看样子接下来要对张家满门抄斩了。白姬，今年东洋皇室可有给父皇进贡夜明珠？是1颗蓝光夜明珠，足有小儿头部大小。加急给户部修书一封，说夜明珠本王要了，让他以最快的速度送来青鸾城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爹爹，小石头帮你找到了你要的东西，你还没奖励我呢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刚才说满门抄斩是张家全部都要被砍掉脑袋吗？他们做了错事。那张可人可不可以不要掉脑袋？他只比我大了1岁，我今天说过要保护他的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2天晌午，君莫尘正抱着小石头在书房思索着，白姬匆忙地赶了进来。王爷，暗卫司的审讯完毕，现在已经查到了马贼所在地方。张员外的事情，王府只是给了公文，并没有行动证明。这一次围剿马贼，属下愿带人前往。不要，本王亲自去。那小石头也要去？胡闹！这种地方是你一个3岁小孩子能去的吗？小郡主，围剿马贼是很危险，不是好玩的地方。可是马贼2个字听起来就很好玩，我不想在家里玩蚂蚁了。今天已经是我捅坏的第32个蚂蚁窝了。本王说了，你不准去。好的，那我听爹爹的。那爹爹，你明天什么时候去呀？明日一早。好的，那小石头就不打扰爹爹了。人一胎生了8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一生要强的皇族不仅被别的邻国嘲讽，而且还被自家的平民说着闲言碎语。3年后的皇室产房再次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焦急的王爷在门外已经守了1天。臭小子，敢这样欺负我媳妇儿，看你出来后，老子不弄死你！你们一个个都还杵着做什么？老子看到你们仨就烦，都能到朱雀街的面馆买3送1了。
王爷，咱们王府正门外来了个道士，说喜鹊报喜，神女降世，4国归一。就在这时，产房里传出洪亮的婴儿啼哭声，紧接着稳婆抱着一个婴儿从里屋快步走出来，一脸藏不住的兴奋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王妃顺利诞下郡主，母女平安。稳婆也是个明白人，边说边掀开了襁褓，以便给逍遥王确认是小公主。终于等到没带爸的了，整整500年呀，咱们皇室有小公主了。老二痛不痛？爹，这大白天的不是做梦，你下手不能轻点吗？快去请那道士进来。是，王爷。逍遥王小心谨慎抱着这个来之不易的闺女，就像是第一次当爹一样。魏木华兄弟仨凑近了逍遥王，又是伸脖子又是垫脚尖的看着妹妹。你们仨干什么？别吓到我的闺女。爹，让我们看看妹妹。就是，妹妹很好看的。我说老三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？你还没看到妹妹的脸呢。去，看什么看？兔崽子，臭烘烘的，别熏着我家小公主。我们还是逍遥王府的孩子吗？以前没有妹妹，我们仨是一根草，现在多了个妹妹，好像我们只能做草根根了。晚上，逍遥王带着3个铁憨憨稳稳围坐在婴儿旁，只见小家伙皮肤皱巴巴的，还有些蜡黄，像个上了年纪的小老婆子，跟粉雕玉琢那是一点都不沾边。不过小姑娘的眼睛生得真好，又大又圆，闪闪发光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爹，这真是妹妹呀，她怎么黄不拉几、皱巴巴的？老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组织语言。就是弟弟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你敢说我妹妹丑？只是我可能真的要输给孟运湖了。孟允和的妹妹特别漂亮。谁说咱们输了？他说他家妹妹好看，你就信了吗？我还说我家妹妹貌美如花，是仙女下凡呢。谁家孩子出生不是皱巴巴的？你以前刚出生的时候比妹妹丑多了好吗？你们仨都给我滚！该干嘛干嘛去！你们丑，你们兄弟仨最丑。孩子还小，你与他们置什么气？小什么小？他们现在都是哥哥了。凤华，咱闺女好看的哟，像你，眼睛真大，跟葡萄似的。快抱来给我看看。说着，逍遥王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后，又有些不知所措。先脱头怕伤着脖子，先抱背又怕割了手。逍遥王妃瞧着逍遥王这模样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我说你又不是第一次当爹了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翼翼了？那不一样，前面3个都是糙小子，怎么能跟这个宝贝疙瘩比？这心肝儿，咱们夫妻俩可足足盼了10年呢。也是，看着都比那3个臭小子顺眼。阿奇，给咱家闺女取个名儿吧。王爷，皇上和皇后娘娘来了。阿奇，你快想个名字，这件大事可不能让皇兄和皇嫂抢去了。大晚上的也不让人消停，我生个闺女，瞧把他们急的。我看那2口子就是闲得蛋疼。那大名就叫魏贤吧，小名叫小石头。我这个糟心的爹啊，你给我取名字就这么随意的吗？来，让黄伯伯抱抱。别，大晚上不在宫里头待着，来我王府做什么？朕来王府看看朕的侄女，还用你点头吗？魏琪，你现在也是越发有出息了，生了闺女这样大的事儿，竟敢隐瞒不报。若不是宫里头派出来的太医和稳婆回去回了话，朕还不知道这件事呢。段氏竟为咱们魏家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朕这一次必须得好好赏赐段氏。我自己得了闺女，不让我高兴高兴吗？再说了，我还没缓过来，天就黑了，哪还顾得上进宫汇报？本想着明儿一早再派人去宫里传话，谁知你和皇嫂消息竟这般快，这会宫门都关了吧，还往外头跑，毛毛躁躁的，哪里像一国之君一国之母？三弟，也怪不得你皇兄盼着一个姑娘家不知盼了多久，眼下终于盼来了，可不得赶紧出来瞧瞧。是啊，不出来看看朕今晚怕是睡不着了，快给朕抱抱。我说老大，我生闺女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？拿来吧你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别再问一些没脑子的话了。这闺女又不是我一个人盼着，是魏家列祖列宗，是整个蜀国都在盼着的小心肝啊。人每生8个儿子就会年轻10岁，人家都是10月怀胎，他却只用1个礼拜，短短3年里把王府的院子硬生生住满了娃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么多娃娃里竟然没有一个女儿。就在夫妻俩决定停止批量生产时，一个女娃降临在了他们的头上。哟，还睁着大眼睛看黄伯伯呢，这丫头的眼睛真好看。一看这个黄伯伯，他俩就不是什么好人，看我怎么讹他们一下。皇上您快看，小家伙冲咱们笑呢，可真有意思，不哭不闹的乖巧极了。皇后喜欢的不得了，随手取下了自己发髻上的翡翠发簪，拿到孩子面前逗乐。襁褓中的小石头睁着一双大眼睛，盯着那翡翠发簪笑个不停。皇嫂，她大概是喜欢你的发簪。不行，我自己的闺女都还没冲我笑过呢，我家闺女的笑是要收钱的，不能白笑了。小家伙是喜欢本宫的发簪吗？快把发簪给她，
难得小家伙喜欢，小东西喜欢值钱的玩意儿啊。那你做黄伯伯的公主好不好？跟黄伯伯进宫去，整个蜀国的金银财宝都是你的，好不好呀？真的小公主是个好主意，带到宫里头养着，就养在凤仪宫，臣妾亲自。你们真是做梦，我就知道你们俩不安好心，想抢我闺女没门。三弟你莫激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门就在你俩后面，回宫去吧。还是不是亲兄弟了？从小到大朕对你如何，你心里头有数吧？旁的不说，光是你不肯背书被父皇打骂的那会儿，朕为你受了多少罪？你撇下父皇母后，非要周游列国的时候，朕为你说了多少好话？你可不能忘了，这丫头是咱们皇室500年来唯一的姑娘，可得好生养着。朕想过了，你把孩子给朕，朕封她为公主，咱们举国同庆，大赦天下。是啊，三弟，你就听皇上的吧。眼下多一个姑娘，岂不是得让三弟妹劳累？你们当真闲着是吧？闲着没事儿干，就回宫自己造娃娃去。我们家不怕劳累，为了这个闺女，我和凤华1年床榻就坏了10个，劳累死了也值得。咱们兄弟俩什么都好谈，唯独闺女的事儿不能谈。你们快回吧，本王要带着我的小宝贝睡觉了。第二天，小石头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装到了一个木桶里，木桶一颠一颠的，像是被人提着。我不是和娘亲还有爹爹在一起睡觉吗？怎么跑到一个桶里了？三爷，咱们不会被打死吧？小郡主可不仅是咱们王府的心肝宝贝儿，还是宫里头的宝贝疙瘩。咱们这样偷偷把小郡主带出来，要是被王爷和王妃他们知道了，肯定会把奴才的皮儿给扒了的。阿江，你会不会说话？这是我亲妹妹，怎么能用偷这个字呢？我这是尽一个哥哥的责任，带妹妹出来玩耍的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！奴才求求您了，咱们别去了，快把小郡主带回王府吧，奴才害怕。小爷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放心好了，爹爹今日要在宫里陪皇祖母用午膳，皇祖母那么唠叨，每2个时辰是不会放爹爹走的。我都跟孟运河说好了，我们要赌妹妹的，等一决胜负，我们再赶紧把妹妹送回去，这样就不会有事了。就这样，主仆2人带着一个木桶，鬼鬼祟祟从后院的狗洞爬了出去，一路往醉仙楼的方向赶。等到2人走到一个深巷里，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吓傻了。只见地上一具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，吓得魏清华怀里的木桶瞬间掉在了地上。我说三哥，你这样整我，我恐怕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又来了2个不要命的崽子。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位大侠，你放我们走，我身上有钱，我都给你。大侠，你看看够不够？不够我回家给你拿。此时魏清华心脏都要跳了出来，但还是勇敢把钱袋子丢了过去。蒙面黑衣人许是没想到魏清华会来这一套，稍稍有些愣住，趁机抱起木桶转身就要跑，却被蒙面黑衣人一个空翻拦住了去路。小兔崽子，跟老子玩花样是吗？蒙面黑衣人目光冰寒，手中的大刀直直往魏清华的脑袋飞去。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颗石子，让大刀稍稍偏离了原来的轨迹，从魏清华的耳旁险险划过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下全都拉在裤兜里了。只见又一群黑衣人从天而降，他们一个个戴着面具，越过魏清华和阿江，与身后的那群蒙面黑衣人打斗起来。妹妹不要害怕，三哥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带你回家。三哥不跟姓孟的比谁的妹妹漂亮了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方才不是跑得挺快的吗？你别过来！小兔崽子，竟敢把灵剑山的人往老子这头移，老子和弟兄们活不了，你们仨也休想活。神什么剑什么山啊？我们不认识，你搞错了。对，搞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是逍遥王府的人，我后头的人是逍遥王爷的儿女，你杀了我们没好处的，我们王爷是不会放过。老子管你们什么王不王的，就算是阎罗王来了，要的也是你们的命。大哥饶命，妹妹是三哥对不住你，你这好不容易才投胎到我们魏家，还没满月呢，三哥就要带着你去找孟婆讨汤喝了。会不会被砍死我不知道，但我很快就被自己的亲哥哥捂死了。我弟乖乖哟，这救命恩人的动作也太漂亮太利索了吧，他才几岁啊？你们没事儿吧？有事儿，我和我妹妹都闹裤子了。少主，我们有要事在身，还是快走吧。恩公，你还没告诉我您的名字儿呢，这样以后我们兄妹怎么学恩公报恩呢？顺手而已，不必记在心上。女人一胎生了9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3年后，产房再次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500年皇族终于迎来了一个宝贝闺女，殊不知小家伙第2天就失踪了。不是说你们王府铜墙铁壁，谁也进不来吗？朕要如何跟魏家的列祖列宗交代？丢的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黄伯伯，
爹爹，你们在干嘛？小石头，爹爹的小心肝儿啊！清华呀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贼人抓到了没有？朕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掳走我魏家的孩子！贼人呢？快将贼人带上来，本王要将那贼人碎尸万段。魏清华身子一颤，而跟着回来的羽林军虽见过不少大阵仗，但着实没见过皇帝和逍遥王爷打架。一想到三公子和小郡主失踪的真正原因，实在有些难以开口。回皇上，回王爷话，贼人并未抓到。怎么回事？还是让阿青自己来说吧。太子哥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，不然这回肯定死定了。我魏家的骨血素来敢做敢当，你还是自己乖乖承认吧。爹爹的小心肝啊，你可急死爹爹了！我们小石头好可怜哟，都被吓坏了吧？真是心疼死爹爹了。我说阿奇，你都哭一个多时辰了，咱们闺女平安回来了就好，以后咱们小心些就是了。哼，还要怎么小心？都说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咱们家出了个贼子，还专门偷小孩，你让我如何小心？一旁的老大魏木华和老二魏思华一直守着，一想到三弟还在院子里淋着大雨，就不由自主的心疼。两人愣是没找到机会开口求情。如今听见逍遥王主动提起了魏清华，兄弟俩相互看了对方一眼，给对方频频使眼色。你去，你素来会说话。你去，你素来稳重，爹爹听你的。哦，还是你去，你性子最像爹爹，爹爹疼你。你去吧，你是嫡长子，是老大，要做好榜样。唉，爹爹，娘亲，这雨下了那么长时间，反而越下越大了，看样子今夜怕是不会停了。怎么了？这雨下的拦了你们的路了吗？让你们回不了屋了吗？滚！别在这碍老子的眼。爹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爹，我们碍眼吗？您老好像压根就没看到我们吧？去，一边站着去，不许靠近我的心肝宝贝。你们这几个兔崽子，没一个会心疼妹妹的，还杵着做什么？嫌天色不够晚是吗？爹爹，老三还在前院跪着呢。今日这件事啊，他确实是大错特错，该罚。但眼下这雨下得太大了，儿子怕。你怕什么？怕他会被雨淋死吗？还是怕他会被雷劈死？你要记住，老三他今年才7岁，这么小的年纪就敢做出这样大胆的事儿，你当怕他不记教训才对。爹爹说的是，但老三身上还有伤呢。儿子方才路过前院时，发现老三伤得不轻，连门牙都没了。眼下雨这样大，若是再着了风寒，感染了伤口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哼，他就算是病死了，也得受这个罚。他是男儿郎，这件事儿因他而起，他就得担责。你们不必在我面前为他求情，让他罚跪的人是当今皇上，不是我。我没那么大的胆子敢抗旨不遵。你还没胆子呢，跟黄伯伯干架那回啊，都把厅里的桌椅干散架了，这叫没胆子吗？黄伯伯是说了让老三罚跪一宿，但也没说的让他淋一宿的雨啊。是啊，眼下这雨怕是不会停了，咱们先让老三回屋换个衣裳，再去前厅接着跪吗？天子的旨意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爹爹和娘亲总不愿意寻回了女儿，又罚死了一个儿子吧。院子里，魏清华跪在院子的中央已经2个多时辰，身子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脸色惨白，嘴唇乌青。狂风暴雨中，小小的人儿摇摇欲坠，不知何时就会倒下。而他的身后是被打完了20个板子，却依旧要陪着主子受罚的阿娇，以及已经被皇帝下令处死的4个婆子的尸首。照顾郡主的婆子们疏于职守，险些酿成大祸，当场处死，以儆效尤。三公子性子顽劣，须得好好管教，罚他跪上一宿，仔细反省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。书童阿江没能劝住主子，反而跟着主子一起胡闹，隐瞒不报，杖责2世，陪跪一宿。短短几句话，便是皇帝对魏清华等人此次事件的处罚，甚至还吩咐到把尸首晾着，明日再丢去乱葬岗，让三公子好好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。仅凭着一己之力，就送了那么多人上黄泉。看这个婴儿很普通，只要能抱上10分钟就会好运一整年。这不小公主百日宴，全皇宫的妃嫔挨个挤破头的要抱抱。别不相信，小家伙能给点赞的你带来福运。皇宫太和殿，太后娘娘和帝后以及宫中的妃嫔们、皇子们，一个个打扮的又隆重又喜庆，喜迎小郡主的到来，个个都在排队要抱小郡主沾沾福气。这谁呀？抱完了没？快把小郡主给我，让我也沾沾喜气。嘉贵人，我才刚刚抱了暖宝没多久呢，再让我抱抱。是张贵嫔呀，我倒说谁会这么不懂事，抱着小郡主就不撒手了。这宫里头谁不知道小郡主是大家伙儿盼了500年才盼来的，多抱抱小郡主就能多沾小郡主的福气。你倒好，偏要霸占着小郡主不放，就你那身子骨还能生吗？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
我忘了，你兴许能生呢，毕竟千金一手张太医就是你的伯父啊，可还能生又如何？你有恩宠吗？皇上现在1个月去你宫里几回呀？要我说啊，你自己都有儿子了，就别再想着生闺女的事儿了，快把小郡主让我抱抱。没关系，家娘娘知道咱们的小石头不是故意的。这位娘娘身上的味道香得过头了，一点也不好闻，嘴巴厉害又不可爱，她还骂我们的张娘娘，该教训。哎呦，还是把小石头给我吧。逍遥王妃早就想把闺女抱回来了，奈何宫中的娘娘们都像着了魔一样，非得一个个抱一抱小石头。逍遥王妃把小石头抱回了自己怀里，谁也不给。这丫头许是瞧见各位娘娘小主都喜欢她，高兴的有些撒野了。嘉贵人，你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小郡主活泼着呢，我就当练习脸部肌肉了。哎呀，这个娘娘耳环好好看呀，不过我今天收了好多贺礼哟，就先不眼馋了。但是你可别再瞎蹦跶了，再胡乱欺负人，我就要伸出我的魔爪爪了。小家伙话音刚落，他的魔爪还没伸出去，嘉贵人的魔爪就伸了过来。来，小郡主，快让我再抱抱。不要，我才不给你抱了。眼瞧着那熏死人的香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小石头连连挥手拒绝。嘉贵人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看来是被打怕了，面子上过不去不说，还憋了一肚子的气，瞟了张贵嫔一眼，开始阴阳怪气说道：真是晦气，也不知张贵嫔是不是给小郡主下了什么药？怎么你抱过小郡主后，小郡主就不要别人抱了？嘉贵人，说话的有证据，小郡主是什么身份？下药这么大的锅，我可背不得。那为何你抱小郡主之后，她就不要我抱了？你说不出来，那就是你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了。这一刻，小石头实在忍不下去，直接干嚎了起来，用自己最有力的武器来对付这难缠的家伙。小家伙一直盯着嘉贵人都不敢挪眼，一不小心目光就全部集中到了嘉贵人的耳环上。小郡主这是怎么了？我不就是骂了2句张贵嫔吗？也没得罪小郡主啊，小郡主怎么还哭上了？逍遥王妃垂眸，瞅了一眼小石头那双根本就没有眼泪的大眼睛，再看看他的目光，立即就秒懂小家伙是什么心思了。嘉贵人今日戴的这对耳环可真漂亮。那当然，这可是皇上赏的。小丫头怕是瞧上嘉贵人的耳环了。您可真是我的好娘亲耶，我都没好意思开口，您就知道我心思了。行吧，反正这个嘉贵人也不讨喜，一直欺负张娘娘呢，那给她一个教训也好。如此想着，小石头立即就开始打起了配合，朝着嘉贵人伸出小手手。小郡主可真会挑，嘉贵人的那对耳环可是你黄伯伯赏赐的，据说那珍珠还是从南清国过来的呢。若嘉贵人舍不得把耳环给你呀，你也别难过，来，由娘娘给你玉镯，咱们小郡主可不能哭了，要乖乖的哟。哇，意外的收获，谢谢刘娘娘呀，您跟您的好蛋儿真是太大方了。谁说我舍不得了？刘贵妃，你这老女人，不就是嫉妒我比你年轻又得了皇上宠爱吗？竟处处寻我麻烦。我只是寻思着这玩意儿我带过，再给小郡主怕是不好。既然小郡主喜欢又不嫌弃，那我给她就是了。话音一落，嘉贵人迅速摘下珍珠耳环，笑脸盈盈过来逗乐着小石头。小郡主呀，快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嘉娘娘给你的耳环哟，好看不好看？你喜不喜欢嘉娘娘呀？这警示也不错呀，快离我远点，要不然小心你的宝贝儿。吼，你这个小仙人，平常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仗着自己与本宫年轻时有几分相似，便处处与本宫争宠，不敬本宫。如今本宫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应对小郡主这个精灵怪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嘉贵人全身上下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被小石头扒了个干干净净。一旁的刘贵妃是越想越开心。刘娘娘，您可真是打得一手好辅助呀。待宴席结束后，小石头收获满满，足足装了有10辆的马车，每一辆车上都装满了百日贺礼。之前给闺女准备的小院恐怕不够大，找时间得把院墙拆了，将旁边的院子也纳进来。我瞧着咱们闺女敛财的本事儿不小，得赶紧把那院子修建成库房，专门给她囤放宝贝。凤华，你得看住家中那3个臭小子，妹妹的东西他们一样不能动。阿奇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些宝贝儿都是咱家闺女的，老大、老二和老三若是敢动一下，以后就不给他们娶媳妇儿了。咱们闺女今天挣这些宝贝儿不容易，都哭了好几回呢。那可不，我心都要碎了。咱们得把她的宝贝儿看好了，等她长大了以后，完好无损交给她。小乖乖，你放心哟，爹爹和娘亲会帮你守好你的小宝贝的。你要快快长大，长大了才能自己守财才有。还是长得慢一些吧，姑娘家的长大了就得嫁人了。还真是，小宝贝不还是慢一点长大吧。见过堂兄妹定娃娃亲这种离谱的事吗？皇宫30个妃子不仅生不出一个女儿，反而近1年连身孕都怀不上。别人都是一孕难求，而她却是天天怀孕。就在王府100年才修来的女娃周岁宴上，皇后的这番操作可谓相当炸裂。对了，还有个物件没放上去呢，就是这个。皇嫂，
您这是何意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咱们先试试吗？毕竟太子的亲事不也还没定呢。对，这叫亲上加亲。反正咱们谁也舍不得小石头以后嫁出去，倒不如让她从王府嫁到宫里去。哼，现在不让朕把小石头带回宫养，那朕就让小石头以后入住宫里。小石头不当公主，也可以当太子妃嘛。哼，这绝不可能！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别说他们是兄妹，就算不是，你也休想。你儿子大我闺女10来岁，兔子要吃窝边草，也不见得要吃这么嫩的草芽子吧？就是，等我们闺女能嫁人的时候，你儿子都是老男人了。黄伯伯、黄伯娘，你二老没搞错吧？是说太子哥哥吗？哎，大人们的世界可太不单纯了。我拿二老当黄伯、黄伯娘，二老却想当我的公爹和婆婆。黄伯伯，你不讲伦理，小心到时候被雷劈呀！到时候别说生闺女了，搞不好连儿子都没有要。哼，我不要太子蝈蝈。好，咱们不要太子哥哥，父王以后给你找更好的。哼！见状，逍遥王也完全没了心思，怒喝把皇上和皇后娘娘打回了皇宫。小石头周岁宴过后没几天，逍遥王府又有了一件大喜事。咱们小石头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呀？娘亲又怀身孕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眼看我自己还是个宝宝，这马上又要当姐姐了。你个小丫头，你以为姐姐那么好当呀？不怕爹爹和娘亲有了小弟弟小妹妹后就不疼你吗？会不疼我吗？你们舍不得呢，毕竟我那么可爱。你看看你那3个哥哥，天天都挨骂的，你们仨都杵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滚出去！你们娘亲刚刚怀有身孕，得好好歇息，少在这里碍眼又碍事儿。老爹这是更年期到了吗？我们做错事儿了吗？怎么站着不动也中枪？这个老魏今天火烧屁股了吧？逍遥王妃朝着逍遥王轻轻摇了摇头，交代魏木华3兄弟把小石头带出去玩，才说道：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好受，儿子也就罢了，你若不高兴骂他们几句解解气也好，可方才小石头还在呢，那么大的嗓门也不怕吓坏了闺女，就算闺女难判，小石头不是也照样投胎来当咱们的孩子了吗？万一咱们就是运气好，又生了个女儿，那也是好事呀。若还是个女儿，咱们就直接把她送到宫里头去，省得皇兄和皇嫂天天跟我们抢小石头。就在逍遥王和逍遥王妃正火热聊着时候，殊不知3个小家伙已经将小石头带到了皇宫里。我管你是谁，反正不许碰我。老五，你干什么？她是我们的妹妹。小石头有没有受伤？痛不痛啊？我警告你，这是我哥哥，你以后不许再让他抱抱了，知道吗？老五，你干嘛呢？你信不信我揍你呢？亲话个坏，不是好东西。出去跟妹妹道歉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明艳大方的女子正气匆匆地走来，整个人看起来雍容华贵，气质不凡。刘娘娘好呀！母妃，有人欺负我母妃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肝哟！我到底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？呀，让刘娘娘看看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家小石头吗？小石头想刘娘娘了，所以想进宫看看你。我们家小石头真是乖，刘娘娘没白疼你，刘娘娘也想小石头呢。老五怎么哭了？可是你母妃罚你了。父皇，事情可比犯错还严重，我的母妃和哥哥都被别人拐走了。小石头呀，你怎么进宫了？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来，让皇祖母好好看看，皇祖母天天都盼着见到你。皇祖母我也是呀，所以这不来给皇祖母请安安了吗？哎呦，小石头那么乖乖呀！皇帝，阿奇和阿奇媳妇怎么不在？你要哀家怎么说你好？那么大个人了，非要再跟你弟弟打一架吗？皇帝有些冤枉，虽然他不怕再干一架，但也不愿意被自家母亲当孩子一样，于是连忙瞟了魏景贤和魏清华一眼，示意2个小家伙快站出来说话。皇祖母，妹妹是孙儿和阿青带来的。对的，是小石头想皇祖母了。皇祖母放心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宝宝了，爹爹知道我们进宫的。我说你个小人精，你才1岁大的娃娃怎么就不是宝宝啊？才不是了呢，我很快就会当姐姐啦，我也有弟弟妹妹了，就在娘亲的肚肚里。这个小女孩竟是皇族500年唯一的女娃，本以为她的出生会让爹娘停止造娃娃，不料却继108个儿子后又怀上了。我很快就会当姐姐啦，我也有弟弟妹妹了，就在娘亲的肚肚里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，大夫都来把过脉了。好啊，这个阿奇和弟妹可真有福气的，这才多久又怀上了，真希望他们再给咱们魏家生个闺女出来。是啊，
几百年来咱们魏家可真是阳盛阴衰了，若是能再添个闺女，那就是顶好的事儿了。哎呦，我们家小石头要当姐姐了，高兴吗？当然高兴了呀，王伯伯，你看咱俩这么高兴，你要不要表示一下呢？呦，你想黄伯伯怎么表示呀？就是王伯伯，你还有几个金鸡牌牌吗？什么牌牌？牌呀，就是牌牌，金鸡牌牌呀，就是几个皇子蝈蝈都有的金鸡牌牌。父皇，小石头妹妹说的是这个金牌。刚才我带妹妹出王府时，儿臣跟守门的门房出示过金牌，妹妹瞧见了就一直闹着想要，儿臣没法子，只能拉父皇出来挡了。王伯伯就是那个，我也想要。老二，把你的金牌给小石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妹妹说想要吗？快拿来给妹妹玩玩。那玩完了会还回来吗？不是玩玩哟，洗完一辈子哟，到我手里就是我的了。长大以后还得靠这玩意儿为所欲为呢。只要你以后能常进宫呀，这金牌你拿多久都行，黄伯伯肯定不往回收的。老二，把你手上的金牌给妹妹吧。父皇，儿臣以后还得常去逍遥王府呢。您看看今日这虽然是妹妹自己要进宫的，但若没有金牌的话，咱们也出不来呀。所以这金牌还是留在儿臣身边吧。老二说的有道理，以后小石头身上也有金牌了，再出王府时你就叫他自己出示金牌吧。魏景贤十分不舍地将金牌送到小石头的手里，一脸既无奈又想哭的模样。谢谢儿皇起蝈蝈呀。父皇，今日暖宝可是儿臣带来的，您是不是得意思意思？行了，朕知道你想说什么，给你1000两白银随便花。儿臣谢父皇。小石头在慈宁宫里玩到了申时木，便很乖巧的要回家了。皇帝连忙派人备了马车装满贺礼，护送小家伙回王府。王爷，这是太后娘娘赏赐给王妃娘娘的物件儿。这不过节不过年的，又没什么大喜事儿，母后怎么突然给起赏赐了？王爷，老奴手中的礼也是给娘娘的。这一下夫妻二人更疑惑了，进宫的是儿子跟女儿，怎么赏赐进到了大人的身上？还一下来了2份。直到容嬷嬷当众打开了锦盒，露出了一只个头肥厚的人参，才说道：王爷，王妃娘娘，这是前些日子太后娘娘新得的百年野山参，最是安神补气。太后娘娘说王妃娘娘为王爷开枝散叶着实辛苦，这一只野山参就留在逍遥王府里，待娘娘平安诞下这一胎后，好用来补气养身子。老奴这里是百年何首乌，皇上说了，何首乌最是安胎，可以让。闭嘴！什么安胎不安胎的，你们怕是搞错了。快走快走，把你们的何首乌和人参都带走，我们王府不缺。王爷，您这不是为难奴才吗？王妃娘娘，您就收下吧。皇上知道您又有孕后，可高兴坏了，说您是魏家皇室的大功臣。对，太后娘娘也高兴着呢。她老人家的意思跟皇上是一样。无奈之下，逍遥王妃只好命下人收了赏赐。再看看逍遥王的脸色，那叫一个臭，连忙笑看了几个孩子一眼，安慰逍遥王：肯定是孩子们嘴快，藏不住秘密罢了。我这肚子迟早会大，母后和皇兄他们总是要知道的。哼，你们仨老实交代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是妹妹先说的。对的，洗我，爹爹娘亲，小石头能干干哟。好消息都告诉皇祖母和皇伯伯了。泄密的人怎么会是女儿呢？如果是儿子就好了，不仅能骂，还能揍一顿。王爷，皇上还让老奴转告您，可一定得仔细照顾好王妃娘娘，莫出了什么差错，也莫忘了您跟皇上的约定。皇上说他会尽早安排好一切，就等着这孩子了。哼，快给本王滚！是王爷。老实说，你们什么约定？没什么约定。你有事儿瞒我？什么叫安排好一切？什么又叫等着这个孩子？你随我回屋。虽然我现在有身孕，但也一样能榨干你。凤华，你听我说嘛。蝈蝈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呀？别，我可不想找死。妹妹，你记住喽，以后但凡遇到这种娘亲快步在前走，爹爹着急在后追的情况，咱们就躲得远远的。爹爹，我来啦！竟敢阻拦陛下圣驾，还不速速退下！哥哥，你别凶嘛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来找爹爹的。让朕看看是哪里蹦出来的小奶娃，敢挡着朕的去路！爹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何人？爹爹，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呀，我叫小石头。
小石头终于找到爹爹了，再也不用和流浪狗抢饭吃了。朕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流落在外的女儿？那爹爹现在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就不怕朕杀了你吗？爹爹，你不能杀小石头的，因为我是爹爹的小福星。如果杀了我，就没有人可以保护爹爹了。其实我是天上来的小神仙。你这是把朕当成傻子吗？真的，爹爹你要相信我呀。小家伙吧嗒吧嗒一阵输出，暴君皇上向来疑心病重，连身边的心腹都未能完全信任，对这个突然冒出的小团子更是持有怀疑。小团子历尽艰辛，终于成功混上了暴君爹爹的马车。爹爹，这个甜甜糕真的好好吃，你也尝尝。朕不爱吃这些甜食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呀，那没关系，小石头替爹爹吃。爹爹不好了，我吃噎着了，快喂我喝水水。真是个蠢货，吃个糕点还能被噎到，怎么不蠢死算了？小团子这一觉睡得很沉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那个陪在他身边的暴君爹爹也没了身影。见过小主子，奴婢名唤月枝，是皇上派来照顾您衣食起居的宫女。月枝姐姐，小石头的爹爹呢？陛下在前殿与几位大人议事，小主子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奴婢便是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月枝姐姐带我去宫里游玩呗，我对爹爹的皇宫还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是，小主子，奴婢这就带您去。月枝带着小石头刚踏入后花园，就听到一阵吵闹声，不远处几个宫女和太监齐齐围在一棵桃树下，正手忙脚乱地张开双臂，一边接住树上掉落的桃子，一边苦苦哀求着让殿下赶紧下来。只见八皇子坐在树杈上正吃着桃子，一脸得意之色。我说你们少啰嗦了，只要你们不说，母妃怎么会知道我偷偷逃学了？难道还有其他人看见吗？草丛里是谁？小石头什么也没看见。你给本殿下站住！你们这些蠢货奴才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本殿下拦住他！是，殿下。再跑啊！本殿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奴婢参见八皇子，还请八皇子息怒。我们小主子无意闯入，不是故意偷听您说话的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叫什么名字？哥哥，我叫小石头。你这一声哥哥叫的我属实心里有些麻酥酥的。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吗？小石头没有听见哥哥逃学了呀。我什么也没说。哥哥，小石头可以走了吗？等等，这个桃子给你，吃了我的桃子，咱们就是一伙的了。你不要把今天的事说出去，以后我还给你摘桃子吃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小石头听见了，我是不会说的。那哥哥，小石头可以走了吗？去吧去吧。你这是哪来的桃子？果园摘的。陛下，今日八皇子又逃学了，就是去的果园。小石头，你今日见到了八皇子了吗？得有圣，传朕旨意，命八皇子将《三字经》誊抄10遍，什么时候抄好再去学堂。顺便告诉贵妃，若再教育不好八皇子，这学堂就不用再上了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奴才还有一事要禀报。今日宫中许多娘娘都向奴才打探小主子的身份，就连贵妃娘娘也遣人来问了。哦，是吗？朕要看看他们一个个能掀起什么风浪。后宫80个妃子生了158个儿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皇上一心苦求闺女，却夜夜被迫当新郎。2个月不仅战败了15张床榻，并且诏令全皇宫的部下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生产铝合金床板，发誓不生闺女不罢休。3年后，皇宫一处墙角旁，一个3岁小奶娃正在用力地挖墙，短短1个月时间被他挖了30多个洞，只为钻墙进去找爹爹。此时寝殿的床底，小家伙正窝在地上等待着时机。爹爹，这是哪来的声音？爹爹是我呀，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吗？你是谁？爹爹，我是小石头呀，是你可爱的小棉袄呀。你是哪位妃子的女儿？朕怎么从没见过你？我就是我娘亲生的呀，难不成是鱼生的吗？你身上为何这么脏兮兮的，而且长得还这么丑？小石头不丑的，我跟爹爹一样好看的。你确定跟朕一样好看吗？真的，爹爹，我要骗你，我是小狗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
为什么会躲在朕的床下？我系从洞洞里钻进来的，我连续扒了1个月的洞洞，这次终于找对房间了。你刚才说的什么洞？在哪里？就在外面呀。小石头带爹爹去看看。不一会，小家伙领着皇上来到一处宫墙旁，只见半米宽的洞旁站着一位公公在瑟瑟发抖。皇上瞬间也惊掉了下巴，如此坚不可摧的宫墙，竟然被一个3岁奶娃刨出这么大一个洞。小公主好，我抱你好。什么小公主？你哪只眼看见她是公主了？奴才2只眼睛都看见了，小公主的眼睛跟陛下是一模一样。爹爹看吧，我就说我是你的亲闺女，你还不相信？小臣子，朕看你现在话是越来越多了，给朕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宫墙下有这样一个洞，巡逻侍卫的眼睛都瞎了吗？是奴才该死，1个时辰前奴才巡视的时候还没有呢。哈哈，这是小石头刚刚刨出来的哟，一圈的泥土都还很热乎着呢。爹爹要不要钻一下试试？可过瘾了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你刨出来的？你是狗吗？对呀对呀，要不小石头现场再给爹爹刨一个。不，朕怕皇宫的墙经不住你这么挖，朕就不明白了。就算是狗也没有能力将这样的宫墙刨出来一个这样的洞。小石头才不系狗狗，小石头系爹爹的小棉袄。你的娘亲是谁？娘亲说不要小石头了，娘亲还说爹爹要系不要我了，我就会变成小乞丐了。所以你的娘亲到底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耍朕吗？还是你是傻子，连你自己的娘是谁都不知道？哎呦，陛下啊，有话好好说，小公主还是个孩子，你这样会吓到她的。你给我闭嘴，整天这么聒噪，当心朕缝了你的嘴巴。说你娘到底是谁？不然朕就让你出不了这个宫门。小石头真的不知道，小石头只知道娘亲叫娘亲，这次也是娘亲让我来找爹爹的。那你娘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爹爹，小石头虽然不知道，可是娘亲有话让小石头带给爹爹的。那就速快说来，再跟朕耍小聪明，看朕怎么收拾你。我娘亲说，君莫尘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牛马，这个丫头是你的亲闺女，你要是要就留着，要是不要就扔去乞丐窝里。老娘给你一句忠告，你的妃子这么多，早晚会死在女人的身上。话音一落，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固了。君莫尘身上萦绕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，陈公公也被这惊骇的话语给吓住了。没想到小娃娃的娘亲如此大胆，教他说这些。好，很好，陈公公，把这个小屁孩安排住进幽灵殿。皇上，幽灵殿那可是……怎么？你敢质疑朕的话是吗？奴才不敢。带这个小屁孩下去，不要再出现在朕的面前。谢谢爹爹给我安排住的地方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。伯伯，快带我去幽灵殿吧，我想睡觉觉了。3岁女孩只因偷看皇帝老爹教训大臣，竟意外拥有召唤雷公殿的能力。本想帮皇帝老爹收拾罪权，却意外炸了金銮殿。殊不知这些操作居然让父女俩的感情火速升温。爹爹不生气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小石头想爹爹了，所以就来找爹爹了。小石头帮你报球球。哟呵，你要如何帮朕报仇？小石头本事很大的呢。哼，就是你让我爹爹生气的嘛。雷雷，劈他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顿时文武百官都在原地石化，他们目瞪口呆地看了看上面的皇上，又看了看旁边彻底炸毁且冒着黑烟的龙椅，最后都把目光投在了傻眼的小奶娃身上。皇上，小公主不是故意的，她出发点也是好的，只是想帮陛下报仇，没想到却……没想到差点劈死朕吗？爹爹对不起，我这是第一次用，还有些不熟练，我再多试几次就好了。啊！爹爹放心，小石头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雷雷，劈他！朕的金銮殿已经被你彻底毁了，你是不是要把整个皇宫里全毁了才开心？爹爹，小石头不是故意的，你开心点了。你把朕的金銮殿炸成这样，你让朕如何开心起来？此刻的君莫尘周身强大的气压往外释放，左手握得咯吱咯吱响，最后终于忍不住抬了起来。陈公公见皇上要打小公主，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将小石头抱在了怀里。皇上，小公主真不是故意的，就饶了小公主这一次吧。给我放下她，不然朕连你一起处置。皇上，小公主一切都是出于对您的孝心啊，是想帮你，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是呀是呀，爹爹对不起，小石头知道错了。朕可以不打你，但必须要惩罚你。虽说你是公主，可看你的样子，十足的野丫头。从今天开始，把你四书抄3遍，抄不完不许出寝宫。爹爹，
女四叔喜什么啦？而且我还不会写字呢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你大黄姐在3岁的时候已经是个小才女了。小石头不笨哒，不会写字细不细就不用抄了啊。陈公公见不得小公主这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向皇上求情后，无果只好抱着小公主默默的离开。幽灵殿里，小石头坐在书桌旁，认认真真照葫芦画瓢了已经半个时辰，这会儿实在是坚持不下，便丢下了手中的毛笔，拿起小风筝闷头的往外跑。刚到门口，却撞到人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你这小娃怎么回事？没长眼睛吗？我们大公主可是金贵之躯，要是撞伤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算了，林香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君雪柔穿着流彩云锦宫装，端庄优雅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，十分恬静美好。虽然才年仅11，可也掩盖不住她逐渐的日后风姿。真对不起，我刚才没有看到你，有没有摔疼？姐姐，我叫小石头。原来你就是父皇说的小公主，我是你大黄姐。哇哦，我终于有姐姐啦！一番对话后，君雪柔得知父皇惩罚小公主在抄书，表示要帮小公主完成作业。书房里，君雪柔将小石头写好字的纸揉成一团，一个眼神告诉宫女林香前往皇上的御书房告状。就这样，君雪柔在屋里挥着毛笔抄书，小石头则在院子里放起了风筝。这一幕正在被赶来的皇上撞见，君莫尘心头萦绕着一股无名火。林香见此，趁机说道：“陛下看见了吧？小公主让大公主帮她抄女四书，自己却在那里玩。爹爹，你吸过来看小石头的吗？”殊不知君莫尘内心已经火冒三丈，一个转身迈着大步朝屋子里走去。桌前正在写字的君雪柔已经知道父皇过来，小手轻轻抵在唇边，轻轻咳嗽了2声。君莫尘看向桌面，旁边摆放的是已经抄好的女四书，上面的字体娟秀清新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大女儿的字迹。君雪柔看见父皇的脸色，心里偷偷一笑，面容依然温柔恬静。父皇，小石头妹妹不愿意写，所以便让儿臣帮忙的。父皇千万别怪妹妹。是啊，小公主，刚才大公主就劝说你不能这样做，可你执意说陛下是不会知道的。就因为你说的这句话，尽管大公主身子不舒服，还是帮你抄了。爹爹，不是他们说的这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明明就是大黄姐主动说要帮我写的，你现在为什么要骗人？小石头如果没有让我帮忙，这里怎么都会是我抄的女四书呢？你让我帮忙，我一句话没说就帮忙，没想到你还不承认。小公主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大公主不顾自己的身体都要帮你抄，没想到你却这样。我木有，你们骗人，你们是骗纸。爹爹，我真的木有。那你说说，这上面的字迹为何都是你大黄姐的？是大黄姐说要帮我的，不过爹爹，我也有写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写的找出来给朕看看。我写的被大黄姐撕掉鸟，她说我写的字太吵，爹爹看了一定会生气的。父皇，就当妹妹说的是真的吧，儿臣无所谓了。小石头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，这才不过进宫第1天就已经如此嚣张，日后还了得？你现在就滚出皇宫，朕不留你了。爹爹，小石头木有骗你，我真的也写字鸟，真的被大黄姐撕掉人，也是她自己说要帮我写的。爹爹为什么不相信我哩？你们是坏人，爹爹也是坏人。朕的皇宫没有办法将你留下，你快走吧。君雪柔大喜，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略施小计会让父皇狠狠教训这个臭丫头一顿，没想到却是让她离开皇宫，这简直就是意外中的惊喜。君莫尘幽邃的紫色瞳孔布满愤怒和失望，他生气的拂袖转身，大步朝着外面走去。君雪柔丢给小石头一个得意的眼神，便也跟在后面离开。幽灵殿外，君雪柔站在君莫尘的身边，正欲抬起手抚向额角，却没想到动作幅度过大，刚才被他揉成一团的纸就这样从袖口里掉了出来。君雪柔脸色大变，她正想捡起来，却被君莫尘已经将纸团拿在了手中。这是什么？父皇，这是。君莫尘看着上面的字迹，发现是女诫的内容，字体歪歪扭扭，丑到极致，但也不难看出这些丑字在写的时候也是极为认真。这是那小屁孩写的对吗？此刻的君莫尘抬眸看向脸色发白心虚的君雪柔，眸中蹦出摄人的寒意。所以刚才小屁孩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你提议要帮他写，还把他写好的字给撕了，也是你让林香去给朕通风报信，让朕过来可以及时看到这一切，是吗？父皇，儿臣。由于君雪柔心里过于慌张，因此紧张过度，就这么晕了过去。女孩每次回家却只能钻狗洞，并且一个狗洞只钻1次。奇怪的是，皇帝老爹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守在狗洞旁等着闺女。就在刚刚皇帝老爹错怪小公主后，他便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。小石头一边刨墙一边哽咽的自言自语，不一会儿墙根下面便刨出了一个小洞，小屁屁扭了扭一个机灵，从洞里钻了出去。后脚君莫尘便带着陈公公翻遍了整个皇宫，走到墙边，一个没眼看到面前的狗。
没想到这个小屁孩真的走了。陛下，小公主还是个孩子，走不了多远的。现在派人出去，很快就能找回来。哼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给朕出去找！是，皇上。与此同时，让众人心急如焚要找的小奶娃正在大街上悠哉的晃悠。果然，伤心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此时，小奶娃被大街上的热闹给吸引住。没一会，小石头停在了卖糖葫芦的爷爷的跟前，从兜里掏出一颗24K 的钻石大珍珠，呢喃道：“爷爷，我想吃糖葫芦，我这颗大珍珠能买到你一根糖葫芦吗？”爷爷，吸不够啊？不够的话，我还有很多呀。不，孩子，你这太贵重了，就算把我这里的糖葫芦全都买走，也不需要这么多的。哎，那怎么办啊？孩子，这串送给你，就当是爷爷请你吃了。不行啦，娘亲说不能白吃别人东西的。爷爷，这个珠珠给你。小石头接过爷爷给他的糖葫芦，舔了舔粉嘟嘟的小嘴巴，粉粉的小舌头舔了下糖葫芦，甜丝丝的感觉进入嘴里，开心的要起飞。这时，一个中年男子突然过来，将正在开心吃糖葫芦的小石头抱在了怀里。我说你怎么到处乱跑？叔叔担心坏了。你吸水啊！你看看你这孩子，叔叔刚才不给你买糖葫芦，你就装作不认识叔叔了是吗？男子看小女娃长得白白嫩嫩，一看就是富家小姐，而且他刚才也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个小娃娃身边没有其他大人，而且看见她身上装有珍珠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你爹娘都着急死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小孩，把你身上刚才那颗珠子给我。不行的，龟叔叔说不能把珠珠给别人，我不认识你，所以不能给你。什么龟？我的龟叔叔啊！行了，别跟我说这些听不懂的话，你把那珠子交出来就行了。可是我现在想嘘嘘，快要憋不住鸟。先给我憋着。真的憋不住了，不然我就在你身上嘘嘘好鸟。麻烦是真多，老子给你1分钟。为了不让小奶娃嘘嘘在他身上，中年男子只好带着小石头来到一处树林里，因为这是一条死胡同，唯一一条路就是他站的位置。料定这么小的娃娃也逃不走，中年男子骂骂咧咧的背过了身子。小石头趁着这个时候打量着四周的环境，这下完了，前后都没有路，看来是跑不掉了。哎，试试我的雷雷看好用不？雷雷劈他！可喵的，这大晴天的怎么会有雷劈我？雷雷劈他！哼，你这个大坏人，看你还敢欺负我不？小奶娃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，小屁屁扭2下，蹦蹦跳跳的离开了。中年男子想要去追，无奈全身都麻木到根本没办法动弹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银子消失不见。逃离后的小石头来到市集上的一个醉院里，把目光落在了一个少年身上，身后且站着一名下人，而面前的桌上则摆满了令人食指大动的佳肴。蝈蝈，这些好不好吃面？你是哪里来的妹妹？说话的少年叫陆晨，今年12岁，帅气俊朗。虽说年纪小，但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之下，也有一手很好的医术。陆晨看见奶娃娃紫色的双眼，愣了一下。紫色双眼不多见，只有当今陛下才有。他想起了今天早上听到的事情，宫里昨晚来了个小公主，都不用滴血认亲，因为从眼睛就能看出来是陛下的亲生闺女。难道这就是陛下的小娃娃吗？可她怎么会在宫外，还是一个人？蝈蝈你好，我叫小石头。妹妹的名字好好听，你是饿了吗？是呀，蝈蝈，这些菜太少了啦，不够我们2个人吃的，能不能多要一点啊？蝈蝈，我有小钱的，借个给你，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口袋里还有很多呀。小妹妹快收好吧，这顿饭算哥哥请你吃的，不过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啊，你全名叫什么？我全名叫君梦瑶，你叫我小石头就可以了，我娘亲都是这么叫我的。这个小娃娃果然就是陛下的小闺女，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，不过我得先好好照顾她，然后再把她送回宫。妹妹你快吃吧，哥哥看着你吃。好的，哥哥。一顿饭下来，陆晨看的是目瞪口呆。他原以为小奶娃只是随口说说这些菜不够吃，没想到各个盘底舔的比狗狗吃的都干净。蝈蝈，我还没吃饱，我还想吃点心。你还能吃下去吗？点心是可以吃得下的，那可是我的最爱呢。既然你这么爱吃甜点，我家做的甜点一定很合你的口味的，要不要去我家？好啊，去蝈蝈家。那我们走吧。土匪仅用一根头发就抹掉了10个侍卫的脖子，不仅如此，还一拳打翻了皇上纯金丝楠木的豪华马车。就在刚刚小公主钻狗洞离家出走后，皇上派兵全城搜索，在一个老医者家中将小公主接走，半路上就发生了土匪抢劫这一幕。更意外的是，8个土匪竟被一个3岁女娃给制服。
狗皇帝，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没错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，我们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你们才细狗狗呢！爹爹不要怕，小石头保护爹爹。你个小娃娃，好大的口气！叔叔看你恐怕现在还穿着尿不湿吧？狗皇帝，我先送你的女儿上西天。雷雷劈他！这大晴天的怎么会有雷劈我？雷雷劈他！这番操作属实让皇帝老爹彻底看傻了眼。原本占上风的土匪们2分钟不到就被小石头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个个鼻孔里都冒着黑烟，发型更是变成了巴黎世家的离子烫大波浪，脸上布满了茫然的慌张。当山匪10多年没见过如此离谱的事情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俺娘刚给俺缝好的裤子，这下又被我尿湿了。看你那没出息的样，我裤子都没干过。看你们以后还敢随便抢劫不？回到皇宫，小石头第一时间就来到永和殿，只见莫林渊躺在床上，俊逸的面容苍白一片，充满了痛苦。虽说只有10岁的他，却在这皇宫里受尽了委屈。他本是苍兰国的太子殿下，如今却是过上这般日子。7岁那年母后死后，他就被当成了质子送到了这里，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，也受了3年的屈辱。这些屈辱他从未忘记过，不管是皇帝还是他所谓的父皇，他都不会忘记他们这3年是怎么对待他的。莫蝈蝈牺牲病了，为什么不让大夫给小蝈蝈看病咧？小公主，殿下的病大夫也无能为力，所以只能这样忍着。不怕不怕呀，我有药药，这药药可以治好漂亮小蝈蝈的病了。只见小石头白胖的手心里，一颗湛蓝如天空颜色的椭圆形药丸。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药丸，莫意微怔。小公主，这是什么药？奴才从没见过呢。这是娘亲给我的，什么病都可以治好的，只要小蝈蝈吃下娘，病就会好了。刚说完，小家伙一个机灵跑到床边，还没等莫意回过神，小石头已经把蓝色药丸塞进了莫林渊的嘴巴里。小公主，这个药真的可以吗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不会的，这个药很好的，以前小乖一吃就好了。莫一不知道小奶娃口中的小乖是谁，但也是担忧的看着自家殿下。又见小家伙掏出一个白色瓶子，瓶口对着莫林渊示意他张嘴。莫蝈蝈，喝完这个AD钙奶就不会疼了。莫林渊见状也不好拒绝，只好顺从小公主的意思，将 AD 钙喝了个精光。这时候一声突兀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陈公公吩咐御膳房准备食物，却不见小公主的身影，这才找了过来。小家伙跟莫林渊挥了挥手，便和陈公公离开了。听着外面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莫一才发现殿下痛苦的声音不知何时消失了，就连脸上原本痛苦的神情也慢慢消失，恢复了平静。殿下，没想到小公主说的都是真的，要是以往，殿下不会像现在这般平静。那颗蓝色药丸效果真的是太好了。在莫一的期待下，莫林渊睁开了双眼，撑起身子坐在床头，声音有些沙哑的说道：“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吗？”殿下，现在只过去半炷香而已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我的头痛怎么就消失不见了？而且嘴里还是满满的奶香味，是我产生错觉了吗？殿下，多亏了小公主，你的头疼才可以这么快就消失了。这时候2个太监走了进来，他们手中端着托盘，里面摆放着几盘精致又香喷喷的菜肴。莫一愣了一下，才得知这是小公主吩咐送给殿下的。莫林渊冷着脸吩咐莫一让立马倒掉，就算小公主救了他，也不能否认她是狗皇帝的女儿，他不会接受他送来的食物，不管是他还是皇帝，都是他的仇人。那些刻骨铭心的羞辱，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总有一天会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归还。殿下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毕竟是小公主的心意，殿下这样有点太伤人了。哼，不好吗？那你认为怎样才是好？是我中了蛊毒被送到这里当质子是好，还是我在这里受尽屈辱好？或者说你要让我对那些羞辱我的人千恩万谢才是好吗？殿下，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些都是那个皇帝的错，跟小公主无关，所以什么？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。就算这件事跟那个丫头没有关系，可怪就怪在她身体里流的是她那最毒皇帝的血。皇帝是我的仇人，所以他也是。殿下，奴才知道了。既然知道，接下来就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是，殿下，奴才明白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公主进了永和殿，一眼就看见她的漂亮小蝈蝈正坐在外面看书，阳光落在少年身上，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，墨发飞扬的模样犹如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，令人移不开视线。小蝈蝈，你今天真的太好看了，你现在身体好了没？小奶娃扬着小脸站在莫林渊的身边，关心问道。莫林渊看了他一眼，就垂下眼眸，眸光再次放在书上，完全无视他。小公主不死心，轻轻拉了拉莫林渊的衣摆，莫林渊立刻起身，挥手指捏住了他白嫩的小脸蛋。莫蝈蝈，我好疼疼。疼就滚开，你真是又丑又蠢。莫蝈蝈，我不蠢的。既然你不蠢，怎么就看不出来我很讨厌你？
所以你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殿下，怎么，昨晚我说的话这么快就忘了吗？奴才没有忘，只是没有就闭嘴。莫蝈蝈为什么讨厌窝里？讨厌就是讨厌，没有为什么。木有关系的，莫蝈蝈就算讨厌我也要跟莫蝈蝈成为好朋友。昨晚的饭好吃吗？昨晚的饭菜已经倒掉了，所以好不好吃没有人知道。女孩钻了3年的狗洞，却发现越钻越习惯。皇帝老爹不仅没责怪，反而让闺女带她一起钻。今天趁着贴身公公去跳广场舞的时间，又偷偷溜了出来。殊不知一场激烈的故事又要开始了。大哥，3年没见了，看你过得也不怎么样啊。再过几天就是东邻国陛下的生辰，我是代替苍兰国来送礼的。此人叫莫林峰，也是莫林渊的二弟，两人的五官有些相似，可他却多了几分阴柔。3年没见，你还是一样的让人恶心。我就算恶心也比你这个扫把星好。你不仅磕死了你的母后，还把自己磕到这里来当质子，你还真当自己还是太子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太子之位很快就是我的了。坏言，不许欺负莫蝈蝈。我说你个小娃娃还没断奶吧？不过你可得小心点，你这个莫蝈蝈，他可是扫把星，谁跟他在一起谁都会倒霉的。你说莫蝈蝈是扫把星，那你是他的弟弟，不也是扫把星了吗？你们以前待在一起，肿么莫蝈蝈木有把你磕死呢？而且你还瞅得这么认真，我看是跟猪没什么区别。深度剖析的话，就是可以延伸为花猪、光猪、蠢猪、笨猪、乌克兰小乳猪、猪八戒。你是星光灿烂下一只绝望而孤独的动物，你是永远飞不上蓝天的蠢猪。臭丫头，你是不是找死？我马上就要成为苍兰国尊贵的太子殿下了，岂能容忍你一个黄毛丫头对我不敬？你能把我怎样？谁让你欺负我的莫哥哥的呢？哼！雷雷，劈他！小石头的这番操作让莫林峰措手不及，此时他的屁股上正烧着火，疼的是一个活蹦乱跳。刚才的样子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莫林峰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会有人相信你是一个皇子吗？莫林渊暗沉的嗓音带着几许锐利。莫林峰被堵得一噎，一个箭步上前，用手掐住了莫林渊的脖子。他现在这副样子被最大的仇人看见，气得恼羞成怒，脸色涨红。哼！雷雷劈他！我的雷雷劈的真是越来越准了。莫林峰遍体鳞伤，躺在地上欲哭无泪。他哪知道这个臭丫头竟然会使唤雷神，居然自投罗网了。小奶娃很执着的，今天要是听不到这个家伙道歉，他就要让雷雷把他劈成花。莫林峰也明白这一点，起身就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的道歉。莫林渊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刚才错了。那到底谁才是扫把星咧？是我才是扫把星。莫蝈蝈，我帮你教训他鸟，他以后都不敢欺负你了。这让原本对小石头记恨在心的莫林渊是又爱又恨。小公主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，似乎在等待着表扬。莫林渊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护着他，心中顿时充满了五味陈杂。小石头没等到莫林渊的表扬，便蹦蹦跳跳离开了。来到御书房，看到胡星端着一碗甜汤，和君雪柔站在君莫尘的身旁。迫不及待的小石头边跑边奶声奶气的喊了一声爹爹，可小短腿打了个结，被门槛绊了个屁股开花。君莫尘心里一紧，快速上前将小石头抱了起来。小臣子，派人将皇宫里所有门槛都拆了。是，皇上。陈公公眉开眼笑，可胡星和君雪柔的脸色十分难看。他们没想到陛下疼爱小公主居然到这种地步，这样的宠爱可是他和君雪柔从未有过的。君雪柔看到原本疼爱自己的父皇，现在却抱着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贝齿紧紧咬着下唇，眼中布满了嫉恨。小石头妹妹，昨天的事情是我错了，妹妹愿意原谅我吗？哼，我才不要原谅你这个坏人。那妹妹要怎么样才能原谅姐姐？不然我给你跪下好了。雪柔，快起来，你是姐姐，岂有给妹妹下跪的道理？父皇，还是让我跪下吧，不然妹妹不会原谅我的。小石头，你大皇姐给你道歉了，还不原谅她吗？好吧，那就原谅你吧，我细看在爹爹的面子上的，不然我才不会原谅你这个坏淫劣。妹妹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君雪柔露出了感激的笑容，伸出手就要摸小奶娃的脑袋，却被小石头一个奶声拒绝。不要你摸摸，我要爹爹摸摸。就这样，小家伙的脑袋在君莫尘的怀里拱来拱去，逗得君莫尘哑然失笑。突然，小家伙嗅了嗅小鼻子，似乎闻到了什么，一个机灵跳到桌前，端起那碗甜汤滋滋喝了起来。胡星和君雪柔两人不相信自己已经完全被忽略了，他精心为陛下准备的甜汤就这样被这个臭丫头给喝光了，还告诉皇上汤太甜，喝多了牙齿会漏风。爹爹，我吃饱了，我想睡觉觉，
等我睡醒了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女孩每次回家却只能钻狗洞，并且一个狗洞只钻一次。奇怪的是，皇帝老爹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守在狗洞旁等着闺女。这次皇帝老爹守了2个时辰，才发现蹲错了洞。殊不知此时的闺女已经被贴身公公领到了御花园。陈公公，那些太监蝈蝈要去哪里呀？他们是新进宫的太监，现在要去净身房。净身房是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那些太监蝈蝈看起来快要哭了哩？小公主，其实净身房就是洗澡的地方。那些太监蝈蝈这么难过，是因为不想洗澡吗？这时突然一声惨叫从净身房传来，小石头吓得打了个奶嗝，圆溜溜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发出叫声的地方。这下原本好奇的小家伙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了。陈公公准备找借口转移小家伙的注意力，却被奶声打断了。我要去看看，那里一定有什么好玩的。小家伙的鲁班小短腿就像电动马达一样一个劲儿地往前跑，陈公公是怎么都追不上。小石头一个机灵就来到了净身房的门前，守在门口的2个小太监拦住了一脸惊喜的小公主。小公主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想进去看看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，公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还是快离开吧。可惜我刚才听见里面有人在叫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？小家伙不死心地将脖子伸长，努力想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一个机灵从太监旁边的空隙钻了进去。妹妹，这个地方你不应该来，你想玩的话，我带你去市集上看人家耍猴子。小家伙一听顿时兴奋了起来。大街上，小石头眼睛四处寻找上次买糖葫芦的人，一个没注意坚硬的东西撞了过来，把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正准备摸摸他的小屁屁时，头顶的咆哮声让他吓了一跳。臭丫头，没长眼睛是不是？这么着，刚才赌钱全输光了，现在还被你一个臭丫头给撞到，真是财运全被你撞没了。明明是你把我撞倒的啊！臭丫头，还敢跟老子顶嘴？你刚才把我的财运都撞没了，你必须要补偿我。话音一落，中年男子一把将小石头抱在怀里，大步的往赌场跑去。任由莫凌渊在身后怎么都追不上，一会的功夫，小家伙就被带到了赌场。在场的众人眼神都聚集了过来。哎呦喂，我说你钱都输光了，难道是又有钱了吗？钱是没有，倒是有一个小丫头。中年男子将小石头往前一丢，又是小屁屁落在了地上，接连2次撞击小家伙的屁屁，火辣辣的疼痛，再也忍不住的红了眼眶。珍珠大的泪水从紫色瞳孔中滚落下来，可赌场里鱼龙混杂，喊声不断，完全盖住了他的哭声。坏人，你们是坏人！臭丫头，出什么口？喂，我说你带这个小娃娃来是怎么回事？我没钱了，这个丫头用来抵债，让我玩一局怎么样？这丫头是谁？看样子跟你并不认识啊。确实不认识，我半路捡到的。不过我知道你们这里不仅是赌坊，还做其他的生意的。这丫头长得这么水灵，你要是转手卖出去的话，可是能挣不少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老子就让你再玩一局。来人，把这个丫头给我捆起来，好好看着。2个打手上前3下5除2将小石头捆绑了起来，动弹不得。你们都是坏人，不要让爹爹和莫蝈蝈打你们，还有我的雷雷也能随意的把你们劈开花。这丫头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就是，还说要用雷劈我们，真是可笑。你们才是傻子呢，把我惹生气了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小家伙刚念完咒语，才发现小胳膊也被捆了起来，根本没办法去指人。如果没有手手的配合，雷雷根本是没有效果的。小家伙哭丧着脸，还是决定试一下。雷雷劈他，不对，劈他们。看这小丫头水灵灵的，原来是个傻子啊！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快点用雷来劈吧！2个壮汉左一句嘲笑，右一句讽刺，让小家伙的小嘴瘪瘪的，充满水汽的大眼睛气呼呼的瞪着他们，哭得太久了，打了一个嗝，一个劲儿的嚷嚷着要喝水。也在这时，感觉脑袋两边痒痒的，渐渐冒出2个软绵绵的红色小龙角，瞬间在场的众人都惊掉了下巴，叫喊着妖怪，转身就要往外面跑。凭空突然出现的一道身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面前的人黑衣胜雪，一头绿发随意的披散在身后，这就是小石头口中说的龟叔叔。龟素素，宝贝，怎么回事？是他们不给小石头喝水的。龟素素，他们看见了我的小龙角了，怎么办哈？娘亲说过小龙角不能给大家看到的。他们的记忆已经被我消除了，都会不记得的。金墨笑着解释，掌心覆盖在小石头软哒哒的小龙角上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小奶娃在进宫之前是金墨将他养大的，所以小石头跟他很亲。他刚才正在这附近感应到小石头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才能来得及时。宝贝，我现在必须要走了，记住你娘亲的话，要好好保护自己，龙珠也千万不能弄丢了，知道了吗？龟素素放心，猪猪现在就在我的肚肚里呢，不会弄丢的。与此同时，皇宫里君莫尘正在批阅奏折，
陈公公伺候在一旁，他时不时地张望着外面，希望可以看见那张小可爱的脸。已经数不清自己听了多少遍的唉声叹气了。君莫尘抿着薄唇，吩咐道：“让陈公公出去看有没有小家伙的踪影。”不一会的功夫，陈公公突然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，大喊：“小公主出事了！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小公主被绑架了。陈公公虽然语气着急，但神情却没有任何波澜，好似事不关己。陈公公趁着这个时候手腕翻转间，将白色粉末朝君莫尘撒去，瞬间他头脑昏昏沉沉，身子也摇晃得快要站不住了。你不是小陈子？真正的陈公公并不知道这一切，此刻的他正在宫门口等着小公主的出现。殊不知此时御书房里的皇上已经被狸猫换太子了。君莫尘回到了咸阳宫，因为担心会露馅，焦急地在偌大的寝宫里走来走去。冒充国君，这是他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他原本是乡下放牛的，偶然一次机会被一个中年男人发现他和当今陛下有几分相似，便被秘密带进了宫。这些日子他一直被灌输陛下的一切喜好和行为，只要他按照他们所说的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。皇上，朕说了不要打扰，你聋了吗？陈公公笑了一声，并没有被吓到，而是走到君莫尘的面前，一脸欣赏地看着面前这个男人。你敢无视朕的话？君莫尘怒瞪着对方，正要发怒，可是当对方撕下了人皮面具后，露出了那张温润如玉的脸时，被吓到。王爷，不错，看来这些日子你学得很有成效，你这个陛下当的还是很有气势的。如果我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真正的陛下已经被我关起来了，你只要记住这段时间教你的东西，坚持10几天，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那笔钱本王会一分不少的给你，如果你出现了差错，那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了。是，王爷，草民明白。爸爸爹呀，爸爸爹呀，你越越长大吧，爸爸爹小石头公主，今儿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？是陈伯伯呀，开心的是抹锅锅买红果果给小石头吃的，你要不要尝尝呢？可好吃了。小公主，这可不是红果果哦，这是糖葫芦。啊，原来是糖葫芦呀！陈伯伯，我的爹爹哩，你有看见吗？说起皇上，陈公公顿时心里很是担忧，因为他和皇上的假冒身份随时都有可能露馅，便随即编造了一个借口敷衍道：“陛下身子有些不舒服，小公主快去看看吧。”爹爹怎么会这样子？爹爹生病了吗？陈伯伯，那我们快去看看爹爹。陈公公带着小石头来到了咸阳宫，轻声喊了一声陛下，回应过来却是皇上的怒喝声，吓得小石头浑身一哆嗦。陈公公，为什么今天爹爹好凶啊？那是因为陛下听到的是奴才的声音，小石头公主您喊一声就不一样了，毕竟我粗嘎嘎的声音哪能跟可爱的奶娃娃的声音比呢？好的，那我试试哟。爹爹，我是您可爱的女儿小石头。小石头软软糯糯的喊了一声，奶萌的语气让陈公公感觉整个人都飘飘然了。果然里面没有了动静，屋子里假冒的君莫尘也意识到外面的人是真正陛下宠爱的女儿，如果他再发火，就有些不适合了。随后陈公公带着小石头蹦蹦跳跳的走了进来，君莫尘正躺在龙榻上，见奶娃娃过来了，勉强扬起了笑容。小石头，你回来了。爹爹怎么这样子喊我啊？糟了，真正的陛下是怎么喊这个娃娃的？怎么王爷没有告诉我？以前爹爹都戏喊小石头屁孩的。爹爹，你今天为什么要不喊我小屁孩了嘞？尽管面对的是一个奶娃娃，但假的毕竟是假的，冒牌的君莫尘难免还是有些紧张。只是突然想这样喊你了，那下次喊你小屁孩好不好？好啊好呀，爹爹，我听陈伯伯说爹爹不舒服，西生病了吗？要是生病的话，小石头有药哦。君莫尘现在很想一个人待着冷静冷静，见眼前的奶娃娃很是烦人，也没有离开的打算，忍住了不耐烦说道：“朕没有生病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”君莫尘话还没说完就被小家伙当即打断了。那小石头在这里陪着爹爹，这样爹爹就不会孤单了。说话间，小石头一个机灵跳到了君莫尘的怀里，他极力想要避开认识的人，这样可以减轻暴露的机会。可这个臭丫头却总是靠近他。小家伙恰巧嗅到了君莫尘身上的味道，缩了缩鼻子，很是疑惑。奇怪，爹爹的味道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？小奶娃像蠕虫似的往上移动了一些，小鼻子在君莫尘的脸还有脖子上闻来闻去，立刻说道：“哼，你不是我爹爹！”哼，臭丫头滚开！君莫尘实在受不了了，怒喊一声，大手一挥，直接将正在闻他的小石头给挥了出去，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爹爹坏，爹爹打我！小奶娃哭得前所未有的伤心。爹爹以前虽然骂他，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对他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小石头哭到了极致，身子还不断的颤抖着。
听到动静的陈公公急忙跑来抱起小石头，只见小家伙额头上的血触目惊心。小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带他出去。是，陛下。小公主不怕，奴才现在带你去找陆太医。陈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具体情况奴才也不是很清楚，但肯定是陛下让小公主受伤的。你说什么？陛下不是很宠爱小公主吗？怎么会将她伤成这样？奴才也不知道，陛下今天很不对劲，小公主进去没一会就受伤了。爹爹坏，爹爹真的好凶。小公主听话，我先帮你把血迹擦干净，这样才能上药。陆涛一边哄一边帮小石头擦拭着伤口，小奶娃的眼泪就没有停止过，原本明亮的大眼睛也是红彤彤的，小鼻头更是红得一塌糊涂，不断的抽噎哽咽着，软软的哭声让人很是心疼。然而里面的一幕被站在门外的莫林渊听了个遍。真是心狠手辣的皇帝，太不是人了，看来在他心里根本没有什么亲情可言。皇上一口气生了108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女儿。3年后，跪在神明殿祈求神明赐他一个闺女。自东夏建国200多年以来，所生之辈皆是皇儿，到朕这边已经是第6辈了。如果神明能赐朕一位公主，朕愿意用108位皇子交换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可爱的身影凭空掉落下来，正好砸在他的身上，两人都摔了个屁股开花。爹爹，我好疼疼！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打破了寂静的神明殿。只见小奶娃一双眼睛水汪汪的，长得粉嫩可爱，就像是个精致的陶瓷娃娃。只是此刻小奶娃撇着嘴巴，小手捂着脑袋，泪眼汪汪的。皇上这才发现他的脑袋上还有2个角，就像是神明的缩小版一样。我求神明赐朕一个小公主，神明怎么将自己的闺女扔下来了？爹爹，好疼疼！小奶娃走到皇上面前，小手拽着他的龙头，抽泣着鼻子，晶莹的眼泪掉了下来。被这么可爱的小女娃喊爹爹，皇上父爱泛滥，连忙将她搂入怀中，轻轻地吹着她的脑袋。爹爹呼呼就不疼了。真的不疼了，爹爹好棒棒！皇上此刻感觉一颗心都融化了，连忙跪向神明大人，兴奋地说道：多谢神明大人，从现在起，这个小奶娃便是朕的宝贝女儿了。乖女儿，你就叫小石头吧，这属于朕的小石头。好的，你以后就是我小石头的爹爹了。皇上开心地抱小石头站起身，想出去跟大臣们宣布他有公主了，但是看见小家伙头上有2根角角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神明显灵，将小石头赐给他，但若是小石头的身份透露出去，必然会引来有心之人的谋害。博士，你进来一趟。皇上对着崇明殿外喊着，一道身影踏步而来，男子一身皮袍，偏若惊鸿，墨发束冠，迈步走来时，衣上飘动着如幻如仙，顿时把小石头迷得哈喇子直流。美人真的好帅呀，我好喜欢，你能抱抱我吗？皇上顿时醋意来袭，心里有些莫名的委屈，然后将方才的事一一告知国师。国师低垂着眸子，望着皇上怀中的小女娃，思索片刻，说道：皇上，小公主的脚7日之内会散去的，在此之前，皇上不可将她视若他人，其他的事微臣会处理好，皇上只管葬好小公主便是。好，朕会做好这个工作。小石头，国师要忙，爹爹带你去漂亮的房间好不好？好呀，小石头还想要好吃的。好，朕都会满足你的。此时皇上寝宫的礼室里，小石头被一大堆的水果糕点膳食包围住了，一手抓着葡萄，一手拿着鸡腿在吃个不停。小石头，这几天就辛苦你躲在这里了。才不辛苦呢，天天都有好吃的，我可高兴了。给爹爹吃这个大鸡腿，爹爹每天上朝也很辛苦的。爹爹不吃，省着给小石头吃。等小石头的脚消了之后，父皇就向整个东夏宣布你是父皇的小公主，朕再给你安排一座宫殿，还有吃的用的穿的都是最好的。爹爹你真好，做你的闺女真的超级幸福。陪了一会小石头，皇上感觉元气满满，然后高高兴兴的去给自家公主安排接下来的事务。小石头在皇上走后继续吃着东西，没一会儿整个密室的东西全部吃光了。小家伙眼珠子转了转，拿块布蒙着脑袋将小脚脚给包了起来，然后悄悄地从养心殿溜了出去。哇，这是什么味道？真的好香呀！我仿佛闻到有烧花鸭、酱鸡、红烧肉，还有猪蹄的味道，全部都是我爱吃的呀！好吃的等等我来了。此时的御膳房里，大厨正在加急做着皇子们的午膳，一旁领事的李嬷嬷吩咐着宫女们在有序的送餐，完全没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身影跑了进来，然后将备餐桌上的食物偷吃了好几盘。六皇子最爱吃的卤猪蹄做好了没有？卤猪蹄做好了，就在那。主厨回头手一指，彻底傻眼了。怎么回事？卤猪蹄我最先做的，怎么没了？肯定是你忘记了，赶紧去做。六皇子吃不到卤猪蹄怪罪下来，你小命难保。哎呀，我这刚出炉的烧鸡也没有了，还有令贵妃最爱喝的人参鸡汤也没有了。紧接着便有丫鬟在角落里看见喝完扔在地上的炖粥。哎呀，这是谁偷喝了令贵妃的羹汤啊？顿时御膳房里乱成一团。
罪魁祸首的小石头躲在一处假山后，坐在地上啃着烧鸡，脸颊两处都被食物塞得鼓起来，像一只可爱的小仓鼠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为什么要去御膳房偷东西吃？偷膳食就算了，还敢偷喝我母妃的羹汤？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偷吃的，只是太饿了，你不要生气嘛。秦云君本来想质问的，此刻听着小团子那可爱的声音，顿时就心软了。你是怎么进宫的？你爹爹是谁？我是你妹啊。哥哥，你是皇子吗？是几皇子啊？我是五皇子秦云君。望着这清秀好看的少年，小石头从怀里掏出来一把带图案的饼干。秦云君第一次看见这种饼干，很是好奇。哥哥，好看吗？好看，那送给你了，当做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礼物。秦云君微愣，小石头将小饼干塞入他的手里，对着他挥了挥手。哥哥，我先回去了，我们过几天再见哟。看着小女孩屁颠屁颠的跑了，秦云君迟钝的才反应过来。我不是来抓他偷喝母妃羹汤的吗？怎么反过来被收买了？皇上爹爹说上晚早朝给我带好吃的，可是这都4时了，是想饿死我吗？小石头胖嘟嘟的身影很熟练的朝着御膳房跑去，然后钻入桌子底下，伸出手去摸烧鸡。不过这次没之前幸运，小家伙的小手还没碰到烧鸡就被别人握住了正着，将他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偷吃膳食的，人长得小，胆子却这么肥，御膳也敢偷吃。你这个坏人，快放开我啊！放开你，做你的阿伯自得的美梦去吧！连续5天跑来这御膳房偷东西，我非要好好教训你。看你长得皮嫩玉滑的，正好我看了本古籍，上面有记载一道菜叫煲仔饭，正好拿你试试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吃了我，那我也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只见小石头眯着眼睛鼓起了嘴巴，然后猛地一张嘴，一把火从他的嘴巴里喷了出来，正好喷在了大厨的脸上，连带着头发都一起烧着了。尖叫一声，松开了手，小石头滚落在地上，然后站稳之后朝着门外跑去。你们俩快捉住他，他就是偷膳食的小偷。两人上前拦在了小石头的面前，小家伙那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们，而后深吸了一口气，又鼓起了腮帮子，张开嘴巴准备将火喷出来。一抹身影凭空出现，没喷出来的火烧的小家伙嘶哈嘶哈的疼。参见国师大人。呜呜呜，美人，我的嘴巴疼疼，要你吹吹。这哪里跑出来的小丫头片子，偷吃膳食就算了，还敢调戏我们的国师？好疼疼吗？美人，你快点帮我吹吹。任凭小石头怎么说，叶贤那淡漠的神情似乎更冷了几分。他迈步想离开，小石头却先一步的抱住了他的大腿。美人，你不要走，不要抛下我一个人面对这群凶巴巴的坏人，他们都惦记我的美貌。大美人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是害羞了吗？小石头抱着叶贤的大腿，小手伸进去挠了挠了他的腿毛。叶贤浑身一哆嗦，一把将小石头提了起来。嘿嘿，大美人，我就知道你不舍得伤害我，来亲一个。另一边的御书房里，皇上见那一向金贵高冷的国师拎着他的宝贝公主大步走来，那张俊美的脸上带着怒意。国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叶贤走到皇上面前，将手中拎着的丫头朝着他扔了过去。皇上眼疾手快，接住了小家伙。叶贤冷漠地甩了下衣袖，转身离开。皇上看着叶贤离开，又低头望着怀中的小团子，满是困惑。不就是让国师去养心殿接一下小石头吗？国师怎么好像生气了？小石头，你没事吧？爹爹接住了我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爹爹好棒棒。小石头，你看他长得怎么样？小石头这才发现御书房的角落里还跪着一个人，虽然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是从形态来应该是位美人。抬起头来，让朕的小石头看看你。女子闻言缓缓地抬头，露出了那张标致的小脸，只是此刻好看的脸上带着些许畏惧与害怕。看着她的脸，小石头有一刹那的微怔。小石头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当你的母妃好不好啊？好呀好呀，小石头喜欢这个娘亲。朕的小石头乖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乐阳公主，也是我东夏王朝第1位公主。小石头被封为乐阳公主一事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后宫。几位嫔妃听说那血脉被找回来了，此刻都聚集在令贵妃的未央宫里，七嘴八舌。姐姐，听说那皇室血脉被找回来了，您不去看看吗？是啊，听说是6年前皇上下江南时犯的错，留下的子嗣。本宫为何要去看？不过是个皇子，有何好看的？与其去担心那孩子，还不如想想办法怎么将皇后那边的人除掉。姐姐说的是妹妹过于担忧了。几位嫔妃也缓了口气，的确是他们过于忧虑了。一群人和气融融，没了方才的担忧，直到突如其来的一声打破了现有的气氛。令妃娘娘不好了，那从宫外接来的血脉是位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什么众是位小公主？是的，千真万确，她的娘亲是江南女子，叫白芷若，而白芷若被赐封为若妃。
那小公主赐封她为乐阳公主，而且皇上还让他们住入了凤渊殿。凤渊殿那可是本宫看上的地方，怎么能让给外面的野女人？凤渊殿是宫中最好的一处宫殿，比他这未央殿还要好上几分。宫中几位妃嫔都想住，但却一直空着。前几日皇上命人打扫凤渊殿，他本以为皇上是给他的。开什么罗马斯旋转屁的玩笑！本宫倒是要看看那个江南来的野女人有什么能耐。来人，备驾！本宫要去找皇上。这个鸡腿看着好香，不过好像火候还差了一点，我再给它烤一下。真的好香啊！我仿佛闻到有烧花鸭、红烧肉，还有猪蹄的味道，全部都是我爱吃的。小石头兴奋地舔了舔舌头，最后下定决心准备溜进去。突然身后伸出来一只手抓住了他。坏人，敢捉你爷爷，看我不挠死你！饿了的话，这鸡腿给你吃。御膳房现在很多人把守，你要是被逮住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谢谢哥哥，这个鸡腿看着好香，不过好像火候还差了一点，我再给它烤一下。只见小家伙嘴巴张开，喷出那一大团火焰，将鸡腿烤得滋滋冒烟。一旁的五皇子秦云君看的是目瞪口呆，顿时陷入了沉思中。可说妹妹，你这是什么操作？能教我吗？这个教不了，这是我天生就会的本领。看来这个妹妹身份一点都不简单，我可得跟她打好关系。我说妹妹，你怎么一点戒心都没有啊？给你东西就吃，万一我下毒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哥哥是不会给我下毒的。怎么不会？这皇宫看着庄严华丽，可是宫里面勾心斗角多得很。哥哥，我吃完了，我还要。我身上没东西了，御膳房那边的膳食不能乱吃。哥哥，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真的好饿了。小石头手捂着肚子，嘟着嘴巴满脸委屈，小肚子也跟着咕的响了起来。那你在这里乖乖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吃的。话音一落，秦云君直接去了御膳房。他是五皇子，而且母妃是最受宠的令贵妃，御膳房的人自然是对他恭恭敬敬。不出1刻钟，秦云君就拿了一大堆好吃的，然后领着小石头到了一个较为偏僻的亭子。哇，哥哥好棒啊！最喜欢哥哥了。妹妹，你这一声声哥哥的叫，我感觉我要强大的可怕。信不信你现在要月亮，我都能给你摘下来。小石头笑得甜美，吃得可爱。秦云君坐在一旁看着，只感觉一颗心都融化了。虽然宫中有108位皇子，但是皇子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好。听母妃说父皇接了位妹妹进宫，还赐为乐阳公主，心想着要是她就是乐阳公主多好啊。哥哥，你老看我干嘛？你也吃呀？就冲这声哥哥，我再去给你整点吃的来。秦云君又去了一趟御膳房，这次端了一份美味的羹汤来。看着小石头满脸满足的吃着，秦云君是恨不得要将全天下最好吃的东西都放在他跟前。小家伙吃得心满意足，屁颠屁颠的伸出手要抱抱。秦云君望着那软萌可爱的小姑娘，将她抱了起来。小姑娘仰头朝着他的脸颊亲了下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妹妹能再多亲我几下吗？秦云君脸颊难得的红了起来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亲。哥哥，你知道国师吗？知道呀，国师乃是我东夏的荣耀。前段时间一来蜀患，西河周边水患都是国师解决的，这天下就没国师解决不了的事。哇，原来国师这么厉害的，那他一般是住在哪里呀？国师的国师府在庆安街，皇宫也有国师殿。好的，哥哥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此时的凤渊殿，一位李嬷嬷带着2位宫女正在找若妃麻烦。若妃，令贵妃念你刚进宫，所以特意命老身给你送2位宫女来伺候你，还有这2身衣裳也是赏赐给你的。多谢李嬷嬷。白芷若受宠若惊的应着，老李嬷嬷面容冷漠，望着她的眼神带着些许不屑。若妃，听说皇上送了你一匹浮光锦的料子，这等物品我们家令贵妃很喜欢，不知道若妃能不能送给令贵妃呢？李嬷嬷，那匹料子是皇上赐给小石头的。怎么，令贵妃给你赐了这么多东西，不过一匹布料你都舍不得？李嬷嬷多虑了，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是令贵妃喜欢，那给小石头做一身衣裳后，剩下的料子都送给令贵妃。若妃这是看不起谁呢？令贵妃看上那匹布料，这是给你的面子，可你却想着羞辱令贵妃。被李嬷嬷这么一震，白芷若的小脸都吓白了。浮光锦可是上好的布料，当初西域进贡一共就3匹，一匹在太后那，一匹赐给了国师，一匹如今被皇上赐给了若妃。你不过一个从宫外刚来的女子，即便生了个公主，那又如何？你可没资格拥有这么好的料子。既然令贵妃喜欢，那就送给令贵妃吧。放肆！哪里来的大胆刁奴也敢为难我母妃？一道响亮的声音打断了白芷若的话。小石头走了出来，挡在白芷若的跟前，手撑着腰杆，愤怒地瞪着李嬷嬷。老奴见过公主，老身是令贵妃的人。令贵妃想着你们母女刚进宫，
特意派老身给你们送些东西来。是吗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啊？我明明听到你们想抢父皇赏赐给我母妃的东西呢。令贵妃最受皇上恩宠，想要什么没有，又怎会抢若妃的东西？令贵妃想要那料子，是因为那料子是她最喜欢的红色，并非要抢若妃的东西。好啊，既然令贵妃喜欢，我可以送给她的。不过嘛，那料子是父皇赐给母妃的，既要送给令贵妃，那我去跟父皇说一声。顿时李嬷嬷和2位宫女都吓了一跳。早上令贵妃就被皇上怒斥了一番，如今要是这件事传到皇上耳里，那皇上必定会愤怒。废物，让你们做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请娘娘饶恕。那若妃性子娇弱，为人识趣，也会做事。她说了要将那批料子送给您。至于小公主那边，搞定了若妃，还怕搞不定个小孩子吗？不过看皇上的样子，他很喜欢那孩子。皇上再喜欢，那也不过是在乡野郊外长大的野孩子，半点教养都没有。那若妃也是个没什么身份的，即便封妃，也比不上娘娘您的一根好毛。娘娘想要弄死她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也是，宫外来的野孩子，就算是女孩子再受宠，也比不过宫中的孩子。等皇上心血赶过去了，他们也就不受宠爱了。对了，本宫的羹汤呢？方才五皇子来过，说他不小心打洒了你的羹汤，御膳房已经重新做了。吩咐下去，让侍卫们看紧君儿，不许君儿外出。